或许是因为穿上了这一身天师道袍，有加成在，陈木能明显感觉得到，从棺材缝隙间释放出来的那丝丝阴气，阴气极重，让人不寒而栗。陈木还好，回头看看那些站在大门外的人，这双手已是抬起，摩擦起胳膊，奇怪念道：“这天怎么突然感觉冷了不少？”是啊，有种寒冷刺骨的感觉。晚上温度低，很正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阴气这一概念，否则陈木这5阴阳点岂不白花了？面对蹦跳而来的4名僵尸，陈木直接伸手插进小布袋，抓住一小把雪白的糯米，照着他们手一摆，挥洒出去。接着就见一阵电光石火，4名僵尸胸前但凡被糯米击中的地方，噼噼啪啪响个不停，被连连逼退。衣服上清楚可见烧焦的黢黑痕迹。我靠，糯米这么强，早知道进来时该多弄点糯米的。你从外面带进来的糯米，想要有它这个效果的话，多少有点异想天开了。系统想不到你会那么干，别人比你精。4名僵尸血条剑伴，陈木抬起手，举过肩膀，抓住别在背后的桃木剑剑柄，握住，出鞘，瞄准跳在最前面的那只僵尸，猛然挥剑，当即头颅滚落，手感好似热刀切黄油，不要太轻松。击杀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5。之后，陈木以7星步上前，躲闪僵尸黑色的长爪刺击，同时找准机会挥剑斩头，击杀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5。击杀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5。击杀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5。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4只僵尸轻轻松松斩杀，尽管尸变后无法使用生前的技能，好在并不耽误才陈木提取技能。再看看手中的桃木剑，剑刃已有明显发黑被腐蚀的痕迹，比起真正的剑，桃木剑更像是消耗品。多杀几只僵尸，随时有可能失去作用，宣告报废。一番表现下来，引起全员震惊。卧槽，这走位强啊！说好刀枪不入的僵尸，在他手底下怎么跟割韭菜一样？废话，要不怎么人家能当榜一大佬呢？不知道他收不收徒？你有 S 级技能天赋的话，说不定人家会考虑一下。我要真有 S 级，还用得着拜师？无视他们谈论的内容，陈木抬脚迈过门槛，一手桃木剑，一手抓住糯米，朝那口棺材走去，想看看躲藏在其中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能让 B 级技能天赋的拥有者束手无策。至少在陈木看来，那个技能哪怕不升级为 SSS 级，也绝对不弱。1步、2步、3步，距离越来越近，陈木可以感受到的阴气同样越来越浓郁，肉眼可见的飘荡在空中，黑色如女人的一头长发。砰！一声巨响，吓了众人一跳，连忙屏住呼吸，目光聚焦声源。那口棺材，多亏之前那4只僵尸打破了木门，让他们得以看清楚其中的状况。砰砰！陈木越接近，棺材中的声响越重，越频繁。转眼，两者之间的距离便只剩下2-3米。陈木再跨出一步，脚尖刚点地，砰轰！那厚重的棺材板直接弹出，朝向自己这边压了下来。陈木单手支撑住，往旁边一掀，不曾想在那棺材板后，僵尸手撑棺材壁又压了下来，正好将他罩入其中。我日，这凉了！看得围观群众胆战心惊，仿佛被吃进去的是自己一样。砰轰！下一秒，棺材猛然向后抬起，倒下，摔在地上。先是砸碎木凳，再砸在地上，棺材破碎成几大块。一身漆黑的僵尸同样重重摔倒在地上，平躺着。陈木快速站起身，僵尸动作一致，身躯僵直，膝盖不曾弯曲半点，直挺挺地站了起来，双手笔直抬起。跳起到一半，陈木挥洒出手中糯米，砰轰，噼噼啪啪，将那僵尸震退出去3-4步，也让陈木终于有机会好好看看那僵尸的样貌。一身古代官员服饰，漆黑如墨，看不出太大细节，身躯宽阔的线条好似用笔墨画出来，有一丝丝没填满的地方。8一中文网，周围还可以看见如沙般的墨点，面容枯瘦，呈灰偏黑的状态，全身几乎以黑、灰二色为主，头顶破烂的黄符纸，符纸本身已经褪去颜色，那用朱砂写下的符篆早已发黑，胸口朝珠抖动，逐渐平稳。不过比起这些，陈木更在意的还是他胸口那块代表官员品级的补字，方补为文武官员使用，文官飞禽，武官走兽，武官依次为麒麟、狮、豹、虎、熊、彪、犀牛、海马，文官依次为1品仙鹤，2品锦鸡，3品孔雀，4品云雁，5品白鹇，6品鹭鸶，7品西翅，8品黄鹂，9品鹌鹑。而眼前这只僵尸胸口的补子正是麒麟，1品武官，难怪能住在那么大的宅子里，实力的确非一般僵尸可比。一把糯米仅仅只是将他逼退，
并未造成多大实质性的伤害。五官僵尸很快再次发难，蹦跳上来，砰！一横摆手臂，轻松将碗粗的支撑柱斩断。这要是击打在人身上，估计得瞬间断成2截。噼噼啪啪，挥洒完剩余全部的糯米，见还是没效果。陈木干脆拿出黑狗血，拧开瓶塞，泼向五官僵尸。噼噼啪啪，这火花电光可比糯米来得厉害不少。只是这效果嘛，依旧无法令人满意，仅仅破坏了点服装。看样子那小子估计要没戏唱了，能用的法宝已经不多。是啊，桃木剑都砍断了，麒麟那放在古代可是一品大官啊，他会输一点不奇怪。一品官员还好我没上，否则现在估计已经尸变了。看着手里断掉的桃木剑，再看看几乎可以用毫发无伤来形容的五官僵尸，陈木只想说坑爹呢！这些道具对付普通僵尸还行，想要对付这生前设定为一品五官的精英，甚至是僵尸小 boss， 难，甚至可以说可能性极低，不存在。加上识破之眼，专挑其弱点下手，一点一点磨死他，机会或许会更大一些。但 SSS 级技能天赋本身已经卡死了很多人，也就是说，即便他们有桃木剑、糯米、黑狗血，想要拿下眼前这头五官僵尸，可能性依然为0。更别提识破之眼只是个辅助技能，想要耗血还得有操作，身法稍不留神，很有可能就会像那支撑柱一样断成2截。散了吧，都散了吧，那小子迟早凉，时间早晚的问题。现在僵尸王已经从里面出来，万一杀红眼，咱们今天全得交代在这。还好之前没进去，没想到连击杀榜1，手握那么多阴阳点，也解决不了那个僵尸。事实证明，这个副本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注意点吧，稍不留神，很有可能就是半只脚踏入棺材，死无葬身之地。真要说起来，我们还得感谢他，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对于他们的感谢话，陈木可没兴趣。五官僵尸已是再次一步跃起3、4米高，从7、8米外僵直着身子，好似弹簧一般飞跃而来。见此情景，陈木赶忙脱掉穿在身上天师道袍，轰！风扯声，抓住一只袖子，将天师道袍如同长鞭一般甩了出去，快速缠绕上五官僵尸的腰身。旋即，陈木双手抓住勒紧，宛如钢筋质感的衣袖，原地360度转一圈，刚好一圈，脱手把天师道袍连同五官僵尸一并甩出去。天师道袍本身便具有克制阴气的作用，缠绕五官僵尸腰上时，一阵噼噼啪啪，小范围爆炸，蓝黄红色的火光闪烁个不停，在黑夜之下，简直不要太醒目。这一操作让那些推搡着本想离开的吃瓜群众立马停下脚步，震撼连连，居然直接把那僵尸王甩飞出去了。这臂力估计能一拳把我给打死。我就说你们忽略了一件事，他是榜1，那一身道具是靠硬实力赚来的。砰！双脚落地，破墙而出，石砖散落一地，从台阶上滚下，看着胸前补子破出不少烧焦的洞，已是辨认不出麒麟的样貌。一行人却完全不觉得压力减小，反而压力倍增。不是吧？使出浑身解数才弄破点衣服，看来就算榜1，终究属于人类，上限不高，想要和僵尸王斗嫩了点。快点逃跑！你们不逃，别挡我的路啊！一声尖叫声让恐怖氛围又增加了几分浓郁，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后果瞬间体现出来。五官僵尸似乎对于陈木心存忌惮，选择绕开他，优先向那些聚集在门外的人发起攻击。一步跃起10几米高，20、30米远，飞越围墙，静谧无声，落在几人背后。一双利爪随机选中猎物，抱住其双臂，在他尖叫出声的同时，凑近脑袋，张开枯瘦没有唾液分泌的嘴，露出完整獠牙，深插进颈部血脉，滋滋滋，快速吮吸起来。砰轰！吃干抹净后，一甩手臂，将那人的尸体丢出7、8米远，重重砸在墙上。哪怕男人最后会因为感染尸毒被同化，也不会改变五官僵尸对他的态度。一品大关，又是精英级僵尸，岂会将一个普通僵尸放在眼里？继续袭击下一人。不要！滋滋滋，求饶无用。即使逃出10几米远，腿脚再快，依旧比不上五官僵尸大步一跃，顶多2步。滋滋滋，滋滋滋，哈！吸干差不多5人的鲜血后，五官僵尸顿时觉得自己实力强大不少，可以再与陈木一战。听到蹦跳落地的脚步声逐渐远去，躲在水缸里的男人心安不少。即便如此，这身躯依旧止不住的发颤，吓得不轻，面色可以用惨白如纸来形容，毫不夸张。砰！听到又有砖墙被砸碎的声音响起，男人难掩好奇心，抬起双手，2根手指勾住水缸厚重的边缘，尽量避免暴露，然后缓缓冒起身，露出2只眼睛。墙上破出个大洞，烟雾缭绕，但让男人没想到的却是，
站在洞口外的人竟是陈木。左右看看，找不到五官僵尸的身影。难道男人脑海中诞生出一个恐怖想法？着实没料到，被击退还砸破一面石墙的对象会是五官僵尸。81中文网，事情和之前那群人说的完全不一样。按照他们的说法，陈木现在早该凉凉才对。可不管怎么看，此时占据上风的都是陈木，那风轻云淡的表情贯彻始终，仿佛从未将五官僵尸放在眼里。五官僵尸冲破烟雾，从中跳出，还想与陈木分出高下生死。动作尽管僵直，却并不难看出其能成为一品武官的资本。招招狠辣，直逼死穴，真要被他击中一下，换成普通人绝对会瞬间殒命，100%，连抢救的必要都没有。砰砰砰！看到五官僵尸每一次攻击总能轻松破碎墙壁，好似豆腐。孤独躲藏在水缸之中的男人咽了咽口水，心里想着自己可以活到现在可真不容易，后悔至极，干嘛来凑这个热闹？再看看背着双手总能巧妙躲开五官僵尸攻击的陈木，又忍不住惊叹：好厉害！声音放得很轻，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当个小透明挺好，甚至做好了要在这水缸里待一辈子的心理准备，直到血月副本宣告结束。现在出去和嫌命长有区别，不过那家伙怎么一直在躲闪？难道没把握杀掉僵尸，想节省些力气，找机会转身逃跑？男人奇怪道，认为这很反常。实则陈木单纯想看看，把这五官僵尸逼急了，能爆发出怎样强劲的实力。看着五官僵尸低吼不断，恨不得下一秒杀死自己的激动表现，陈木表示失望，不准备浪费时间，速战速决。五官僵尸这一番表现早已磨光了陈木对于他的期待值。副本那么大，何必在一个不值得期待的对象上反复浪费时间呢？终于要采取进攻方式了吗？他的力量一如既往的不做人啊！看到陈木轻松一抬手臂，打开五官僵尸如银枪刺来的僵直双手，男人目露吃惊之色。接着陈木迅速后移手肘，五指张开到极限，瞄准五官僵尸手臂没回来的这段时间，一掌推出，重重击打在五官僵尸胸口上。砰呲啦，先是官服被撕碎的犹如蛛丝那般纤细，再然后是皮肉破烂，姜肉崩碎，骨头暴露出来，同样化作灰烬。男人怔在原地，看着涂满墙壁流动缓慢的辨认不出哪块是哪块的僵尸碎末，这心情一时间复杂到难以形容。他当然知道陈木很强，可这未免太离谱了些，这完全超出了男人对于强者二字的认知，只能用神来解释。除此之外，找不到更合适的用来形容陈木的词。这不是神，那是什么？击杀一品武官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阴阳点加10，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大内高手，力量属性加200，防御属性加200，速度属性加2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大内高手，自动升级为 SSS 级大内高手。粗略看一眼，使用后貌似可以让陈木无师自通，瞬间打破任督二脉，掌握诸多武学。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一品武官僵尸。至于其他早已被陈木击杀的玩家僵尸，陈木倒也不嫌弃，全部纳入自己的亡灵军团当中。4个城市叠加起来的副本区域，按照这个速度，不知道得探索到猴年马月。陈木失去耐心，放出大量雷电杀人蜂、猪母、鸟人、牧人马狩猎者，包括刚刚才收服不久的意念小僵尸、一品武官僵尸。一旦有什么异样，立刻通知我。去吧！陈木摆摆手，遣散一众亡灵军。这可把躲藏在水缸中的男人吓坏了，捂着嘴巴，避免自己发出声音，瞳孔地震。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虽然颜色有了些许变化，但那个单膝下跪的家伙就是僵尸王吧？他不是死了吗？为何突然复活，还对着一个人类单膝下跪？一个个疑问接踵而至，困扰着男人，百思不得其解。几分钟后，确认周围没有一点声音，男人这才鼓起勇气，再次探出身子，观察起外面的环境。看到空无一人，只剩10几具尸体的画面，他瞬间瘫软在水缸中。太好了，我没死，我还活着。那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那些怪物会如此听从他的命令？他难道也是怪物？不可能，不可能！话刚出口，立马抬起手，在眼前摆了摆，自我否定着。怪物怎么可能会自相残杀呢？他们想杀的人，应该只有我们人类才对。最终不得不感慨一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今天他算是彻底长见识了，双手合十，不停弯腰跪拜，感谢神明，感谢那玩意作甚。男人感谢多亏遇到陈木，虽说死里逃生，惊心动魄，好歹还活着。打开世界聊天频道，想看看其他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刚才有只蜜蜂
当着我的面杀了一只僵尸，那电纹一到就有我胳膊粗，活活电死，电成焦炭。呵呵，我这还看到僵尸意念操纵原木石砖，大片大片屠杀僵尸呢。这个世界太诡异了吧？怎么僵尸与僵尸之间还自相残杀起来了？估计是狼多肉少，担心吃不饱，降低点竞争对手。你确定僵尸还懂这个？话说回来，你们有没有去看榜单？榜单怎么了？第一名现在的击杀量已经超过1000了。卧槽，多少？1000？你确定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我专门去看了，他还真没跟你开玩笑，不止1000，马上突破2000。尼玛，这什么怪物？该不会僵尸也算在榜单里吧？自相残杀算击杀量？看到这些弹幕内容，男人无比清楚，这一切全是出自陈木的手笔。毕竟他和自己和所有人都不同，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身后还有一个怪物军团。多亏释放出去的那些亡灵军，此刻陈木走在街道上，一片安静祥和，随处可以看到化作焦炭的尸体，要么被拦腰斩断，要么胸口穿出个大洞。毕竟交手过，仅凭这些伤痕，陈木便能轻易判断出是哪支亡灵军干的。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闲着也是闲着，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干，消遣消遣。能把攻略副本搞得跟旅游一样的人，除了他之外，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人。停下脚步，又有系统提醒吗？打开看后，眼中燃起几分兴趣。达到指定击杀数量，解锁了新商品吗？我看看，精装桃木剑、高级天师道袍、驱魔罗盘、八卦图、糯米水。读完，居然还可以请神，有点东西啊！威力翻倍，这价格自然也得翻倍。好在陈木眼下最不差的便是阴阳点，豪气十足，将新上架的商品一扫而空。不愧是高级天师道袍，看着可比之前气派多了。打开道袍，意外到里面还密密麻麻刻着镇魔全篇。之前要有这些道具的话，哪怕不用 SSS 级技能，陈木照样有自信可以杀死1品5关僵尸。重新找个试试，哪有那么容易？那可不是小怪，属于精英级，可遇不可求，则空有一身法宝，却无处施展吗？陈木叹息一声，这年头想找个有资格让自己出手的敌人，居然这么难。如此想着，派遣出去的亡灵军那边传来被击杀的消息，81中文网，而且不止一条，一连好几条。被击杀掉的是几只雷电杀人蜂，杀掉一只，或许还可以称之为运气使然。这一下连续斩杀好几只，称之为运气，怎么想都不合理。触发技能 SSS 级移形幻影，与还没有被杀死的亡灵替换身位。危机感应立马在脑海中响起，抬眸便看见一个白发小萝莉挥舞出3根利爪，陈木瞬移至他背后，毫不怜惜，一脚抬起，趁着对方无法反应过来，踢踹在他后背之上，砰轰，当即如同一发人肉炮弹轰射出去，连续砸破几道墙壁，贯穿好几座房屋，烟尘四起，飘荡升空。这样都不死，陈木那一脚也用了不少力气，哪怕是顶级技能天赋拥有者都不一定爬得起身。可那白发小萝莉却毫发无损，冲破烟雾，再次袭击上来。由此可见，这家伙是人的概率微乎其微，长得像人罢了，不如5关僵尸那般凶神恶煞。使用技能，血条显现出来，暗杀僵尸4个字，更是坚定了陈木的想法。总不能有人信啊，还取了个暗杀僵尸的名字吧？戴着帽子，穿着宽厚并不贴身的衣服，很有中式风格，比如那些白绳编织的图案，还有领口的大下结，袖口更加宽大，金属铜片与袖口鲜红的布料，看着就像是张大嘴的凶兽。袖口始终低垂着，所以无法看清楚其中的画面，唯有一手3根钢爪，一共6根，暴露在外面，好似没有皮肉包裹的指骨，还能看见中间的连接指关节。只不过光一根就快赶上陈木手臂长了，异常锋利，寒芒夺目，质感也不是骨头的质感，泛着铜的金属光泽。下身穿着超短裤，几乎全被上衣盖住，只有一点点裤腿，一双筷子腿暴露在空中，毫无血色。脚踩系有红色蝴蝶结的黑鞋，整个小腿都缠绕着绷带，意义不明。脖子上也有2圈。陈木总感觉这小家伙对于自己的杀意不是一般的大，远超之前他想要杀死雷电杀人蜂的那一击。难道是因为刚才那一脚？笑出声，僵尸还知道记仇吗？轰轰！暗杀僵尸始终与陈木保持着1米远的距离，全力挥出利爪，想要将他碎尸万段。速度有多快，力量有多大，从耳边那仿佛爆竹声的风声不难判断。亲眼见识，亲身经历过后，陈木再不奇怪为何这小家伙单枪匹马能解决掉自己7、8只雷电杀人蜂。陈木很好奇，这小家伙既然如此记仇，倘若知道即便费力的杀死雷电杀人蜂，自己还可以重新召唤出来，会是何种表现？
不过在那之前，陈木还有更想验证的东西。高级天师道袍秒着身，取出桃木剑，刻意避开利爪，刺击向暗杀僵尸的胸口。再高级，木头终究是木头，和那金属爪子硬碰硬，陈木担心会瞬间断成两截。桃木剑轻松刺进暗杀僵尸胸口，滋滋冒烟。暗杀僵尸面露痛苦，这利爪眼见着才挥到一半，迅速放弃，往后3个大跳，跳出10几米开外。看着表面发黑、缩小1圈的剑尖，这贵阴阳点不是没有道理的。换做普通桃木剑，这会恐怕早没了。吐气声沉重，即使隔着10几米，陈木依然听得见。暗杀僵尸明显怒了，杀意暴涨，双手朝向两边笔直抬起，6根利爪竟脱离袖口飞出，然后再挥舞双手，远程操纵那6根利爪，从多个方向围死陈木，同时发起进攻，想打他个措手不及。可那利爪尖眼见着已经越过肩膀，距离陈木的脸颊、脑背、双眼近在咫尺，却突然刹车停住，再调转方向，瞄准了暗杀僵尸。咻咻咻，带着风声，原封不动地飞向暗杀僵尸。暗杀僵尸推着手臂，竭力想要控制6根利爪，却发现毫无作用。他是这6根利爪的主人不假，但很显然还是陈木的 SSS 级意念操控技能要更强些。扑哧扑哧扑哧，双肩、双腿连同2只脚背被向下的利爪钉死在了地上，无法挣脱。身子往后因为惯性往后一仰，一屁股摔坐在地上。正欲起身，陈木已是顺身至他面前，桃木剑粘着一张高级镇魔符，点在暗杀僵尸额头上。黄符纸贴住后，暗杀僵尸瞬间被定格。轰！旋即符纸燃烧起来，蓝色的火焰迅速覆盖全身，烧成焦炭，暴露出骨架，最后连同骨架一并化为灰烬。击杀暗杀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50，阴阳点+5，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可控钢爪，速度属性+100，力量属性+5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可控钢爪，自动升级为 SSS 级可控毒爪，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暗杀僵尸。老实说，比陈木想象中容易，结束的更快，只用了一剑，一张符纸。毕竟只是个小怪，能做到这种份上，在陈木看来已经值得夸奖。陈木好不容易燃烧起的浓厚兴趣一下被浇灭。抬眸间，陈木才注意到头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显示起玩家数量来，一共有13万人，应该说还剩下13万人。这期间死了多少，不得而知。陈木没怎么关注过，正当他打算移开视线，却意外注意到死亡人数呈几十往下迅速下跌，与之前形成鲜明对比。之前同样在跌，但没这么快。看样子似乎有人遇到难缠的家伙了，派出更多雷电杀人蜂作为侦察兵。再打开系统世界聊天频道，看看能否获得些有价值的消息。第一个区域聊天频道一片死寂，无人发言。切换下一个，发言的人倒是多了，却并无关于玩家数量锐减一事。再进入第3个，那家伙不是人，实在太离谱了，几百个人没用1分钟全部杀死。救救我，谁都好，快来救救我！遇到这种怪物，看来老天爷是诚心要我死啊！从他们的聊天对话当中，陈木总结出了那个被他们称之为屠夫的家伙正身处的地点。开启上帝视角，在隔壁不知名的城市上空，凭空打开一只神眼，迅速锁定战斗最为激烈、爆炸声频发、火光闪烁个不停的地方。黑夜之下难以忽视，即使隔着一座城市，视线可达，陈木的瞬移技能便可以施展。窥探神眼搭配上瞬移技能，十分好用。1秒抵达，双脚刚落地，便听见哀嚎声不断。不要杀我，求求你！有人忙着磕头求饶。去死吧！有人一脸疯狂，举枪想要射杀屠夫。还有的人转身逃跑时，葬身火海，化作焦炭，摔得一地黑渣，已是完全辨认不出身前模样，只能凭借这身形勉强肯定是个人。空中黄符纸乱飞，道友，那可不是。追寻着符纸飞来的方向看去，在一座2层楼楼顶上，陈木看见一个短发女人，或者说僵尸，至少在陈木眼中，正常人应该不会穿这种大蓝袍。胸前的补子上是一只仙鹤图案。1品武官过后，又来个1品文官吗？比起1品武官僵尸，这名女僵尸身上的色彩可要丰富得多。红蓝色的几串朝珠十分醒目，一头短发与冠帽上的花翎随微风飘荡，与意念小僵尸一样，长着2点圆眉，发红，一对丹凤眼，加上那小如绿豆的眼珠，大片眼白，与眼旁那圈黑影，那抹红彩的搭配之下，看起来气势十足。帽绳快齐腰长，与朝珠混在一起摇摆，一手持法杖，一手持黄符纸，这让陈木很是不能理解。
僵尸怎么还用上法杖和黄符纸了？那玩意不是用来对付他们的吗？难不成成精了？不过很快，陈木便放弃去细想深究，在杀戮世界追求合理性，这种行为实在太傻。僵尸存在本身已经很不合理，超越人类认知。会用法器、咒符，同样超越人类认知。陈木瞬移到这，不过短短2-3分钟的时间，一眼望去，遍地残尸，只剩下自己一人与那女僵尸。咻！女僵尸注意到他，双指一甩，如同飞镖，丢射出那张黄符纸。一旦被击中，瞬间爆火，燃烧全身。轰！陈木抬手一挥，一股小型龙卷风直接将那黄符纸劝退，搅碎飘落。女僵尸的表情明明从刚才到现在没变过丝毫，可陈木却明显感觉到杀意比先前更加浓烈，又凭空变化出一张黄符纸，双指往两边一分，一张变3张，咻咻咻，再次飞来。知道的那是纸，不知道的恐怕还以为是铁牌呢。轰！结果还是一样，3张黄符纸全部被搅碎，飘落地上。咬牙，这一次女僵尸动容了，怒得清晰可见，抓出一把黄符纸，松手，这些符纸自动围成一个圈，斜绕着它旋转，最低至膝盖，最高过头顶。细看会发现，每张黄符纸上刻画的皱纹都有所不同，符纸外面是黄，背后则是黑色红字，与陈木所用的符纸比起来，颜色要更暗一些，黄中偏灰。陈木能想到的大概只有，这女僵尸身前或许会切道术，变成僵尸后，这方面功力大涨。咻咻咻！再然后，那黄符纸开始一张接一张朝着陈木这边飞射而来。那符圈看着数量一张不少，好似永无止境。陈木拿出糯米水，拧开，拔出瓶塞，照着那些黄符纸便泼洒出去。噼噼啪啪，一阵电光石火，所有黄符纸自焚成灰烬。正邪一下有了区分，女僵尸所用的符纸为邪符，若非如此，糯米水又怎会起效果呢？陈木打开商城，购买百把精品桃木剑，以意念操控，同样形成一个圈，把女僵尸困在其中。邪符只要飞出，下一秒便会被桃木剑刺穿，自焚。女僵尸果断从房檐上顺着剑阵的空隙跳下，双脚落地。陈木控剑跟随，准备将她斩杀。女僵尸双手抓住法杖，立于身前，同时那符圈停止旋转，一张张符纸落地。咚！女僵尸再将手中法杖猛然一触地，那些符纸散发出黑红色的光芒，相连接，阴气十足，形成阵法，把陈木的剑阵冲散。开叉朝服，陈木目露吃惊之色，一双修长白皙的大腿随着朝服飘荡起来后，暴露在他的视野范围当中。脚踩厚底木屐，以红绳缠绕足弓，脚腕蝴蝶结飞舞，倒是别有一番风味。下一秒，连陈木自己都被自己给吓到，再怎么样也不该被僵尸吸引视线。手指绕个圈，百把桃木剑在空中拼凑成一把巨大的桃木剑，刺向女僵尸。仅凭他的阵法，完全无法抵御。扑哧，以朝服补子的中心刺了进去，剑刃由背后穿出。啊！女僵尸顿时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声，抬头望天，冠帽脱落，一头短发杂乱飘荡。朝珠亦是如此，在空中相互碰撞，发出声响不断。这怎么看都像是一副要黑化的态势。果不其然，下一秒身躯暴涨数倍，变得妖魔化，丑陋无比起来。美感2字荡然无存。陈木也失去了继续与他玩闹的想法，冲身上前，一掌抬起，击打在其胸口之上。砰！轰！百万属性叠加万倍力量，鲜血混杂着碎肉末，喷溅出去10几米远，将这条街道染得更加血红。砖石缝隙被尽数填满。击杀咒符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阴阳点加10，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咒符，法强属性加4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咒符，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限咒符，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咒符僵尸。看着完全没有任何变化的咒符女僵尸，陈木不确定是系统觉得这女僵尸生得漂亮，还是单纯为了照顾自己的想法，所以才让女僵尸保持原貌。陈木没有开口去向系统确认，担心得出一个逆天结论。他不想接受自己可能、没准、也许越来越变态的事实。抛开僵尸这层身份不提，看着站立于自己眼前的咒符女僵尸，陈木必须承认，她很有魅力。没错，很有魅力。如果放在和平时代，她绝对能戳中大部分人的性癖。末世当下，看到她这一身装束，尤其是那极富杀机的眼神，让人很难提起勇气去接近她。陈木摆摆手，行了，去做你自己的事吧。咒符女僵尸没有多言，调转方向，一步跳出10几米，轻松飞上房檐，好似武林高手，会轻功，身轻如燕，来去自如。
陈木则继续漫无目的行走在鬼气森森的街道当中，周围一片死寂，静到落针可闻。除了自己的脚步声，陈木能听见的只有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沙沙作响。这场景，这气氛，很难不怀疑，随时有可能跳出个僵尸 BOSS 偷袭自己，强行进入战斗。但现实毕竟不是游戏，这1分钟、5分钟、10分钟过去，依旧静得出奇。这片的僵尸都被杀光了，然后人又被那女僵尸给屠光了。陈木喃喃自语道，似乎没有比这更合理的解释。双手环抱胸前，陈木频频点头，认可了这一说法。正欲利用神眼传送到其他地方，那么一直闲着也不是个事。呼，面前却忽然刮起一阵妖风，夹带着枯叶，霎时还卷起浓郁的白烟，朝陈木席卷而来，包裹其中。可以肯定的是，这雾气没有毒，反而还带着一股香气，有点类似于香水，有刺激欲望的作用。陈木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眼前忽然传来女人的声音，而且还不止一个。大爷，进来玩吗？哎，别走啊，玩吗？哎呀，你真讨厌，还没付钱呢，怎么就开始乱摸？旋即雾气散开，陈木周围莫名多出来一堆男人，擦肩而过。而距离10几米远的地方，红灯笼高高挂起，灯火通明，门前一地花瓣，一个个穿着妖艳的女人，搔首弄姿，想要留住过路的行人，动作可谓勾人至极，只差没把自己脱干净。再抬头看一眼招牌，名为满花楼。陈木没记错的话，古代称这种地方叫青楼，是男人寻欢作乐的地方。正打僵尸呢，突然冒出来个青楼，想让陈木相信这不是个坑，成功率为0。细看会发现，身旁经过的人中，除了那些穿着古代服饰的人之外，现代打扮的男人逐渐多了起来。一个个如同行尸走肉，牵线木偶，表情呆滞，朝那满花楼聚集。被一个个艳丽的女人弯着腰步入其中。看来这白烟虽然无毒，却有致幻效果。至于陈木为什么没事，那当然是因为他无论主动又或者被动治疗技能 SSS 级一大堆，这点致幻效果根本不可能在他身上起到作用，不至于像那些玩家一样被迷惑心智，乖乖步入陷阱。陈木站在原地，开启神眼，选中2楼一间刚刚亮起烛光的房间，以上帝视角看得清清楚楚。一名穿着青衣的青楼女子将男玩家搀扶上床，然后抬起腿骑到他身上，俯下身，张嘴，再捏开男人的嘴，从他七窍中吸取淡蓝色的精气。随着精气快速被吸光，男人的身体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干瘪，沦为皮包骨。性命早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丢了，俨然变成一具干尸，则连快活的机会都不给，直接榨干。陈木多少觉得这鬼怪有点残忍无情。吃干抹净，青楼女子站起身，抬手一挥，那具干尸瞬间消散成灰，最后连一粒渣子也没剩下，彻底蒸发。收回视线，被迫收回。或许是察觉到自己长时间没有行动，意志力比较坚强，几名青楼女子在手拿烟杆，穿着红衣白裙的老鸨的示意下，主动走了过来。花花绿绿，有人挽住他的右手，有人挽住他的左手，还有人主动将胸口却压在他身前，一抬眸，风情万种，背后也在催促着：大爷，来都来了，进去玩玩吗？奴家保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陈木并未反抗，笑着说：我这人精力比较好，一个人可不够。闻言，四女你看我，我看你，面色颇有几分尴尬。这时老鸨动身走上来，抬手一挥，将一把目不可察的粉色粉末快速洒在了陈木脸上，笑道：老爷请放心，我这满花楼别的没有，就是姑娘多，保证让老爷您玩尽心，玩舒坦。看着陈木服服帖帖和4名青楼女子走进满花楼，老鸨轻吐出一口烟圈，认为一切尽在掌握。殊不知陈木眼前浮现出来的系统提示上正写着迷人香效果已清除。别说这迷人香，哪怕是屠城之毒，一滴可杀万亿人，到了陈木这照样秒解。一个 SSS 级技能不够，他还有2个、3个、4个、5个，而且不止治疗技能，关于下毒的 SSS 级技能他同样不少。谁怂谁是狗，反正尽是些害人的东西。陈木丝毫不客气，这手没少乱抓，弄得4女毫无防备，心想应该是妈妈下的药，开始起效果了，占点便宜便占点吧。这种男人精气最足，绝对能让他们4个狠狠填饱肚子。推开门，5人一起步入卧室，将假装昏睡的陈木毫不怜惜摔在床上，随后开始围绕先后顺序讨论起来。按照年龄来说，我最大，我先。呵，我刚才被他又抓又捏的快痛死了，牺牲最多，所以应该我先。如果没有我那么卖力的诱惑他，他又怎么会到这来呢？我先才对，我先，我先。4人吵得不可开交，谁都在担心，万一自己排在最后，没有精气可吸，
岂不是白费一番力气？看这架势，那眼神甚至有要动手的趋势。利益面前，没有姐妹，吃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哎，这时陈木看不下去，坐起身，你们这么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要不一起吧？上一秒还吵得火热，下一秒房间内瞬间鸦雀无声，落针可闻，能听见的只有从窗外传进来的隐约那么点女人想要将男人勾引进来的声音。由于房间位置靠近后街道，所以听得并不是很清楚。看到陈木跟个没事人一样，双眼清澈，精神万分地坐在床上。四女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旋即互相点点头，心领神会。下一秒直接身躯腾空，360度旋转，骨骼碰撞声清晰频发，两条腿起，8条腿落下，仰面朝天，双手臂与大腿就那么耷拉在空中，行动时会不受控制的乱甩。而那8只负责支撑身体的腿，以陈木那么长时间与怪物打交道的经验，一眼辨认出为蜘蛛腿，数量正好对应得上，这就叫诡异了。不，这还不够诡异，真正让人看了觉得毛骨悚然的，还得是他们面朝天后，头发倒竖下来，再接着头皮裂开，暴露出那其中的猪脸、近10口气、大颚以及长在额头上排列整齐、密密麻麻、闪烁红色凶光的2排蜘蛛眼。体型暴涨的同时，原本宽松的衣服被直接撕裂成无数碎片，飞向空中，散落一地。衣不蔽体的模样，却让人丝毫生不出半点欲望。谁能对这种东西产生兴趣？那陈木必须敬他是个狼人，比狠人还多一点。想起自己之前又捏又抓，不免嫌弃后悔，手在被子上擦擦。既然如此，何必弯弯绕绕，一开始便以这种形态袭击人不就好了？还是说你们喜欢这种扮演游戏？陈木脸上看不到丝毫应有的惧色，反而埋头苦思起来，兴趣浓厚。哈，大颚口气打开，露出满嘴尖牙，其中唾液连成线，好似迷你蜘蛛洞，恐吓之意明显。有蜘蛛女选择正面向陈木发起攻击，有的爬上侧墙，打算从侧翼偷袭，最后一只蜘蛛女则翻身贴着天花板行走，视线锁定陈木的脑袋，快速接近，想要一口咬掉，连根拔起。看到这阵仗，陈木再不认真的话就不礼貌了。站起身，面对迎面冲在最前的那头蜘蛛女，一脚高高抬起，举过头顶，在蜘蛛女张开血盆大口袭来同时，进入攻击范围，一脚狠狠砸下，砰轰，扑哧扑哧，啪嗒啪嗒，大半身躯原地爆炸，碎肉末、血液爆满整个房间，愈合能力接近于无，被陈木直接秒杀，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两指在侧墙上爬行的蜘蛛女看到这阵仗，来不及震惊，身躯下压，8条腿弯曲，形同弹簧，朝向陈木这边飞身袭来，形成包夹之势。陈木平举手臂，拇指按住中指，稍稍用力一弹，砰轰，砰轰，啪嗒啪嗒啪嗒，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两头蜘蛛女瞬间炸裂的不剩下一块大肉，最大的也不过只有陈木指甲盖那么点。墙上、地上、天花板上，以及最后那头蜘蛛女身上涂抹着的血浆越来越多，越来越厚实。看到这阵仗，3名同伴全死在自己眼前，蜘蛛女立马放弃咬掉陈木脑地的计划，砰轰，破窗逃走，沿着墙壁爬行，想要去找老鸨会合。陈木没有选择去追，何必浪费力气？反正他们会主动来找自己，有那时间提取召唤新的亡灵君，不好吗？渗人归渗人，好歹算是一份战斗力。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3个蜘蛛食人魔顺利拿到手。原来血月副本里不只有僵尸吗？陈木才反应过来，满花楼正门，老鸨还未意识到在2楼房间中发生的事情，后背贴着门框，吞云吐雾，看着自己的女儿们如何将一个个人拐进房间，吸取精气，变得更强。哒哒哒哒，忽然头顶传来的声音引起了老鸨的注意。老鸨面色一凶，谁让你用这副样貌示人的？万一吓得他们清醒过来怎么办？妈妈，我不是故意的，刚才那个家伙他杀了3个姐姐，只有我逃出来。蜘蛛女委屈解释道。什么？老鸨含在嘴里的烟枪没抽一口，迅速放下，显然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难怪眼皮直跳，转身亲自上楼，想要会会看陈木。砰，一脚踹开房门。他不需要勾引男人，再加上门后的又是敌人，自然不需要客气，顾及形象。尽管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当看到眼前的血腥画面后，老鸨还是不免的被吓了一跳。啪嗒，感受到什么？后退半步，不知是哪个女儿的碎肉从房梁上掉落下来，砸在地上，如同肉饼。
目光再来到陈木身上，看着他一脸精神的模样，老鸨笑道：“那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奇怪，真奇怪。你究竟是何人？”老鸨开口问。打听别人的身份之前，你不应该先介绍一下自己吗？陈木反问。老鸨张开双臂，看到这一切，你还不清楚吗？我是这家青楼的妈妈。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还有，你难道不觉得今天大部分人与你常见的那些家伙存在明显差别吗？你一点不好奇？陈木又是一连串问题抛出。我，老鸨左右扭着脑袋，眉目紧皱，一副要当机的表现。看到这幕画面，陈木可以肯定，背后有人在对老鸨施加限制，免得他知道太多。之后，老鸨的所作所为，更是证明了陈木的想法。之前的一切对话仿佛没发生过。老鸨涂抹惨白的脸上，面目狰狞，筋脉根根暴起，更增添了几分恐怖，怒吼道：“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还杀我乖女儿，你找死！”背后快速生长出6条胳膊，这手臂与他那暴露在白色红花袖口外的手背颜色形成鲜明对比，再加上粗大的肌肉块，更像是男人。8一中文网，每只手无一例外举着宽刃双面短刀，刀身漆黑，刀刃金黄，莫名贵气。这一条胳膊最粗的地方，甚至快要赶上陈木的大腿，再配合那双刃大刀，一刀倘若挥砍在身上，后果可想而知，皮开肉绽，应该是断成2截才对。不过相较之下，与那旁边趴在墙外只探出2排蜘蛛眼，黑发从门框上倒垂下来蜘蛛女，不谈观赏性，至少没那么恶心人。接着，老鸨犹如一道鬼影，眨眼不到的功夫，便出现在陈木面前，高举起手中的6把刀刃，直接砍了下来。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动作，套路有的只是最极致的力量与速度体现。见陈木保持原样，毫无要还手反抗的意思，老鸨笑容得意，以为陈木这是自知死路难逃，干脆摆烂，乖乖交出性命，免得多受皮肉之苦。如此识趣之人，老鸨并不讨厌，但那不代表陈木能逃脱被剁碎的命运。老鸨女儿虽多，却都是他的心头肉。陈木杀了他整整3个女儿，不死实在难以平息心中积压的这份怒气。即便把人剁碎，也不会影响吸收到的精气品质，所以老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他很好奇，陈木这人的精气会是个什么味道，一定相当特殊吧。砰，双刀砍下，有多大力气，全部返还，震得老鸨6臂全身发麻。无论他如何使力，这刀刃仿佛被一层看不见的结界给阻拦住，无法再向下半分。砰砰砰，结界挡下老鸨的攻势，同时反伤效果触发，老鸨的6条胳膊接二连三全部爆裂，血浆喷射的到处都是，还有大块皮肤。6把双刃宽刀应声掉落到地上，老鸨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左看看右看看自己爆裂的胳膊断口处，还处于愣神状态。尽管手臂在下一秒原封不动地重新长回来，可老鸨那紧张的面色，扭曲的五官却并未缓和几分，清楚意识到陈木这家伙很不简单，必须速战速决，尽快除掉他，否则被除掉的只会是自己和那几百名女儿。再然后4层相识宴归来，老鸨与蜘蛛女们一样，突然凌空一个360度翻身，双脚起，8只蜘蛛腿落下，头发倒旋，头皮撕裂开，猪口大张，咆哮间唾液胡乱飞溅，还带着强腐蚀效果。不仅体型更大，背上背着的双腿，6条胳膊，面色惨白的人面，手舞足蹈间，看起来也更加诡异。要不怎么说老鸨能成为所有蜘蛛女的妈妈呢？这体型差距，一只足以抵得上3、4头蜘蛛女。这房间已是快要无法容纳，天花板随时有可能被顶破个大洞，隐约看见裂纹道道。停止咆哮，老鸨举起比陈木整个人还要长的长毛蜘蛛腿，准备从天灵盖刺入，扎穿他。陈木眼疾手快，抬手抓握住那条蜘蛛腿，猛地往后一摆手臂，瞬间发力，直接将整条蜘蛛腿连同一块粉色的大肉拔了下来，疼得老鸨惊叫声连连。女儿们听到动静，纷纷翻身变为蜘蛛女，哒哒哒，哒哒哒，脚步声大量袭来。人类形态下，他们说的话，陈木还能听得懂。如今变成这副模样，陈木只能感觉得到他们之间在进行交谈。至于内容是什么，那陈木可没办法破解。纵使有着一堆 SSS 级技能，同样束手无策。老鸨作为猪母，自愈能力相当惊人。那被陈木扯断的蜘蛛腿，眨眼瞬息间长出，恢复原样，没有半点区别。老鸨故技重施，再次抬起猪腿长毛，陈木抓住，扯断瞬间，老鸨自以为聪明，举起了另外一条蜘蛛腿，打算杀他个措手不及。但陈木也有2只手，扑哧，滑，连同那条蜘蛛腿抓住，一并连根拔出，猪血喷溅，扑哧扑哧，会让敌人措手不及的。可不止老鸨，
这招陈木同样无比熟练，趁着2条蜘蛛腿长回来之前，双手抓住那2条折断的蜘蛛腿，形同长矛，重重照着老鸨那足有自己1拳大的蜘蛛眼刺了下去。破裂时的手感，声音无限趋近于玻璃，裂纹散开，鲜血从中溢出。老鸨猛甩头颅，在房间之中乱撞，显然疼得不轻。陈木可不会给他喘息的时间，脚发力，勾起地上最先拔出的那条猪腿，在一边腿踢出去。那条蜘蛛腿好似职业运动员投掷出的标枪，无论力量、速度，骇人到极点，直接从猪嘴入，尾后出，整个贯穿。老鸨整个僵住，动作戛然而止，旋即8条猪腿一张，往地上一趴，彻底失去反应。看到这一幕，无数挤在门口的蜘蛛女发出痛苦哀嚎，能够动摇人的心智。更有甚者，无法容忍陈木杀死自家妈妈的行为，冲进卧室，跳起想要吞吃掉陈木。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那自然是有多少杀多少。在这种事情上，陈木可不知道何为客气，跟他们客气？别开玩笑了，他们会跟自己客气吗？只怕一有机会，就会立马张口咬掉自己的脑袋。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30，阴阳点+3。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还在继续。陈木看一眼老鸨倒下的方向，笑问：你还准备装死到什么时候？打算眼睁睁看着我杀死你所有女儿吗？老鸨或许很机智，但陈木在没看到系统提示之前，是万万不会相信他死了。8成是想通过装死放下警戒心，吸引自己过去，好趁机偷袭，刺穿自己的死穴。这看似卑劣的猎杀手段，以人类的头脑来说，还是太过小儿科了些。老鸨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随着击杀数量越增越多，女儿接二连三，大片死去，尸首不存。老鸨终究是耐不住性子，飞扑起身，看着迎面砸来蜘蛛腿与人手如花一般绽放，以及那足以轻松吞下自己整个人的星盆大口，还有那满嘴尖锐如鲨鱼齿的利牙。陈木抬起手，拇指按压住中指，决定请老鸨吃个大的，多用1分力气弹出。砰轰！原本是担心会给老鸨留下点石块，不曾想这一指直接叫整座青楼缺失掉1/4。击杀蛛王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0，阴阳点+10。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陈木这一弹指，杀死的可不仅仅只是老鸨，还有上百只蜘蛛女，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先一键全选提取，召唤蜘蛛女的亡灵，再将她们全部召唤出来，去处理掉那些四散奔逃的蜘蛛女，一个都不放过。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让人跑了的道理？在陈木这没这个道理，而他则来到老鸨破碎一地，与之前的蜘蛛女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血肉末前。提取召唤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6币，力量属性加200，防御属性加2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6币，自动升级为 SSS 级魔币，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蛛王食人魔。如今拿到 SSS 级技能，对于陈木来说，已经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换做其他人，若有机会获得一个 SSS 级技能，估计会高兴到跳起来，跪地拜天，感谢老祖宗在天有灵，保佑自己。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击杀蜘蛛食人魔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蜘蛛女亡灵们那边并未让陈木失望，杀戮速度异常之快，逃到最远的蜘蛛女也未超过1公里。以人类的速度来说，1公里都不算远，更何况是对于像蜘蛛女这样长有8条猪腿的怪物呢？下起手来那叫一个心狠手辣，分尸很常见。全选提取召唤，不失为大丰收。来到墙边，目光探下去，发现有几名侥幸逃脱猪口被吸干的玩家正缓缓清醒过来，捂着额头看看四周，纳闷道：奇怪，我怎么会在这？哎，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不知道，我现在记忆很模糊，只记得被一阵白雾笼罩，然后闻到一股香味，在之后的事就不记得了。我也一样。对于那几人，陈木并无兴趣。正准备离开时，眼角余光捕捉到一道黑影快速闯入视野范围当中，目光再次落下，只看到其中一名幸存者脖子上
出现一道几厘米的血口子，眼一瞪，扑通倒下，死于惊骇中。而那道黑影转眼又袭向另外一名幸存者。陈木还好，他们几人完全没反应过来，之后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触发技能慢视觉。这一次陈木看得很清楚，是一个脸绿的家伙，手持弯刀，在对那些幸存者抹喉。绿脸细看又带着一股灰，头顶竹编的圆帽，圆帽之上还有颗巨大的绿黑色珠子，一根彩带从帽檐垂下，上面貌似是花鸟的图案。服装是靛蓝色，与点点灰色作为点缀，腰间的大量动物银饰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双腿两侧挂着竹篓，与6、7个缠绕着红绳的竹筒，里面装的是什么不得而知。面容尖长，始终保持着一副怒色，双唇角向下，更增添了几分凶恶感。耳朵上还戴着2个银质的大圆环。转身之际，背后那个圆底黑字让陈木瞬间弄清楚他在这个世界扮演的角色。捕快。几名刚刚才脱离虎口的幸存者，这眨眼的功夫，又一个不剩，全被那捕快僵尸杀得一干二净。为何判断他为僵尸？毕竟除了僵尸，陈木想不到还有什么人会蹦跳着走路。慢视觉下，一切皆被他清楚洞悉。斜举大刀，并未收刀，刀刃上还在不断淌血，啪嗒啪嗒滴落。旋即，捕快僵尸一扭头，一抬头，仿佛知道陈木在上面，直直看来，目光没有一丁点多余的动作，对视上他泛白的一点眸子。陈木自嘲一笑，我也被视作危害治安的罪犯了吗？下一秒，捕快僵尸一步跳起7、8米高，挥刀直冲陈木而来。陈木瞬移后退，躲开刀刃，溅了几滴血在胸前。一次失利，并未改变捕快僵尸想要手刃陈木的想法，继续追杀。1刀、2刀、3刀，次次落空。两人就这么你追我赶，在屋檐之上，犹如2个绝世高手比拼轻功，差距还是很大的。若非陈木抱着玩闹的态度，一瞬间便可以把捕快僵尸甩到几千米开外，停留在一户大户人家的屋顶之上，觉得这里很适合作为战场，不准备再逃。陈木倒要看看这捕快僵尸到底还有多少能耐。捕快僵尸这边貌似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收刀入刀鞘，双手抓住腰上用红绳套着的大小不一的暗绿色竹筒，每当它跳动时，总会相互碰撞，发出声响。炸药吗？且不论那个时期有没有诞生火药这种东西，至少陈木上看下看，左看右看，愣是没看到引线所在，排除炸药的可能性。扯下2根竹筒，双手重重一甩，丢砸过来。陈木立马后退躲闪，砰砰，竹筒落地，瞬间炸裂开，从里面散发出幽绿色，好似雾气一般的细腻粉末，随风袭来。蚀骨之毒效果已清除，蚀骨之毒效果已清除，蚀骨之毒效果已清除。原来是毒药吗？还是可持续的毒药？陈木恍然大悟，见毒药未起作用，捕快僵尸继续拔下剩余的竹筒，毫不吝啬，全部朝向陈木丢砸而来，还懂得预判，留下一个竹筒封住陈木的退路位置。砰砰砰砰，破裂炸响的声音不断，陈木完全被隐藏于其中。不可是，就在捕快僵尸以为陈木中毒必死，掉以轻心，放松警惕之时，轰！原本逐渐平静下来的毒雾，却是瞬间翻涌、翻卷起来。不等捕快僵尸反应，本该死亡的陈木却突然出现在面前，手掐握住捕快僵尸的脖子，将他整个人轻松提离地面。捕快僵尸见状，可没工夫去意外、去恐惧，当即伸手握住刀柄，拔出刀刃，想要挥砍陈木。陈木眼疾手快，伸出另外一只手抓住其手腕，伴随咔嚓一声，强行拧断，再往上一用力，刀刃脱手甩出，在落下时直直破开帽子，插入头颅、颈部，再至腹中，几乎只差一点便可以贯穿整个身躯。刀刃最宽的地方宽于脖子，所以脖子上能明显看见一道血口子，但因为人已经变成僵尸，并无鲜血流出。击杀捕快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50，阴阳点+5，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速度属性+100，力量属性+100，法强+100。这次居然没有技能吗？习惯有技能后没提取到技能，反而会觉得奇怪新鲜。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捕快僵尸。咚咚咚，砰砰砰，没安静2秒，敲锣打鼓的声音从远处响起，还伴随有唢呐的声音，给人的感觉应该怎么说呢？就挺阴间的，让陈木不由回想起在9叔电影中看到过的经典画面，红白喜事撞一起的那一幕。当音乐响起时，直起鸡皮疙瘩。当时会害怕，一方面是年纪太小，另外一方面没那么多 SSS 级技能。现在遇到这种诡异的事，他反而兴奋了，神眼掀开，随后瞬移秒答，发现有人先自己一步到了这个地方，又或者说
是运气不好，被撞上了。两拨人马站在一起，玩家一方人虽多，却处于被虐杀的状态。胜利的天平完全倒向僵尸队伍那边。目光扫去，不止一只捕快僵尸，起码30-40只。有人负责开路，有人负责抬轿子，而在最后面是一辆木头钉成的囚车，囚车中锁着一道坐着的身影。陈木目测，那家伙站起来起码有1.8米几。可即使如此，空余的地方依旧很大。陈木很难不怀疑，那是留给自己的。毕竟自己上一秒才斩杀了他们的同伴。该死，给我去死！火光夺目，陈木循声看去，没想到在这支人类队伍中，居然隐藏着一名 S 级技能的拥有者。只见他双臂向后张开，朝下五指如虎口半握，火焰迅速在其中回旋放大。下一秒，面对奔袭上来的捕快僵尸，双掌推出，2道火龙卷随之释放，轰轰轰击在那捕快僵尸脸上，血肉迅速焦炭化，暴露出皮下骨，连同骨头一起被焚毁。砰！最终，捕快僵尸因为脑袋被烧没，直挺挺倒地。扑哧！同一时刻，除去男人以外的最后一人被捕快僵尸手中的弯刀一刀捅穿腹部，再拔出，跪地挣扎一会，最终因为失血过多死去，彻底没了声息。男人很快被腾出手来的其余捕快僵尸包围，转身左看看右看看，注意到他们手上还在不断淌血的刀，恐惧拉满，双掌再次释放出火焰，瞄准背后那只捕快僵尸，杀他个措手不及！啊！咆哮一声，壮胆子，卯足全身力气冲过去，撞开，撞倒，突破包围圈。男人没有要恋战的想法，此时此刻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跑，头也不回的跑，跑得越远越好。事与愿违，这脚刚抬起，还没来得及落地，却忽然失去知觉。哎！接着人没反应过来，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前倒了下去，脸重重砸在地上，满面血腥，鼻血止不住的流。这时脚上的疼痛感也抵达了大脑，翻涌上来。男人双臂艰难地支撑起身体，扭头看去，才发现自己的腿没跟上，远在2-3米外，切口无比平整。再然后被带血的利爪穿透，拿起送入口中，嚼碎，卡卡作响。男人哪怕是傻子，照样看得出来，这顶着大肚子的家伙绝对是坐在那轿子里的 boss。 之前没见过。陈木站在一旁高楼之上，全程目睹，对于男人的想法表示赞同。那穿着黑色金纹浮雕官服的大肚子僵尸的确是从轿子里冲出来的，没错。眼见男人想要逃跑，利爪一挥，将他的双腿切断。这大肚子僵尸与之前遇到的暗杀僵尸有异曲同工之妙。81中文网，同样是袖口宽大到看不见其中的状况，袖口上的大片金色图标，由于视野盲区无法辨认具体是什么生物，透着一股高贵。从袖口中伸出的黑色不规则利爪弯刀比暗杀僵尸要多一对，总共8对，一手4柄。面容，这面容早已腐烂到无法看，纤维化类似于木头纹理，嘴巴始终张着，里面漆黑一片，大到足以轻松塞下一颗脑袋。头顶冠帽无发，最吸引眼球的恐怕还得当属他胸前那张血红色裂开的大嘴，周围那一圈道道块块分离的金纹点缀，形同牙齿，大小粗细长短不一。胸口那圈黑色毛领不难判断，属于冬装。不要靠近我！男人爆种，双掌强行融合，2道火龙卷融合为一道，更大粗大灼热，朝着步步逼近的利爪僵尸席卷而去。轰！当看到利爪僵尸抬手一挥下，将火龙卷展开吹散的画面时，男人僵住当场。话音未出，已是被利爪僵尸那一爪带起的无形刀气分割成几大块裂开。作为精英怪物 BOSS 来说，他的实力不容置疑，能把 S 级技能天赋拥有者随意当成虐杀对象的目前可不多，要么是这 S 级技能天赋拉胯。但陈木觉得，作为 S 级技能天赋来说，火焰龙卷还是相当霸道的，只能说明使用者本身存在大问题，胆量太小。利爪僵尸行动缓慢，咔吧咔吧走到尸体面前，手如餐刀，大快朵颐起来。如果全程见证，陈木恐怕还真以为他在吃什么山珍海味。长得丑，吃相倒是比不少人要文雅得多。上面张嘴满足的同时，还不忘身前那张贯穿胸腹的大嘴，张口闭口间，鲜血从尖牙缝隙如泉水滚落，滴到地上。而另外一边，关于 S 级技能天赋拥有者死亡一事，在他所属的工会当中，以及关注击杀排行榜的人中，引起了一番不小的热议。工会专用聊天频道，啥情况？张涛的头像怎么灰了？要么是遭小人，要么是遇到实力强大到连他也无法对付的僵尸。很快，身为会长的人站出来，所有人到指定坐标集合。是1，为确保可以实时掌控所有工会成员的行动轨迹，会长在他们身上都安装了定位器。
明面上自然是用方便支援为借口。工会会长内心同样很好奇，拥有 S 级技能天赋的张涛是如何身亡的。若是小人，必须报仇雪恨，夺取资源；若是强大的僵尸，便集结整个工会的力量，将其杀死，获得奖励，及时止损。尽管他并不认为一名 S 级工会成员的损失是那么好弥补的，就是了，但总得做点什么。身为会长，面对重要工会成员莫名死亡，毫无作为，只怕会寒了人心，走向分崩离析。那是他作为工会会长万万不想看到的事。陈木，他正忙着提取技能、属性点和召唤亡灵呢。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几个字完美演绎，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火龙卷，法强属性加80，力量属性加50。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火龙卷，自动升级为 SSS 级火焰龙卷风，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D 级技能毒蛇召唤术，法强属性加10。恭喜宿主获得 D 级技能毒蛇召唤术，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限毒龙召唤，正在召唤中。踩着别人尸体捡漏的感觉，别说，还真挺不错的。利爪僵尸终于吃饱喝足，陈木偶然注意到他不知何时向上看来的视线，四目相对间，陈木可以肯定这是个贪心的家伙。砰！轿子落地声沉重，所有捕快僵尸动作一致，快速拔刀，一跳轻松飞跃起10几米高，个顶个的武林高手落身在陈木周围，形成包围圈，静谧无声。陈木注意到这些家伙和之前遇到的那名捕快僵尸不同，腰上没有那么多装饰，以及装有可以融化骨头、血肉的毒药的竹筒。若非提前用完，那只能说明他们才是真正的捕快僵尸，而自己刚才杀死的那只等级要更高些，属于捕头级别或者更高。面对一起动手冲身上来，想要将自己碎尸万段的捕快僵尸，陈木打了个响指，让刚刚才获得的毒龙召唤技能派上用场。一黑洞凭空无声显现，接着从中伸出1条、2条、3条、4条，有几分透明，整体色彩为紫色，看着就很邪性，很毒的蛟龙。没有脚，捕快有几十人，那便召唤出几十条毒龙，在他们迈出7、8步时，一口狠狠咬在肩上、腰上、头上，毒液注入瞬间，身躯冒起一颗颗脓包，整体肿胀。砰砰砰，脓包一个个炸开，紫色的脓液喷洒的到处都是。这脓液只要沾到，会更加重中毒效果。看着眼前完全被脓包覆盖满的捕快僵尸，陈木粗略估计，这大大小小一只僵尸身上至少300、400个，身躯肿胀成气球，已是握不住刀，难以行动。待脓包全部破裂之后，身躯伴随一声巨响炸裂开。击杀捕快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30，阴阳点加3。击杀捕快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30，阴阳点加3。击杀捕快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30，阴阳点加3。毒龙松口，回归到陈木身旁，几十条龙头在空中左右轻轻摇晃，别说，看着还挺带感。抬起的手指轻轻向下一挥，几十条毒龙如集束炸弹般散射开，但始终以利爪僵尸为中心，张开龙口，准备注入成吨毒液。见势，利爪僵尸没有后退半步，挥动长袖，风声呼呼，把柄与胳膊同长的漆黑，前端不知本身为红，还是被鲜血染得通红的弯刀挥斩出去。刀气展开毒龙头，生可旋即又重新愈合，龙口咬在利爪僵尸的脖子、肩膀、手臂、大腿、脚，一切可以下嘴的地方。停！这一幕画面被从1公里外赶来的工会成员清楚看在眼中。那是龙吗？我的天，怎么会有那么多龙？颜色看起来很不对劲。你们快看，屋顶上有个人，那应该是他的技能。这种级别的技能，起码 S 级吧？不 ，SS 级起步才对。听着耳边传来的对话声，身为 S 级的工会会长，却比任何人都清楚，那是 S 级技能绝对达不到的水准。SS 级不够，必然是 SSS 级。他着实没想到，这个副本当中竟然会有 SSS 级的技能拥有者参与进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就是击杀榜单上的那个榜首人物。会长开口道：“那个快杀了1万只僵尸的狠人。会长，我们还要不要过去？”闻言，会长摇头，果断下令撤。与其死在人类手里，他宁愿死在僵尸手里。惹不起！陈木注意到了他们的到来，只是没心思去管，一门心思全扑在眼前的利爪僵尸身上。必须承认，很意外，这家伙要么对毒属性免疫，要么毒抗高的离谱。半天过去，毒龙头源源不断注入毒液，愣是没见一个鼓包。陈木双眼一眯，察觉到利爪僵尸身前紧闭的那张嘴里，原本应该流出的红色鲜血，如今却变为紫色。一出，这色彩与毒龙不能说相似，而是一模一样。
难道？陈木脑海中有了想法。轰！不等说出口，利爪僵尸已是完全张开那张嘴，将积蓄在其中的毒液如注喷来，不仅能吃，还能把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吗？陈木稍感意外。轰！面对那倾吐而来的屠城剧毒，稳如泰山，抬起手召唤出一股飓风，利爪僵尸吐多少，便吸多少，凝聚成一粒毒丸。眼看着那毒丸从芝麻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至浓缩至核桃大小。利爪僵尸吐完全部毒液，猛地一甩手臂，那利爪竟如同飞天钩，带着笔直的锁链飞骑而来。还有这作用呢？陈木毫无要躲闪的意思，拇指按压住中指，在那颗悬空的毒液球前全力一弹，咻咻咻，顿时上演暴雨梨花，一颗毒液球化作万根线状，好似毒针，足有30-40公分长。砰砰砰，无情穿透着利爪僵尸的寸寸血肉，轰击在地上，青石砖破碎，再到粉碎，粉末化，烟尘激荡，飘起，已然将利爪僵尸完全吞没其中，肉眼不见其身形。击杀利爪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阴阳点加10。虽不见其人，但通过眼前的系统提醒，陈木100%可以肯定，利爪僵尸已经凉透了，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屠夫钩爪，力量属性加200，魔抗加2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钩爪，自动升级为 SSS 级屠夫钩爪，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利爪僵尸。待烟雾被不知从哪吹来的微风破散开，只留下千疮百孔的利爪僵尸尸体，密集程度有多夸张？将它扶起，一束光从背面照去，从身前能被分割成万道，妥妥人形筛子。走动几步，方便借着月色可以看清楚被关押在囚车中，那脖颈上带着枷锁，连脑袋也被金属笼罩住的犯人，身材枯瘦见骨，仿佛轻轻碰一下，稍微用力都能令他骨折。破衣烂衫，上半身肋骨、胸骨完全暴露在空气当中，下半身只剩下身前、身后敏感部位垂下一块破布遮挡。发黑尖长的手爪与利爪，还有头罩上那一圈镇压用的黄符纸，无一不在强调着他有多危险，只差没把生人勿近4个字写在脑门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陈木原地召唤出一尊守护骑士，命令他去试试看那囚犯的实力深浅。砰！守护骑士纵身一跃，踏碎范围半米，自己却不动如山，朝囚车那边走去。走动过程中，抬起手抓握住背在背上的大剑剑柄，拔出，旋即双手握住，瞄准囚笼，猛地向下一斩，轻松破碎那受潮的木柱，继续斩向囚徒僵尸。砰！只是这剑刃眼看着便要劈到他的脑袋上，囚徒僵尸迅速抬手，轻松抓住剑刃，五指一用力，剑刃顿时破碎成几大块，哐当哐当落地。向前一步，即使断剑，依旧改变不了守护骑士的进攻决心。轰！但这一剑扑空，陈木意念传输命令给守护骑士，告知他囚徒僵尸此时在他背后。轰！守护骑士收到命令，单手举剑，一个横斩，挥到一半，无法再向前半分，整条持剑的胳膊连同盔甲一并被囚徒僵尸轻松捏扁、撕裂、甩飞。在守护骑士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之际，另外一条胳膊连同双腿全被扯断，只剩下躯干，脑袋砸在地上。旋即，囚徒僵尸举起双手，抱住守护骑士的头盔，用力一旋转，将颈部连续扭了好几圈，盔甲变成螺丝状。守护骑士破碎、消散，被击败了。看似瘦弱，实则兼顾力量与速度的完美平衡吗？陈木总结道。砰！相比于捕快僵尸行动时的静谧无声，囚徒僵尸则完全相反，声响巨大，恐怕别人不知道他来了似的。落身在陈木背后，危机感应，囚徒僵尸试图抓住陈木脖子的动作扑空，察觉到背后属于陈木的气息，迅速横摆手臂。这动作与之前守护骑士对付他时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之后的下场更是如出一辙。陈木抬手轻松抓握住囚徒僵尸的手腕，如老虎钳般死死捏住的同时，抬起脚一脚狠狠踢踹在他的脊背上，滑！两股力较劲瞬间，手臂承受不住，连同一大块肉丝被拔拽而出。囚徒僵尸则飞滚10几米开外，一路掉落不少砖瓦。刚刚爬起身，不料陈木已经抵达面前，双手抓住他那条断臂，如同挥击棒球棒，狠狠砸在囚徒僵尸的脸上。鸟笼状的头套严重变形，底部撕裂开，被击飞，暴露出整张皮包骨和直接对视骷髅头没半点区别的容貌，反而显得那一头长发违和感满满。此时陈木手中作为武器挥击的断臂爆裂的只剩下手掌和一点点手腕部分。哈！囚徒僵尸张开嘴，露出满口枯黄、腐烂、发黑的牙齿，散发着恶臭气息，冲陈木咆哮。
表达愤怒。陈木可不惯着他，再次轻松扯断他另外一条胳膊，砰！又如棒球棒照着脸挥击出去，皮肤破烂，血肉骨头破碎，飞向四面八方。而被击中又失去头罩保护的僵尸脑袋，硬生生360度强行转了个圈。尽管回归到了原位置，但脖子上那一圈皱起的纽纹无法抹除。这大晚上的，你吼什么吼？陈木丢掉断手，无语道：囚徒僵尸并不具备恐怖的再生能力，双腿还得负责走路，想要攻击陈木，只剩下一个脑袋，一张臭气熏天的嘴。面对囚徒僵尸这毫无新意的攻击方式，陈木完全失去兴趣。他砰，抬手一巴掌，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一击爆头，击杀囚徒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阴阳点加10，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而这一幕被之前那个躲在100米开外，没有着急离开，打算收集情报的工会会长清楚看在眼里。一开始只是觉得陈木厉害，但从陈木一弹指爆杀称得上小 boss 级别的利爪僵尸后，会长这脑海中开始回荡起变态、恐怖几个字。尤其是在看到陈木一巴掌打爆囚徒僵尸脑袋的画面后，会长才意识到自己对于陈木强大的理解还是太过片面。他的强大根本不是现在的自己所能够想象的。那份游刃有余，把自己整个工会参与其中都无法对付的僵尸 boss 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态度，只能用弱小限制了自己对于强大的想象力来形容。不一定贴切，至少没错。会长迫使自己冷静，从无以言表的震撼当中回过神来，担心继续待在这里会丢掉性命。末世当下，杀人夺宝走捷径的人可不少，谁能保证陈木不会同类相残呢？会长可不会天真的意外陈木能强大到这种地步，手上会没沾染过别人的鲜血。这刚一转身，眼前便弹出提示：血月阴气正盛，群尸出关拜月，生人勿近。这提示陈木同样看在眼里，耳朵一动，听见脚下不是周围的房屋建筑内皆传出异响，砰轰砰轰。这声音听起来有点像是棺材板被掀开砸在地上的声音，砰砰砰。接着是整齐划一的脚步声，砰轰。他们撞破墙壁，木门从房屋当中跳出。僵尸一眼望去，全是僵尸。血月阴气正盛，陈木抬头望天，发现此刻的月亮和之前比起来，确实变得更加血腥。之前还有点白，眼下用红到快流出血来形容也毫不夸张。砰砰砰，脚步声越来越同步，所有僵尸朝向一个方向聚集。陈木通过神眼不断拉升高度，纵观全场，得出那个位置。一路上若撞到生人，群尸会毫不犹豫地围攻上去，将对方制服，吸干同化。方才在一旁偷窥陈木与僵尸对战的工会会长，此刻便陷入了与尸群的博弈当中，稍不留神便会被咬上一口，同时也只需一口就能感染尸毒。尸毒感染不重，及时花费阴阳点从商城当中购买糯米，敷在伤口上，可以短暂抑制尸毒扩散。想要完全根治，则需要浸泡糯米水，吃大量生糯米。陈木丝毫不着急补刀，反正最后可以一键选中，提取召唤。在这个圈内，自己不说游戏结束，谁也别想结束。先让会长去和那些僵尸多玩一会，陈木则再次利用瞬移叠加神眼，先群尸一步，抵达他们集合的地点，一处荒山破庙。站在破庙顶上，一眼望去，屋内屋外摆满棺材，庙宇早成了停尸房。僵尸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聚集？陈木目光远望，看着破庙前那块巨大的空地，若有所思。大概是因为这里足够大，可以容纳他们集体拜月，吸收阴气。此时聚集到这里来的僵尸不足100只，还在源源不断赶来的路上。陈木盘腿坐下，寻思着等数量多一些，再一下全收拾了，方便快捷。打开世界聊天频道，解闷同时了解一下其他地方的情况，这比神眼更直接。好多僵尸根本不敢出去，怎么办？出去我刚刚趁着僵尸出关，躺进了他的棺材里，准备到这个副本结束前都不出去。好家伙，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是吧？太多了，根本杀不完。上面让我们能躲就躲，能跑就跑，不要正面硬刚。哎，开始怀念丧尸了，那玩意可比僵尸好对付得多。谁说不是呢？之前一枪一个，现在子弹顶多打个坑出来，皮都破不了。话说回来，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个白色短发的小姑娘？你也遇到了，那妞可太凶猛了，几把刀砍起僵尸，跟切菜一样简单。M81ZWM， 这算什么？我遇到个性感的妹纸，手提大炮，一炮一扫，直接把10几座屋子夷为平地。不用想，看到白发、性感几个字，陈木100%可以肯定是白渊和米利亚无疑。再看一眼自己早已突破万字规模的击杀数量，多半来自他们2个。
陈木自己击杀了多少僵尸，他自己心里难道还能没数吗？不少，但肯定没那么多。1分钟、5分钟，转眼10分钟过去，聚集在破庙前，对月跪拜的僵尸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眼望去，少说3、4千。看着身旁一根根细如发丝的红线从血月朝僵尸那边游荡而去，密密麻麻，全是，伸手却是看得着，摸不着，最后被僵尸吸入口中。僵尸并不是统一身穿官服，官服属于少部分，大部分都是平民，粗布麻衣打扮，自觉跪在后面。最靠近血月的绝佳位置，属于那些穿着官服、位高一等的僵尸。这月期双眸越是通红，指甲更加发黑增长，有的即使闭着嘴巴，那吸血用的尖牙也是完全包不住，伸了出来。本身参与进来的人类玩家想要对付僵尸，已是难上加难。这再一强化，自己不在，白渊、米利亚没有大肆屠杀，减少数量，那么被屠杀的一方绝对会是人类。陈木心中权衡一番后，决定召回白渊、米利亚。既然不论生死都可以提取到技能，死后召唤为僵尸亡灵，战力值还要更高一些，何不利用起来？察觉到有人在往这边赶，陈木抬手一挥，将自己连同白渊、米利亚2人全部隐身。杀心既然已经得到满足，不妨暂时做个旁观者，静看局势变化。对于陈木的计划，白渊、米利亚只管配合，并未多问，守在一旁等待命令。没过几分钟，陈木忽然注意到身边3、4米开外打开了一扇传送门，从里面陆续走出来4个人。转移类技能吗？从气质上不难判断，这几人应该都是身怀高级技能天赋的人。我靠，这么多！戴维斯，咱们真能对付得了吗？闻言，戴维斯扭头看去，轻笑问：怎么，怕了？开玩笑，我会怕？白人男不屑哼声，我已经准备好要大干一场。双拳撞在一起，好似钟鸣。戴维斯作为队伍队长，正欲下达命令，趁那些僵尸不备进行收割，却突然打消想法，被看不见的东西阻止。是系统面板。陈木怎么知道的？因为他眼前也有，只是这系统弹窗上所写的内容让人有些不明所以。1000分之0，零和1000。陈木暂时不明白这串数字想要表达的意义，侧目看向旁边那4个外国人，想听听看他们的看法与见解。这提示你们看到了吗？啥意思？搞不懂。0和1000，难道是击杀数量？0是我们现在的击杀数量，1000是任务的数量。完成这1000击杀量，可以获得特殊奖励。陈木倒是觉得这个说法挺靠谱的，只是下一秒便被事实打了脸。灵转瞬间变成了数字1，啥情况？我这还没动手呢，数字咋变了？我的也变了。看样子这个任务只能由1个人完成，只取最高数，最先达成的那个人才能获得奖励。戴维斯在一旁听了那么久，总结出自己的经验与想法。那咱们得赶紧了，不能让别人抢了先。话音落，4人直接跳下房顶，冲杀进1000名僵尸群当中，开始斩杀。从他们施展出的技能与强度，陈木基本可以肯定，全部拥有 S 级以上的技能天赋。不过比起这个，陈木更在意的还得是那明显追赶不上他们击杀速度，缓慢向上递增着的数字。目测这2、3分钟时间，戴维斯亲手击杀的僵尸便有10几只，但系统面板上显示的最高数字仅仅才到5而已。有问题，这里面有大问题。陈木施展神眼，拉远范围，开始仔仔细细审视着整个战场。1分钟、2分钟，转眼10分钟过去，陈木眼前一亮，唇角微微向上提起几分，总算得出结论：1000是总量，而那一位数所显示的，并非是玩家击杀僵尸的数量，而是玩家被击杀的数量，在固定范围内被击杀的数量。以这座山与眼前的破庙以及那偌大的平地为范围，半径500米，每死1个玩家，那数字紧接着便会增加。陈木看得清清楚楚，这让准备一下秒阵杀眼前数千名僵尸，独揽奖励的陈木顿时打消掉念头，继续做个局外人，看戏，看看死亡数量达到1000人后究竟会发生什么。好奇心大于杀心。奇怪，怎么数字一点变化没有？你问我，我去问谁？这杀了有100多个了吧？怎么才30几？3W.81ZWM， 可能有诈，大家小心点。戴维斯叮嘱道。他们身处僵尸潮的包围圈中，无法像陈木那样置身事外，静心观察，得到更多有用的信息。随着僵尸们吸取的血月精华越来越多，这战力值直线狂飙，不可同日而语。之前 A 级、B 级技能天赋拥有者对付起来还不像现在这般吃力，稍微失神片刻，就很有可能身上多出几道爪痕、咬痕。看着那些人胳膊上多出10个血洞，陈木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迟早会尸变。僵尸的爪子和牙齿一样，携带有尸毒，传播效果却不如牙齿。
尸变的时间会慢上大概1倍。A 级、B 级尚且如此，更别说技能天赋等级更低的人了。85、99、103，数字滚动的速度持续加快当中，而现场僵尸聚集的数量早已超过万字规模，人类玩家的数量同样过千，胆大的想搏一个机会的人不在少数。人类一方杀伐速度不慢，尤其是在那几名 S 级技能天赋者的加持下。然而这消耗速度始终比不上尸潮增加的速度。4座城市范围的僵尸数量可不是开玩笑的。神眼拉远，这附近几公里范围，一眼望去，山上、路上僵尸如潮水，跳动间如同潮涨潮落，十分震撼人心。这1000多人，除了那几个 S 级，按照陈木的经验，大概率全部得死在这。消耗战他们打不起，大部分人完全靠着背包中的资源在硬撑。陈木还看到不少熟悉的物件，自己生产的怪物肉罐头，吃后有暂时力量属性暴涨的，有暂时速度属性暴涨的，有暂时法强增加的。对于陈木来讲，这些罐头的作用微乎其微，远不如直接叠属性点来的暴力直接。但换个角度，以普通人的视角出发，这些怪物肉罐头效果绝对没得说，难怪会如此畅销。陈木甚至已经开始谋划，过段时间要加价。这怪物罐头如今只有自己能产，能销售什么价，那自然是自己说了算。反抗不买拉倒，有的是人愿意买。半小时、1小时，时间如梭，转瞬即逝。976、982、988，这被击杀数眼看着便要达到1000人整。可奇怪的是，死了那么多人，地面上却不见一点血腥之色，还是一片土黄。陈木有留意到，在鲜血洒地的瞬间，会立刻被吸收殆尽，沉下。这吸收速度快得惊人，反常。要说这片土地之下没个东西，别人信不信不重要，反正陈木是不相信的。站起身，来到屋檐旁，目光看下去，触发 SSS 级技能识破之眼。陈木想知道，在地底究竟隐藏着什么，那绝对和眼前的这串数字有关，100%。识破之眼触发后，陈木眼前的画面频闪变化，穿越几十米深的地层，终于窥得其中全貌。结合神眼，如同灵魂，视野在其中尽情穿梭，游荡起来，完全无阻。若非亲眼所见，又岂会想得到，在这地下几十米深的地方，竟会别有一番洞天。准确点来说，应该是一个大型的陵墓才对。光果一眼望去，不下100个，而且还都是纯金打造，即使蒙上灰层，也无法掩盖其奢华程度。而在整个宛如石皇宫的陵墓当中，随处可见皑皑白骨，思想凄惨，动作挣扎。陈木可以肯定，那些人80%是陪葬之人，规模之夸张，达到1000人之多。能有如此规格墓葬的墓主人，身份不必多想，必定属于皇亲国戚，又或者天子本尊。只是陈木这一眼望去，却迟迟没有找到主棺。背到了，真要如此，另外100口黄金棺材为何无事？偶然一抬眸，陈木得知真相，9条足有大腿粗细的锁链，处于完全静止状态，没有生锈，却早已爬满青苔，还缠绕着毒蛇。那些蛇与青苔几乎一个颜色，不动状态下，说是隐身了也不为过。一条最短的也有7、8米长，脚腕粗细，而那9条锁链所连接的，正是悬在整个陵墓正上方的纯黑石棺，上面刻满皱纹，即使隔着上百米远，陈木也不难感受得出那玩意有多阴邪。不过更值得在意的，还得是那啪嗒啪嗒从地上渗透下来，刚好汇聚在棺椁正上方，从那螺旋状的石笋上滴落下的一颗颗豆大血珠。啪嗒，血珠滴在棺材板上后，被迅速吸收，如此反复。陈木关闭神眼，收回视线，喃喃自语道：原来是需要1000个人的鲜血来唤醒隐藏在这片地下的尸王吗？那个场景，那种规模，再加上专门为其显现的系统提示，陈木很难不将他的身份往尸王方面去想。看一眼数字，此时已然来到998，还差最后2人，999、1000。轰隆隆，数字上1秒才发生变化，下一秒地动山摇起来，无数碎石自山峰之上滚落，将本就破烂的庙宇砸得更加百孔千疮。这又是个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地震了？都说了别问我，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躲闪，别被僵尸咬到。戴维斯一边保持平衡，一边继续击杀着不受地震影响冲上来的僵尸群，还不忘提醒所有人。接着地面停止晃动，来得快，去得快。正当所有人稍微安心之际，却发现脚底突现一道巨大的地裂，扩散蔓延出去，越来越多，越来越宽。地面下沉，大部分人与僵尸全部落入石皇宫当中。纵使是有传送技能，也来不及使用，一切发生的实在太过突然，杀的人措手不及。哎呦哎呦，摔死我了啊！我的腿断了，怎么办？我不想死啊！
这里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那么多棺材？我靠，纯金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在意那个？就算给你一座金山银山，你花得出去吗？议论声不断。反观陈木这边，说来也巧，他陷的地方不多不少，刚刚好没把破庙算进去。此时的他正居高临下，暗中观察这一切，见证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加掩饰的恐慌。好多骷髅，怎么办？我不会死在这个地方吧？不要，我可不想像他们一样死在这种鬼地方。很难想象这里之前究竟发生过如何惨绝人寰的事。貌似是座天子级别的墓葬，那些由黄金打造的棺椁内安放的，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天子最亲近之人。而这些尸骨属于陪葬品，当然我只是个学过一点考古知识的小白，对不对不完全肯定。拿那么多人陪葬，这家伙一定是个暴君。众人很快注意到被风吹动微微晃动发出声响的那9根铁链以及石棺。逃？怎么逃？这么高的距离，他们又没有翅膀，不会飞。砰砰砰！就在此时，黄金棺材的棺材板陆续被一股力量掀飞，棺材内吐出肉眼可见的白气。接着，一双双笔直、穿着官服、那黑甲便有正常人手指长的手最先伸了出来，旋即躺在那里面的尸体直挺挺站起，动作一致，扭头朝众人看来。枯瘦干瘪的脸上，凶光道道，露出吸血尖牙。由他们胸前的补子可以看出，全部为一品官员，而且还都是老师。这威压看着可比之前陈木遇到的一品武官僵尸要瘆人得多。砰砰砰！百名一品僵尸齐齐跳出棺材，双脚落地。那一刻，所有人的心皆是悬到极点。咕嘟咕嘟，吞咽口水的声音不停响起。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试图杀出一条生路。那些老师横手一摆，轻轻松松将冲杀在最前面的人斩成2半。这手好似那大铡刀，锋利异常，吓得其余人瞬间丧失战意，四散奔逃，想要寻找逃生的路，却被那些从头顶掉落下来的僵尸挺身举手包围。来不及反应，老师悄然落在身后，抓住双臂，一口强行咬在脖颈之上，滋滋滋，开始吸血。屠杀迅速上演，惨叫声、求救声不断。哪怕先前面对万元尸潮照样游刃有余的国外4人组，此刻面对起那些王朝老师，也是不禁眉头紧蹙，打起12分精神。传送技能怎么样？戴维斯一边抵挡着王朝老师的不断进攻，一边大喊着。他很清楚，眼下不宜恋战，必须先回到地面。待在地下实在太被动了。还在冷却，那人回应，他的传送技能不仅有范围限制，在固定范围内可以任意传送，而且冷却时间很长，1天还限制使用次数，超过后只能等到第2天才可以重新使用。怎么偏偏在这种时候，戴维斯咬紧牙关，目光不自觉地看了一眼9所玄关。这地上棺材里的僵尸已是如此难对付，万一那石棺里面的家伙再苏醒过来的话，戴维斯担心不止自己，今天4人全得葬送于此。万万想不到，创世神竟然给自己挖了那么大一个坑。那些僵尸单纯只是噱头，真正尸王在脚下。知道再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戴维斯开始发挥出自己阴险狡诈的一面，利用那些不属于自己队伍的人做诱饵，吸引转移王朝老师的视线，再从旁寻找机会，联合4人之力，将全部力量用于斩杀一只王朝老师，击杀成功。事实证明，他的计划很正确，没有出错。4人之力斩杀一只王朝老师，可以做到。呼哈呼，同时这也耗费了他们大量气力。啪嗒啪嗒啪嗒，喘气声不断，冷汗一出，汇聚大颗大颗落下，才安没一会的心。紧接着便又因为头顶传下来锁链剧烈抖动的声音，重新高高悬起。石棺没有像其他金色棺材那样，棺材板一下弹飞3-4米高，先到一旁，咕嘟咕嘟，而是从看似严丝合缝的闭合缝隙间，均匀的滚滚冒出鲜红色血浆，将整个棺材侧面完全包裹染红。啪嗒，再然后那些鲜血颗颗饱满，从几十米的高空滴落下来，仿佛具有生命的活物，自行蠕动。在其中可没看到虫子之类，不仔细看会忽视掉的小东西在带动，蠕动着的就是鲜血本身。那些鲜血朝向王朝老师涌去，汇聚从缠绕包裹双脚，再到大腿、腰腹、胸口、双肩，俨然使得这些王朝老师改天换面，变成更具攻击力、震慑力恐怖程度的王朝血尸。双手向后一缩，再猛地刺出，鲜血快速编织成一把尖锐的刺刀，将那被瞄准锁定的玩家瞬间破碎，只剩下几张辨认不出是哪部分的皮，带着丁点糜烂的血肉。在将全部王朝老师改造为血尸之后，石棺恢复静止状态，锁链逐渐趋于稳定。
鲜血也不再从棺材中溢出。陈木目测的话，那些王朝老师在被改造、强化为血尸后，这实力至少翻了不止3、4倍。在本身处于绝对碾压实力的庞大基础上，再翻个3、4倍，效果可想而知。哪怕是4个同样拥有 S 级，甚至不止一个 S 级能力的人一起合力，照样难以像之前击杀王朝老师那样轻松击杀血尸。反倒其中一人在进攻失败、选择后跳撤离的这个过程当中，被血尸一抬手臂，血液化作一只大手，如触手般伸出，将那人整个缠绕束缚住。不等戴维斯几人反应，一用力，砰！徒手靠着蛮力捏爆那人的身躯，啪嗒啪嗒，鲜血溅射几人一身，下意识闭眼，抬手一抹，手上满是鲜血，双眸瞪得最大的那人还在手上发现了眼珠。纵使见惯了生死，看到同伴的残尸如今就在眼前，这胸口还是忍不住泛起一股强烈的恶心，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往嗓子眼涌上来，被强行咽回去。面对实力如此恐怖的血尸，他们哪里还有功夫去呕吐？必须打起12分精神，这注意力一刻不敢从血尸身上移开，担心稍不注意，自己这条命今天也得交代在这。一只血尸已是如此棘手，更别提100只。戴维斯3人不敢想象，等他们屠杀完在场所有弱者，将矛头视线齐齐对准自己时，会何等惨烈。于是戴维斯开口向拥有空间转移技能的那人确认问传送门的冷却时间还有多久。他很庆幸死的不是自己，更庆幸拥有唯一逃脱技能生的希望的那个人没有被死亡之神选中，侥幸逃生。还有5分钟，男人查看后回应道：5分钟吗？环视一眼周围，戴维斯决定仅靠那些人恐怕很难撑到那么长的时间，尽量避战拖时间。戴维斯下达命令，是2人纷纷开口回应，后撤远离血尸。还有5分钟吗？这话同样被站在破庙顶上的陈木听得清清楚楚。传送门这个技能他还蛮喜欢的，都送到自己面前来了，哪有让他逃脱的道理？正在强制征服血尸中，强制征服成功，您可以对血尸发号命令，随心控制。石棺中的那个家伙受副本规则限制，陈木无法选中其为目标，但这些血尸想要征服控制，轻轻松松。不过眨眼间的事，如同提线木偶一般，操纵起5名血尸，瞄准那个拥有传送门转移技能的鹰派人，顺身而去。血尸的行动速度很快，大概可以达到瞬移技能的1/10。看到原本还在以他人为猎杀目标的5只血尸，同时扭头，视线聚焦于自己一人身上，男人双眼一瞪，意识到大事不妙。戴维斯2人察觉到这一点后，更是提心吊胆。难道这些家伙能理解我们的语言，知道了我们的计划？戴维斯很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可除此之外，似乎又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不行，绝对不能让他死，保护好他。戴维斯扭头看向另外一名同伴，同伴点点头，认同戴维斯的想法，放弃好不容易来到的暂时安全的猎杀圈外，再次奔身入圈，纷纷施展技能，准备强行从那5只血尸手中夺回男人的性命。陈木等的便是他们主动献出生命，其中2只佯攻的血尸瞬间转身，双手凝结出7、8米长的尖枪。什么？同伴避之不及，落得个第一人的下场。戴维斯反应速度虽快，这左侧身的血肉还是不免被蒸发大半，可以看见血淋淋的内脏，倒在10几米外，背靠一块落石，奄奄一息。看这模样，撑不了几分钟。老大恩斯看到戴维斯与同伴相继惨遭血尸的毒手，男人怒了，可下一秒，这份怒意便伴随着血尸抵达面前荡然无存，满脑子只剩下恐惧2字，甚至忘记要反抗，双腿一软，跪在地上。血尸抬起手，5指在血液的汇聚下变得更加坚长，抓握住男人的整个脑袋，用力，砰，炸开，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空间传送门，自动升级为 SSS 级空间传送门，距离、使用次数、超长的冷却时间，所有限制在这一刻被系统强行抹除掉。虽说男人是死在血尸的手上，但严格意义上来说，血尸不过是陈木手下握着的兵刃工具，这奖励自然是算在他头上。随即陈木解除掉对于5只血尸的控制，再抬手一挥，结束自己与白渊、米利亚的隐身状态。是时候收割那些茁壮成长的韭菜了，彻底掌控这座石皇宫。放心大胆的去做吧，一个不留。陈木下令道。是主人。这句话白渊、米利亚已然等待多时，回应完陈木后，大步跃出，奋不顾身，从这100米高的破庙屋顶之上往那塌陷暴露出的石皇宫直直跳下。砰，一个落地声暴力响彻整个石皇宫。不用猜想，那必定是米利亚没错。相较之下，白渊的出场落地方式则要更精湛一些。在将要落地的前几秒钟，意念操纵
抽出一把长刀垫在脚下，刀身此时距离地面不过10几厘米。白渊从上面轻松走下，一人一半，没问题吧？米利亚拿出黑魔方，变换形态为枪炮，侧目对白渊说：“嗯。”白渊轻轻点头，拔出腰间的黑色唐刀。看到这两人所持的装备，意识已经开始因为失血过多变得模糊起来的戴维斯，猛然回想起之前有在世界聊天频道看到有人谈论关于他们的事，至少形象上完全相符。那枪炮武器不一定找得出第二件，而白渊那一头自然而非化学药剂烫染出来的白发，同样找不出第二个。但有一点让戴维斯觉得怀疑，既然米利亚与白渊在人人口传中比僵尸怪物更加恐怖，可在击杀榜单上为何看不到他们的身影呢？至少戴维斯找不到能与之匹对的数字。他认为只有像第1名那样夸张的数字才配称之为怪物。就戴维斯自己得到的消息，第1名是个男人，所以完全可以排除。第2名戴维斯见过本人，同样可以排除。因此不禁更加好奇米利亚、白渊的实力究竟如何，有没有传闻中那般离谱？米利亚、白渊可不在乎戴维斯如何看待自己，划分好各自属于自己的血尸之后，提起枪炮，扣下扳机，轰！一束几10米长的红色激光瞬间穿破7、8名血尸，再横向100，那些血尸甚至连反抗、进攻的机会都没有，便被蒸发的连点灰烬也没剩下。戴维斯瞬间清醒起来，大脑嗡的一声，被吓得。在此之前，试问如何想得到，普通王朝老师已是需要他们4个 S 级技能拥有者才能击败，强化过后的血尸更是集合4人之力也难以伤其分毫。然而就是这样战力值强大到可以用变态2字形容的对手，米利亚一枪秒杀一大片。戴维斯无法理解，他既然拥有如此强大惊人的实力，为何没出现在榜单前列？难道他只杀顶级僵尸 BOSS， 数量虽少，但胜在质量高？又或者说他们隐藏了自己的排名，他们才是第1、第2，独享特权？一个个疑问不受控制的冒出，在戴维斯心中扎根。不过很快便被白渊一人5刀相配合，冲杀入血尸群中，手起刀落，放肆屠杀的画面吸引去目光。那血尸刚抬起手，还未来得及有所动作，扑哧扑哧扑哧，已是被长刀刺脸，完全穿透，破开2半，当场秒杀。1穿3穿5穿8，活脱脱一个战神。转眼1、2分钟的时间，100只血尸全部被屠杀，斩杀于刀下。那份游刃有余、风轻云淡的态度，差点没惊掉戴维斯的下巴，因为太过震撼，以至于忘记自己是个濒死的人。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头顶再次传来异响，那石棺又不安分了。戴维斯下意识抬起视线，却看到又一道身影从100米之上跳落下来，无声落地，甚至连点灰尘都未惊动。这是人能做到的事。不过更让他感到难以置信的事情还在后面。主人，白渊、米利亚同时开口，对于陈木的称呼，这下彻底惊掉了戴维斯的下巴，瞠目结舌，不可思议。他们居然叫他主人，弱小限制了戴维斯的想象力。他无法想象陈木究竟得拥有如何强大的实力，才能降服这么2个杀戮机器。同时心中恍然大悟，这下终于明白为何在排行榜中找不到等同于米利亚、白渊的数字存在。原来他们的击杀数量全归陈木一人所有。靠颜值吗？戴维斯不确认地说。砰砰砰，接着9条锁链相继断裂的声音将戴维斯早已飘到九霄云外的思绪强行拉了回来。砰，看得很清楚，石棺重重砸落在面前10几米开外的地方。轰，惊起不少烟尘，沙石如同海浪拍打上岸。3W.81ZWM 从脸上刮过时，力量强劲。害怕？为什么要害怕？这家伙的真容已是令陈木期待已久。砰砰砰，面对暂时毫无反应，反倒是一旁那些零零散散几千只僵尸集体调转目光，以自己为中心蹦跳而来的僵尸。陈木懒得和他们这些摆上台的小喽啰浪费时间，正在强制征服中。强制征服成功，批量选中过半的僵尸，触发 SSS 级技能强制征服，掌控他们，再让他们互相残杀。片刻，1半僵尸便被陈木操控的傀儡僵尸血刃。在之后只需要下达命令，让他们自我了结即可。即使是这样的命令，僵尸也会完全照做。强制征服4个字可不是开玩笑的，只要陈木敢说，他们便敢做。这戴维斯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要死了。这是临死之前产生的幻觉。为何那些僵尸会突然开始自相残杀，随即又自我了结？这一切实在太过反常。难道都是那小子干的？一切似乎全是在他出现之后
变得更加诡异起来。他究竟是何方神圣？砰！石棺棺材板被顶起的声音再次唤回戴维斯的注意力。目光看去，只见厚重的棺材板被一股如泉水般的血水高高顶起3-4米。这血水与之前让王朝老师们化身为血尸的血水一模一样，疯狂从石棺当中暴涌而出，看似洪水决堤，不受控制，在地上铺垫起厚厚一层，朝向整个石皇宫蠕动、蔓延、扩散开。那翻滚的气势，当真犹如海浪，而且只往前不后退。但凡被血潮淹没过的尸体，无论人还是僵尸，尽数融化，与其混合。惊涛逐渐有了模糊的身形，化作千百蛇蟒，大肆席卷而来，大开蛇口，尽显凶恶。那一丝丝凌乱的血线构成，清晰可见，给人怪物形象的同时，又没有缺失本该有的血液质感。看着无数尸体被那棺中鲜血融化吸收，戴维斯已是被吓得不轻，能够预感得到自己之后会是个什么下场。不过移动眼珠看看自己侧身的伤口，这种状态下，即便没有那些血液，自己一样很难活下去吧。苦笑又无奈，自以为强大，可以横行末世，直到遇见陈木这群人，还有那石棺材中还未谋面的墓主人，他才意识到自己距离强大2字还相差甚远，顶多比普通人稍微多了那么点战斗力，仅此而已。我来！陈木抬手拦住想要冲上去的米利亚、白渊。以他们的能力，想要对付这种混沌没有实体的攻击，会很棘手，用不着那么麻烦，更用不着浪费那个时间。抬起脚，重重一踩地，1指长的石砖破裂，密自行陷下去。轰！旋即又被瞬间掀起，爆炸式扩散开的大浪冲飞，那些液体呈紫黑色，直接掀起一道大浪之势，卷起10几米高，犹如一面墙壁，挡在陈木、米利亚、白渊面前。这个技能名为 SSS 级屠城之毒，在陈木眼中，那些血液同样带有剧毒。既然如此，不妨比比看，到底谁更毒？目睹陈木这一脚之威，戴维斯更加沉默，隐约间仿佛还能在那巨墙之上看到一张狰狞的鬼脸。面对那翻涌而来的红色蛇群，轰！大量瞬间压下，轰！两者击撞在一起，相互混合吞噬。蛇群张开血盆大口，对毒浪进行着撕咬，眼看着稍胜一筹，紧接着又被后续推来的毒浪一下拍击碎开，失去蛇形，水火不容，注定得分出高下，生死。1分钟、3分钟，僵持了差不多5分钟。墓主人似乎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开始转变思路。血池中心倒流如龙卷升起20-30米高，宽度逐渐缩小，修饰出巨蟒身形，迅速张开蛇口，真正的血盆大口，足以轻松吞下数百人。以弧形想要跨越毒浪，朝陈木、米利亚、白渊这边对砸下来。好强！戴维斯再次被震撼到。正当他反应过来为陈木他们感到担心之时，陈木背后打开了一道奇怪的门，一条条紫色的巨蛇，至少在戴维斯看来，那是蛇没错。对于蛟龙的概念并不清晰，一条接着一条，张嘴堵嘴，狠狠撞击，咬在血蟒身上。转眼间已有10几条毒龙宁死不松口，支撑阻碍着血蟒无法再向前半步，同时源源不断通过牙齿将毒液成吨输入其中，试图将那墓主人引以为傲的精血污染。效果也的确很显著，血蟒的颜色逐渐加深当中，并不像最开始那样是无比纯粹的血色。轰轰！墓主人又岂会让陈木轻松如愿，再次以同样的方法召唤凝聚出另外2条血蟒。此次瞄准的并非陈木，而是那10几条毒龙的侧身，想要利用双蛇口将他们的身躯咬断，以免继续污染血蟒。无限制召唤，不好意思，我也是。陈木冷冷一笑，抬起手往前一推，轰轰轰！更多的毒龙自虚空之中受召唤而来，撞击咬在那另外2条血蟒之躯上，疯狂一股脑的注入毒液，完全不用担心够不够用的问题。无限。反观最开始的那条血蟒，已是完全改变成与毒龙相近的颜色，一眼望去，已经找不出多大血色，为陈木所控制。转向张开血盆大口，瞄准石棺而去。总不能让那家伙一直缩在石棺里不露面吧？轰！这时又有一条血蟒在石棺之前拔地而起，双蛇口一个往右，一个往左，狠狠咬在蛇身7寸处，都是奔着要对方命去的。看到血蟒的召唤数量越来越少，陈木判定墓主人的召唤数量并非无限，已然到头了。操纵另外2条刚刚被感染成功的血蟒，齐齐对石棺放弃攻击。噗噗噗！接着陈木能清楚看见一根根白骨自血池中破出，飞天朝向石棺方向聚涌，从脚到头如同搭积木一般，迅速累积成一副由骨头打造而成的身躯。这是僵尸。
与陈木脑海中对于僵尸的传统印象截然不同。不过越是另类，说明他的实力越强。举起手中那颗黑红色的宝珠，面对席卷而来的2条叛徒血蟒，血狮君主泰然自若，没有后退半步。轰轰轰！宝珠外部的金属环转动起来，如同抽丝剥茧，将那蕴藏在毒蟒之中的精血一下抽出，化作100万根，自动进入宝珠当中，被吸收。毒龙的毒液为肉，精血为骨。如今血蟒失去了骨，难以支撑血肉，20-30米的庞大身躯轰然倒塌，浮于血池表面。那就是墓主人吗？戴维斯目露惊骇之色，直视间压力山大。对于僵尸，戴维斯听说过一些，和西方丧尸一样，本该属于杜撰出来的产物，只不过僵尸存在的时间远非丧尸可比，而且僵尸中分类还极其复杂，什么紫僵、白僵、绿僵，只存在于传说当中。以冷冰冰的文字呈现时还不觉得，可真当面对真实存在的他们，此时此刻，戴维斯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眼皮越来越重。他强行支撑着，打开系统背包，管它有用没用，疯狂点击使用，往嘴里塞，想再多活一会，哪怕多活1秒都好。这么做并非是因为戴维斯有多想活下去，求生欲望有多强烈，而是戴维斯想在死之前，最起码要知道这场战斗的赢家会是谁。没错，完全是出于好奇心，单纯好奇而已。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戴维斯并不觉得想要知道结果的自己很奇葩。如果带着不能解开的疑惑死去，对于他来说将是一种折磨。如果要让戴维斯在内心决定出一个赢家的话，他很难决定，但会更偏向陈木一些。主要是目前为止，每当自己认为他将立于必败之地时，陈木总能用事实狠狠打他的脸，告诉他自己的底牌还多的是。米利亚白渊已经让戴维斯内心的震撼无法言表。后续的毒浪，再加上数十条毒龙，戴维斯是个重度科幻电影迷，只能说跟眼前正在上演的一幕幕场景比起来，那些特效科技画面再如何顶尖，都弱爆了。一通乱吃还真起到作用。戴维斯感觉自己现在的精神确实好了不少，眼皮不再如同刚才那般沉重。关闭系统面板，目光迅速回到主战场上，生怕会错过1分1秒画面，那将是永远的遗憾。只见此时，血狮君主握有神秘机械球的那只手往后高举起，似乎是为了保护机械球不被伤害，另外一只手则向前举起，嘴中振振有词，说着让人完全无法理解的话，比和尚念经更加复杂。但对比之下，听入耳中的效果却是截然不同。81GWM 佛经哪怕听不懂，至少会觉得神圣。可从血狮君主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话，在传入耳中后，邪性无比，情绪会不受控制的低落起来，甚至冒出想要自我了结的念头。得亏现在戴维斯的身子骨比较虚弱，又缺了一只手，难以自尽，才得以暂时继续保留性命，苟延残喘。轰轰轰！接着可以看见血池当中一尊尊熟悉的血尸浮现出来，勾起戴维斯不好的记忆，同伴惨死的画面历历在目，重新上演。戴维斯以为那些血尸已经被陈木的手下米利亚、白渊屠杀干净，没想到血尸君主居然还能再次召唤。一眼望去，戴维斯初步计算，少说数百只，而且体型更加庞大惊人。数百只血尸同时飞跃出血池，凌空10几米高，那画面有多震撼，难以言喻，吓得戴维斯吐不出半个字，嘴唇直哆嗦。看到这画面，米利亚、白渊对视一眼，知道是自己出手的最佳时机。咻咻咻咻，4刀出鞘，飞射而去，一通快刀斩乱麻。轰！米利亚则提举起枪炮，射出红色的激光柱，疯狂扫荡，掠过之处血尸不存，数量多的优势完全没体现出来，单方面被血虐，真正意义上的血虐，戴维斯完全没看出来，那群血尸有半点还手之力。明明是如此强大的敌人，这3个家伙还真是不能用常理来看待，太夸张，太离谱了。血尸君主显然也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召唤出更多血尸，更多的血蟒，想要维护自己那已经荡然无存的君主威严，仅此而已吗？陈木双手扶腰，摇头表示失望。这血尸君主比他想象中可要弱上不少，不过作为亡灵召唤的对象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是时候该解决掉他，进行提取召唤了。既然已经了解清楚，陈木不想在这件事上浪费太多时间，抬起手瞄准血池与毒浪的正中心分界线。轰！一股火焰龙卷风自那之中瞬间卷起10几米高，直径最宽的地方可以达到8、9米。更恐怖的是，这火焰龙卷风还在生长，30米、50米、100米。轰！宽度已是完全将洞口覆盖。毒浪、血池乃至是血尸君主手中的机械球，
一并被卷入其中，顷刻间高温融化，蒸发殆尽。想他堂堂血尸君主，此刻却得双手死死扒拉住石棺，以防止被卷入其中。咔嚓咔嚓，奈何身上的骨头却不听使唤，一根接着一根，惨遭强行剥离。至于戴维斯，早已成为第一批受害者，在震撼中死去，于火焰中化作灰烬。击杀血尸君主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300，阴阳点加30。见战场已经被打扫清理的差不多，陈木手一挥，五指一抓，使得那100米高的火焰龙卷风荡然无存，连点火苗都未剩下。扫视一眼四周，不得不说，这个技能作为清场技能还是相当不错的。名为 SSS 级火龙卷，才刚刚获得不久，技能太多，陈木全凭兴趣使用，犹如皇帝面对后宫佳丽3000，今天看中哪个直接翻牌，其余的只有按捺寂寞，静心等待。走到石棺前，看一眼，只剩下一根指骨还深插在石棺内部，一键全选，提取召唤，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血尸召唤，血蟒召唤，法术强度加8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血尸召唤，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限血尸召唤，恭喜宿主获得技能血蟒召唤，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无限血蟒召唤。居然提取到2个 SSS 级技能吗？陈木目露意外之色，算是进入石皇宫后难得的惊喜。尤其是那2个无限2字，越看越爽。自己在无敌这条路上，当真是越走越远了。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血尸君主。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拿到血尸君主的亡灵后，陈木果断选择关闭掉系统面板。对于其他提取召唤物并无多大兴趣，也没有那个耐心去看，让他自己慢慢提取，慢慢召唤。我们上去吧。陈木在面前打开一道传送门，先一步走进去，回到地上。米利亚、白渊紧随其后。这随时随地能开传送门的技能，陈木愿意给他打满分。继续去做你们的事。陈木遣散白渊、米利亚。血月副本并未结束，血尸君主根本算不上真正的 BOSS， 算是副本任务中的一个支线任务。是米利亚、白渊确实还未杀尽兴，朝着相反方向迅速离开，消失在陈木的视野范围当中。陈木收回目光，回到面前才刚刚关闭不久又弹出来的系统面板上。这一次是有全新的提示，血尸君主既然是支线任务，那么陈木把他宰了，等于完成任务，奖励肯定要发要收的。血尸君主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血尸精血 X10，可以增加多项属性能力的道具。在奖励方面，可以说没有让陈木失望，但同样没有多大惊喜，因为提取召唤2个技能所获得的奖励要远超系统赠送的奖励本身。不过还是那句话，有总比没有好，能够增加几十上百点属性，对于陈木来说不是坏事。另外一方面，参与到血尸君主这项任务中的人，大部分都是对于自己实力非常自信，而且榜上有名的家伙。如今他们要么被僵尸杀死，要么被陈木误杀，自然从击杀榜单上除了名。眼看着榜单大换血，原本吊车尾最少几十个的击杀量，如今变成7、8个。第2名本就和第1名相差甚远的差距，如今更是毫无可比性，让人看不到超越的希望。世界聊天频道集体震动，因为僵尸齐出拜月的事，他们现在大部分缩在墙角，自以为安全的地方，完全不敢冒头，所以有着充足的时间可以花在世界聊天频道上。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啊？这是兄弟别激动，不过这件事确实挺诡异的。我手滑截了图，你们对比一下。好家伙，榜单上有超过2/3的人都被除名了，什么怪物那么厉害？他要是出现的话，咱们该怎么办啊？藏这次的副本任务和之前不同，只要撑过24小时自动结束，只能如此了。话说回来，你们有没有听到怪声？怪声类似于结婚之类的中式乐队敲锣打鼓唢呐的声音，我也听到了，不过距离比较远，只能听到一点点。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别闹，我还不想死。这件事陈木通过负责侦查的雷电杀人蜂得知，并且第一时间以雷电杀人蜂为坐标，方便快捷，开启传送门步入其中。站在3层楼高的瓦片顶上，目光看下去，原来是一支红氏队伍，人员超34名，敲锣打鼓，好生热闹，队伍排得很长。这种事放在杀戮世界，尤其是放在当下这个副本任务当中，诡异满满。光是领头那2个全身被红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家伙，撒到空中的东西已经让人很费解。陈木吸来一张，张开五指，分明是张纸钱，绝非阳间玩意，哪有正常人结婚撒冥币的？最离谱的，恐怕还得当属队伍最后面4个壮汉扛着的那口棺材。棺材有用喜庆的红布，头尾棺材盖上扎着红花，阴间，真的阴间。
陈木本想耐着性子，好好看看这支队伍准备前往何处。这时乐器声戛然而止，只剩下点点纸钱飘落的呼声，整个队伍停了下来，完全是一瞬间的事，毫无征兆，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下一秒，原本行走在昏教旁，那个身高超过2米，头戴官帽，肩披动物皮毛，额前还垂落下一张缺口满是的符纸的高大僵尸，动身走到一口水缸前，伸手尖锐的手指戳破木桶盖，拿起将手中贴有红字、亮有微光的灯笼凑近，露出一张无皮，完全是骷髅头，牙齿残缺，眼中绿光悠悠的脸，笑问：“公子可曾婚配？我家小姐正差良人。”啊！那人听到响动，一抬头看清楚这张脸以后，哪里还有心思去理解僵尸在说些什么？站起身想要出缸，结果却一个重心不稳，砰的一声打碎水缸，脚上还因此被划出一道伤口，依旧顾不上去管，连滚带爬想要逃离，结果却一头撞在那本该在自己背后的高大僵尸身上。公子是看不上我家小姐？僵尸问。我不配，你让我走吧。男人哆哆嗦嗦，吓得双腿发软。僵尸提亲，哪敢答应啊？反抗？别开玩笑了，且不说对方那么多人，光眼前这只身躯庞大如山的僵尸，男人都没自信对付，毕竟他的技能天赋只有1级，完全抱着摸鱼的心态进来。哎，僵尸叹气一声，砰，旋即一拳洞穿男人的胸口，男人的身体失去支撑，一下压了下来。僵尸抽出手，男人完全倒在地上，失去生气。既然配不上我家小姐，留你何用？僵尸甩甩手上沾染到的血腥，回归原位，乐声重启，队伍再次踏上不知尽头的道路。亲眼见证这一切后，陈木呵呵一笑，原来是个嫁不出去的僵尸大小姐，逢人便要硬嫁给对方吗？嫁不了的直接抹杀，这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他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继续无声在房屋与房屋之间瞬移跟随。这一路少说1公里，上千米，又有10多人丧命于那高大僵尸手中。男人还好，起码能有一线生机，换做女人，当场抹杀。不过目前陈木还没看到敢答应成亲的人，即便敢答应，看到队伍后的那口棺材也心虚了。其中技能天赋等级最高的有 A， 最低的是 E。 看见那高大僵尸的实力，不容小觑。这还只是杂兵级别的角色，其他护送的人中不知隐藏了多少，尤其是那教中人。砰！公子可曾婚配？我家小姐正差良人。胡思乱想间，高大僵尸又破开一扇屋门，举起手中灯笼，勉强照亮一点房间，方便蜷缩在桌下的人看清自己，问：不要不要！男人还想从后门逃跑，结果可想而知。高大僵尸一步跳跃近身，快速出手，永远都是一拳洞穿胸口，秒杀秒杀，压根不给人活下去的机会，实在叫人怀疑他们本来的目的。好歹让人看看新娘子长什么模样，万一有愿意3关跟着5关走的人呢？直白点来说，就是没诚意。陈木本以为队伍会继续行动，却迟迟没听到乐声响起，低头看去，正好对视上高大僵尸看上来的视线，笑问：公子可曾婚配？我家小姐正差良人。陈木他很确定这家伙应该早就发现了自己，找不到下手的目标，这才考虑到我吗？陈木莫名有种当备胎的感觉，哪怕不是，至少有异曲同工之妙。公子说笑了，我家小姐正差良配，公子若无婚嫁，不如娶了我家小姐，如何？高大僵尸在问。陈木知道这些家伙被施加了某种语言禁制，即便自己故意将话题往某方面去引，只要越界，他们的大脑会被强制刷新，根本不可能回答自己的问题。既然知道，便没理由再去多问，白白浪费时间。不妨先请你家小姐出来，让我看看是何模样。陈木对此还蛮好奇的，这僵尸新娘是丑陋至极，令人想吐，还是截然相反，美若天仙？公子若答应迎娶我家小姐，到时候自然可见我家小姐的真容。高大僵尸回应。可万一她长得丑呢？我若答应，到时岂不是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陈木反驳。于是做出决定，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这个人运气不好，不喜欢赌。既然如此，公子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高大僵尸脚下一踏，砖石破碎，旋即飞跃起身，砰轰！只是这脚离地还没3、4米呢，后背便又重重砸在石砖上，他陷下去个大洞。怎么我不答应，你还要强卖不成？陈木冷笑，没做太多，仅一弹指，压缩1粒豆大的空气，击打在那高大僵尸的腹部，断裂他几根骨头罢了。高大僵尸爬起身，显然不打算放过陈木，这乃是游戏规则，拒绝成亲者必须死。再次跳起，砰轰！可结果还是一样，他根本没有近身陈木的机会。砰轰！如此反复几次，高大僵尸终于恼羞成怒，
抬起手抓住额前那张黄符纸，揭掉，刺啦刺啦，旋即身躯暴涨数倍，将身着的官服撑爆开。这体型宛如一头黑猩猩。砰！一脚踏出个深坑，再，刺飞跃起身。你这家伙就那么想死吗？陈木手指在空中对准高大僵尸画个 X， 再轻轻一点，下一秒，高大僵尸直接化作几大块，掉落在地上，横截面清晰，血肉僵硬。击杀护卫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30，阴阳点+3。高大僵尸死后，其余人比陈木想象中表现的要冷静太多。只见那些手持唢呐、金锣、镲、鼓棒之人纷纷调转方向，对准自己，吸气，张开双臂，抬起手，高举鼓棒，同时吹气，将2片镲相撞，敲响大鼓。所有声音使得空气震动，集体朝向陈木袭来。音波攻击吗？陈木压缩空气，制造出一面中空的墙，将所有音波攻势全部挡在外面。同时召唤血尸，开始对那些红衣之人进行宰杀。他们实力不弱，但在王朝血尸面前，尤其还是亡灵化强化过后的血尸面前，毫无战斗力可言，单方面被虐杀。砰轰！紧接着昏叫4分5裂，一阵烟雾自其中升腾起，然后一道红色的身影从其中飞出，双手前伸，表情狰狞，一副想要活活掐死自己的模样。身穿一袭红衣，面色惨白如纸，头顶黄金凤冠，以大量红宝石为点缀，生的倒是秀气，只是那唇角留下的一抹血痕，让陈木瞬间反应过来，僵尸终究是僵尸，邪性玩意。双手抬起，抓住僵尸新娘的手腕，对视上方他杀意满满的双眼，无动于衷，双手向两边瞬间发力，布料撕扯的声音，同时还伴随有骨头断裂的响动，硬生生将那僵尸新娘的双臂给扯断。砰！僵尸新娘摔在屋顶上，翻着圈滚落下去，在边缘位置停住，没有手无法起身。陈木丢掉他的双臂，五指张开，掌心向上，召唤出一缕火焰，丢砸过去。轰！熊熊烈火瞬间将僵尸新娘包裹燃烧，凄厉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刺痛人心。大概2-3分钟后，声音消失。击杀僵尸新娘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而反观血尸那边，早已将所有陪嫁护送的僵尸尽数屠杀殆尽。陈木命令他们前往那口棺材，打开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果然是给新郎躺的吗？之后陈木没有选择收回血尸，让他们继续去对其他在城中游荡的僵尸进行斩杀收割，自己则留下来打扫战场，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获得力量属性+50，没有技能，属性点也才50。尽管在看到击杀提示后，陈木已经不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这僵尸新娘原来弱到这种份上，弱爆了。提取到的东西还不如那只护卫僵尸呢，说不好听些，中看不中用，美丽的废物。不过用来针对玩家，效果应该会不错。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护卫僵尸。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僵尸新娘。秉持着不浪费的原则，陈木一个没放过。差不多，陈木对于这个副本世界也玩腻了，看一眼时间，该去试炼之塔了，决定不再保留，大肆收割，放出古龙、龙帝、各种僵尸、猪母、鸟人、寒冰师、一星铁骑军，共计差不多100万亡灵军，如潮水一般涌向各个街道。僵尸刚一露头，便被轻松斩杀，有些更可怜，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惨遭一剑轰没大半身躯。击杀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阴阳点+1。击杀巨人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20，阴阳点+2。击杀僵尸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阴阳点+1。陈木需要做的仅仅只是观看收获提示，刷新速度之快，动用慢视觉技能都有些模糊，不禁感叹人多就是好啊。至于那些玩家不主动搞事，亡灵军基本上不会先手将他们视作狩猎目标，但反感产生一点杀意表现出来，杀无赦，哪怕放在古代100万兵马，那一样是令人不敢轻视，哪怕一个国家照样会震动的存在，更别说只是4座城市大小的范围投入100万亡灵，尤其是像古龙、三龙帝、血尸君主这样的，单宁出来也算一个亡灵，数量叠加质量，如何能让人不恐惧呢？世界聊天频道已是彻底爆炸，我靠，别出去，千万别出去，现在外面百鬼游行，乱成一团了，怎么会突然冒出那么多怪物？这个副本不应该是僵尸的主场吗？还主场呢？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屠杀殆尽了。那些怪物和一般的怪物看起来不一样，你不觉得他们在画风上高度统一吗？听你这么一说，好像颜色上确实差不多。我记得之前一星铁骑副本时
有出现过那条古龙，传言是人为召唤出来的。啥玩意？那种东西是人类能召唤出来的？别开玩笑了，我觉得他应该没在开玩笑。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现在的击杀榜单。第1名，卧槽卧槽卧槽，这击杀数量已经逼近9万了，刷一下直接加4位数。召唤系天赋技能吗？而且还是 SSS 最顶级的，实在太让人羡慕了啊！100万亡灵军出动，不到半小时，陈木乃至所有人眼前弹出系统提示，血月副本宣告结束。30秒后，所有人将离开副本世界，请悉知，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这30秒时间正好拿来给此时正凌空站于玄武龟背上的陈木用来打扫战场。陈木稍微计算了一下，此次光杀戮点加上阴阳点转换的杀戮点，陈木一共拿到2000多万。属性点方面，同样是稳稳破1000万数值，完全不用发愁，早早实现属性点自由。30秒倒计时结束，血月褪去红色，恢复成正常的银白色，周围的景象也不再是鼓楼街道，变回高楼大厦，一副破败残缺的模样。玄武龟恢复行动，米莉亚、白渊则回到别墅当中，正一起在浴室打开花洒，互相清理起身体上的血污，免得睡在一起时让陈木觉得难闻刺鼻。血月副本仪式尽管已经宣告结束，不过透过那些幸存者的口口相传，却是在世界聊天频道当中掀起新一轮的热议。你们绝对不敢相信，在那个副本里发生了何等恐怖的事，现在想起来我还瑟瑟发抖。细说，没开玩笑吧？怪物已经足够恐怖的了，还有人能召唤那些家伙。有拥有快速统计天赋技能的人算过，当时一共召唤了不多不少，正好100万怪物。100万？是的，而且还有龙，不止一条。那龙啸声惊天动地。听到这些，你们能联想到谁？废话，除了陈木，还能有其他人吗？等12.1过，看看天榜地榜，不就知道了。他们这边议论着，陈木人已是进入试炼之塔，顺着传送门开启，关闭，来到31层。这一次并未选择带上米莉亚、白渊，觉得他们应该好好休息一下。虽说是智能生命体，不过机械应该也是有使用时限的吧。还有就是关于米莉亚、白渊的实力，陈木已经通过这一场战斗了解的差不多，不想继续浪费时间，自己一个人通关试炼之塔要更快些，时间紧迫。31层，陈木四下看去，四周全是山，光秃秃的，没有一点植物，到处都是如尖牙般直上直下，要么斜着，毫无规律生长着的山峰，纵横交错。一轮圆月在黑云之下若隐若现，随时有可能会被吞噬。啪嗒，脚步声自远处响起，陈木目光看去，是一只银色皮毛的狼。这头狼论身躯已是快赶得上一头大象，低下脑袋，正龇牙咧嘴，口水不断从牙缝流淌下，用一双血红发光的双眸直视陈木。纵使皮毛在后，也挡不住腿部条条好似钢筋般浮现而出的肌肉线条。嗷呜！银狼忽然抬起头，发出响彻几公里的狼嚎声，啪嗒啪嗒啪嗒，接着越来越多的脚步声在陈木四周响起，嗷呜嗷呜嗷呜，响应的狼嚎声不断。而此时陈木正身处于一断崖之上，身后便是望不到底、被雾气掩埋的悬崖，用不着后退几步，那尖锐的牙尖便不足一只脚掌的大小。转过身，一群巨大的银狼已是冲破雾气，保持攻击之势，缓缓靠近。那一颗尖牙便有陈木手指长短，两手指粗细，皮毛浓密，自带丝绸般的亮白质感，比珍珠稍微要差上一点点，应该很适合用来包皮做衣服，妥妥贵族专用。如果人类社会能够建成，安定下来，相信这玩意绝对会成为硬通货，相当珍贵的资源。抛开雾气之后，还未露面，只能隐隐看见黑影模糊身躯轮廓的银狼。此时陈木一眼所见，少说20-30只。陈木还真有些担心，他们集体冲过来后，这狭窄的断崖能否承受得住压力？恐怕真的会断裂。银狼们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不准备一起行动，而是单独走出一头银狼。又或者他们根本没把陈木放在眼里，认为一个人类不值得所有银狼一起出动对付猎杀。啪啪啪，脚步声持续加快，爪子抬起，落地间发出的声音加剧着紧张氛围。面对这种情况，陈木却是出奇的淡定，抬起手在面前打开一扇暗影之门，一头寒冰狮从其中浮现出来，论身形完全碾压银狼。在银狼张开嘴飞扑上来之时，抡起兽爪，砰，狠狠砸击在银狼的脸上，当即将它拍飞，滚出去好几圈，险些从悬崖上翻滚下去，拼命用一双利爪抠挖着地面，声音刺耳，想要爬上去打滑接二连三。可以看得出来，其余银狼看到他的遭遇，是想要上去将他拖拽上来的，但碍于寒冰狮的存在，
迟迟不敢有所行动。狮子对于狼的血脉压制力摆在那里，大家都是怪物，而且体型还不如对方，即使数量够多，想要达到像不把陈木放在眼里那样，不把寒冰狮放在眼里，还蛮难的。在一众银狼眼中，寒冰狮本身已经把威胁二字清清楚楚写在了脸上。嗷呜！这时，从云雾之中传出一声更为响亮、压迫感拉满的狼嚎声。那几十条银狼在听到这声音以后，面色立马变了，多出几分坚定，纷纷迈出脚步，从各个方向奔袭向寒冰狮。有银狼试图从脖颈下口，有从脚腕下口，还有的从胸腹下口。嗷呜！这结果吗？不言而喻，只能在寒冰狮身上留下点点牙齿的划痕，无法破防。寒冰狮一声咆哮，身上寒气扩散出来，顺着牙齿进入他们的口腔、身体当中，感染五脏六腑。等那些银狼反应过来，已经为时已晚，皮毛不再飘逸，随风而动，变得犹如针般挺立，质感发硬。寒冰由内侵蚀，完全侵占了他们的身躯。砰！寒冰狮一脚抬起，轻松将被冰冻住的银狼整个踏得碎裂，冰块打滑，毫无阻力一般从悬崖上滚落下去。这并未打断其余银狼的攻击决心，他们似乎被什么威胁着，明知冲上来是个死，别无选择。寒冰狮张开狮口，吐出凌冽的柱状寒气，一扫，立马出现十几座冰雕。嗷呜！砰砰砰！在一声猛烈的咆哮，全部震碎，清脆的声音接二连三响起，留下一地碎冰。这下银狼们彻底怂了，耷拉着耳朵往后退。陈木则注意到更大的身影自那云雾中走出，狼外加一个骑在狼上的人，那的确是个人形没错。可当二者完全走出之后，陈木才意识到自己猜错了。这家伙通体发绿，长得确实有几分人像，十分粗壮，上半身的肌肉线条清晰，好似豆腐块一般叠在一起，一条胳膊便有陈木的腰粗，上面还可以看见根根暴起的筋脉。脑袋顶上光秃秃的，耳朵尖长，双目泛着红光，两颗大獠牙如同野猪般外露，显得那7、8颗位于中心的小尖牙不那么显眼。身上有很多愈合的刀伤，包括脑袋、脸上，即使已经愈合，依旧深至少几毫米，留下深深的划痕。陈木印象中，这种东西和哥布林很像，一种常常出现于各种异世界游戏设定中的野怪。不过比起那些哥布林野怪，这家伙更像是王者级别的哥布林，还穿戴有骷髅头的巨羊角肩甲，胸前胸后以皮带斜着连接，左手攥着个骷髅头，右手手腕上佩戴着一面小型的骷髅带刺盾牌，手握4、5米长的狼牙棒，长满倒刺，外翻依旧不缺少骷髅头的设计，眼睛似乎是由蓝宝石打造，而在狼牙棒的顶端是一圈长枪般的尖刺，这要砸中一下，绝对能轻易挖出个血洞。下半身穿着厚重的兽毛皮甲，与钢铁裙甲融合，腰部那一大块厚重的哥布林头像腰带同样十分吸引眼球。但陈木总觉得那龇牙咧嘴的模样，加上眼神像一头猪，亮出血条。查看名字，得知其名为哥布林狼骑，双脚抬起，一踢打银狼的腹部，银狼立刻不畏生死，冲向寒冰狮。轰！寒冰狮吐出寒气，被哥布林抬起手盾抵挡，硬往前冲，手臂上已经结出一块厚重的寒冰，待距离拉近的差不多，赶紧抡起手中的狼牙棒，照着寒冰狮的脑袋狠狠敲砸过去。轰！挥舞间掀起猛烈狂风，这一击的力量有多强大，不言而喻。寒冰狮的狮脸被敲击出一大块缺口，转瞬愈合。寒冰狮再张狮口，银狼见势直接前肢离地，试图强行闭合狮口。哥布林也未闲着，轰轰轰，砰砰砰，一次又一次狠狠敲砸着寒冰狮的脑袋，碎冰乱飞，还落了一颗在陈木的手心，久久不化。眼见时机成熟，哥布林举起左手的骷髅头，将骷髅面向寒冰狮还未来得及完全愈合的狮头，嘴里默念着咒语。接着那原本闭合嘴巴的骷髅头竟张开，从七窍中喷涌出幽蓝色的火焰，燃烧融化起寒冰狮。原来不是装饰品吗？陈木意外一笑，没想到这武力值战士还兼职魔法师。寒冰狮眼看着落了下风，作为主人又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被人血虐而不管不顾呢？打开更多的门，放出更多的寒冰狮，既然单个的战斗力不够，那就群挑好了。7、8头寒冰狮同时张开石头，到处乱喷寒冰气息，将一眼所见之地之物全部冰封。哥布林的蛮力以及他那骷髅火焰完全不奏效，保持着银狼抬起千足的攻击方式，被冻成冰雕，俨然成为一件艺术品。面对这件艺术品，最开始那只被破相又恢复的寒冰狮毫不留情，挥舞有力粗壮的利爪将其破碎。奇怪，还没杀完吗？陈木觉得通关提示该出现了才对，
却迟迟没反应。难道不止一只哥布林狼骑？没办法，只能往这方面去想。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还有银狼没被杀完，刚才掉下去的那只没死。猜想一个接一个，始终拿不定个主意。嗷呜，嗷呜，嗷呜！这时还没平静多久的狼嚎声再次响起，从四面八方，数量之多，仅凭耳朵难以分辨。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很多。还真让我给猜对了。陈木笑道，踏空而行，站于深不见底的悬崖之上。陈木抬起手一挥，轰，招来一股狂风，想要将那碍事的云雾全部冲散。倒要看看这周围的银狼有没有自己预想中的那么多。待云雾散开，月光洒下，一切得以显露。云雾破散之后，那些家伙无所遁藏。陈木一眼望去，哥布林狼骑的数量超过100名，数字不大，可银狼的数量却是一点不少，足有万只。似乎是按照一名哥布林狼骑率领100只银狼来进行划分。哥布林胯下骑乘的银狼普遍体型更大，属于狼王级别，很合理。面对此情此景，陈木脸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应有的慌张，淡定到极点。不过区区万只银狼，100名哥布林狼骑罢了，成不了气候。又抬起手，在空中一抹，无数的暗影之门在狼群之前的空地上打开，一尊尊寒冰狮自其中浮现，数量超过2000。嗷呜！包括寒冰狮王在内，倒也多亏这头寒冰狮王，让陈木得以判断出悬崖之下到底有多深。寒冰狮王的脖颈以下几乎都埋在更深的云雾当中，背部只有隐约点点寒冰暴露，随时会因为云雾的活动被遮盖又露出，反复循环，不给银狼群、哥布林狼骑反应过来的机会。陈木一念动，2000多寒冰狮齐齐迈出脚步，所经之处一片冰封。吼吼吼！见寒冰狮有了行动，哥布林狼骑这边也没处在原地，干瞪眼，高举起手中的狼牙棒，吼叫起来，像是在对银狼群发出冲锋命令。万只银狼同时迈出脚步，朝着寒冰狮冲来的相反方向奔袭而去。双方混战在一起，漫天寒霜。陈木站得高，看得远，正目睹着那石山一点点被染上蓝冰的颜色。寒冰狮王张开好似能吞吃天地的深渊巨口，吐出大量寒气。不少银狼以及哥布林狼骑在奔跑进攻时被冰封成雕塑。砰轰！旋即被冲上来的寒冰狮一巴掌拍碎，拍掉脑袋，又或者身躯断成2截。双方的战力水平完全不在一个维度，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足以磨平战力上的巨大悬殊。砰轰！很快，最后一头被冰封的银狼惨遭寒冰狮一头撞碎成数百块。陈木成功通关31层，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属性点、杀戮点轻轻松松到手，相对于庞大的总数，提升并不明显。一共召唤到10000匹银狼亡灵以及100名哥布林狼骑，全部制作成怪物罐头后，陈木打开前往32层的传送门，一步走进其中，多少还是有些期待试炼之塔能给自己带来更棘手的对手，最好是能让自己出动1000万亡灵的级别，那场面一定堪称史诗级。从传送之门中走出，起初陈木以为是自己产生了幻觉，怎么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不存在半点光亮。随后危机感应产生，伴随着怪物的低吼声，数十条长条状的东西朝向自己这边袭来。陈木抬手一挥，全部斩成碎块。闭眼睁眼间，切换魔瞳，世界顿时变得明亮起来。灰黑二色，世界是灰色，而那些人形双眼泛着白光，近似于高级丧尸的怪物，正大批大批朝向自己聚集而来。他们与普通丧尸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那可以从嘴中伸出，将嘴唇撕裂，最宽的地方能有手臂粗细，足有2-3米长的舌头，看起来就好似没有皮包裹的肌肉，一丝一丝唾液如蛛网般缠绕，给人一种黏糊糊的质感。除此之外，他们的食指普遍更长，更加尖锐，好似一把把剔骨刀，这要被抓到一下，必定会留下刀砍的剑骨伤痕，鲜血狂飙，让人变成瞎子。降低视觉吗？陈木理解了32层的游戏规则与难度设定，有了魔瞳这个技能后，对付起来游刃有余。说不好听点，就是加强版本的丧尸而已，终究只是丧尸，上不了什么台面。他们唯一的优势，在陈木面前派不上任何用场。抬手在头顶100米上空生成一片乌云，天水降下，轰轰轰，雨滴如针，一根足有30厘米，将那万名长蛇丧尸成片成片屠杀，从头贯穿还不算完，身躯皮肉被刺得稀巴烂，百孔千疮，整个过程没花到30秒。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拿到杀戮点奖励以及召唤到亡灵。哎，陈木叹息一声，只可惜这场景没办法带走，没有这让人一眼黑的场景设定，长蛇丧尸的战斗力
大大减弱，说是砍了2/3，也丝毫不为过，不夸张。收起心思，开始制作肉罐头。与此同时，世界聊天频道注意到了陈木又开始通关试炼之塔的事，那个怪物果然又开始了，我还以为他今天不打算那么做呢。消息滞后了吧？之前有个血月副本，他也去参加了，所以才一直没消息。血月副本，不用想，他肯定又是第一吧？那还用说？据我从工会兄弟那了解到的消息，那家伙屠杀了10几万僵尸，召唤出100万怪物大军。啥玩意？召唤怪物还是100万？你可能不相信，但这确实是事实，没错。最后100万暗影怪物屠杀僵尸的画面，简直不要太残暴！卧槽，难怪他能稳居榜1。咱们一个人，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工会，还是最顶级的那种。之前还有人说想超越他，我说他在做梦，没毛病吧？没毛病。众人议论间，陈木那边正飞快攻略33、34、35、36，最终在短短5分钟时间里来到第39层。看一眼四周，恢复到正常的试炼之塔场景，又有点古代城堡的质感，由大量石块垒成，却迟迟不见首关 BOSS 登场。陈木能看见的只有位于正中心那颗西瓜大小的浮空黑球，这东西就是39层的首关 BOSS。陈木纳闷上前，因为太过反常，打起12分警惕心。走近后，黑球依旧没有任何反应。再走近一步，面前忽然弹出系统提示：很高兴见到您，尊贵的玩家陈木。陈木，他非常确定这个系统提示面板不是由自己的系统发出来的，边框完全不同，带着一股暗黑风。最让陈木意外的，还得是那系统面板对于自己的称呼。且不说怪物能否与自己进行对话，直接称呼自己为玩家，这恐怕有点超纲了吧？再结合眼前这诡异的氛围，陈木唯一能想到的解释只有塔顶上的那些家伙终于坐不住了，提前跑来见自己。你是谁？陈木开口问。系统面板上的文字随即产生变化，你可以理解为我是这个世界的管理员。管理员？果然如此。所以你出现在这的目的是什么？想直接出手，利用管理权限将我抹杀？陈木再问。请不要误会，我们充分认可您的实力，想邀请您加入我们，为这个世界的繁荣贡献一份力量。加入你们？陈木笑问。那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您可以获得部分管理权限，以及更深入了解这个世界的机会。按照你的意思，管理员应该不止你一个吧？是的，这个世界由一个巨大的管理组负责运行。我可以见到他们吗？陈木直奔主题。如果可以的话，他并不建议假意答应，提前屠神。这恐怕不行，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来考察我是否会对你们构成更大的威胁，是吗？陈木笑问。毕竟您的存在与行为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部分管理人会担心，是很正常的，还请您理解。如果我不答应，你会怎么做？杀了我？陈木继续追问。不，您将继续挑战试炼之塔。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塔有多少层？登顶后真能见到你们？砰！黑球上突然出现一道裂纹，旋即整个破碎。轰！陈木被强行逼退出去10几米远，抬起双手挡在面前，在一落手的功夫，眼前已是换了个存在。黑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凌空7、8米的人形怪物，面容估计只有陈木的巴掌大小，龇牙咧嘴，没有皮肉包裹。比起那张脸，更吸引目光的还得是他那巨大的6边形头骨，快赶上3张脸大，如同个帽子，边缘还有4根腹股，类似蜘蛛死后朝内蜷缩的猪腿。这肩膀装饰以及腰裙暗金与蓝色的条纹，看起来很有股哀风。那暴露在外的胸腹、手臂也是十分枯瘦，形同干尸，不少地方还缠绕着绷带，例如手腕，一只手拿着比身体还长的双头死神镰刀，宛如2个数字7倒过来，再反拼在一起。刀柄与刀刃连接的地方，4几根藤蔓相互缠绕，刀身为黑色，刃面被磨出发亮的银色。另外一只手则提着个马灯，除此之外，在右手腋窝下还长着另外一只不足正常手臂10分之大小萎缩的小手，握着个沙漏，比起脚腕部分毛茸茸、杂毛乱飞，比头还大的巨大鸟足，那尖锐到足以轻松洞穿人体的锋利鸟爪。陈木果然还是更加在意他那长在身体左侧的4扇翅膀，从上往下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是的，4扇翅膀全部长在一边，却完全不影响飞行平衡，这构造还真是有够奇。陈木话来不及说完，脑海中危机感应响起，从未如此强烈过。一眨眼的功夫，竟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来到那4翼死神面前，赶紧利用瞬间移动，在其将长刀挥下来之前远离。什么情况？陈木眉头紧皱，难以理解。这时注意到4翼死神第3只小手的动作，他将沙漏翻转一面，紧接着自己又不受控制地回到原位置。
中间的过程完全没有，不存在于脑海之中，仿佛被直接删除了。陈木再瞬身离开，这次目光直勾勾盯着4亿死神的第3只手。果不其然，他又将沙漏翻转一面，自己如同前几次一样回归原位，则那沙漏可以使时间倒流吗？陈木大胆进行着猜测，即便不是，也绝对相近。这一次，陈木没有再选择瞬移离开，而是一拳轰出，准备击打在4亿死神胯部。那与阿鲁比斯十分相像，不知死活的狗头。沙漏再转，陈木出拳的动作变为正准备出拳，4亿死神挥舞镰刀，寒芒一闪，重重斩下。陈木利用完全闪避技能躲闪开，这技能还真是有够麻烦的。没有冷却时间吗？陈木觉得万幸自己没答应那颗破球。这问题没问完，拒绝2字未出口，已是派出这种堪称 bug 的怪物对付自己。真要接受了，指不定给自己挖多大的坑。稍微有点棘手而已，倒谈不上多大的危机。暂时陈木确实无法近身攻击到4亿死神，但同样的，他的攻击也无法命中自己。不过陈木还是有点担心，因为4亿死神手上除了那镰刀与沙漏之外，还有个马灯。他可不认为那马灯仅仅只是装饰物，意义不明。翻转沙漏需要时间，如果我的速度可以更快的话，应当有机会可以破局。陈木喃喃自语道。刚好对于他来说，想要提升速度并不难，拿出100万属性点，全加在速度一栏，速度属性加100万，200万属性加持，再加上瞬移技能，陈木倒要看看这4亿死神有没有自己反应的快。瞬移上前，快速出手，一拳瞄准，锁定那沙漏，轰出。眨眼后发现自己回归到原位置。陈木很好，陈木自嘲一笑，速度属性加100万，速度属性加100万。陈木再拿出200点属性，依旧全部点在速度一栏，瞬移上前，对那沙漏出手，叠加慢视觉，4亿死神反转时间沙漏刚好平行时，陈木的拳头打在了那上面，砰，玻璃破碎，黄沙飘散，轰。这一次轮到4亿死神挥动羽翼，瞬间与陈木拉远几十米距离，手里的时间沙漏此刻只剩下个金属架。看到他盯着时间沙漏愣住的模样，陈木咧嘴一笑，得手了，这下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躲。陈木没有选择直接冲上前与4亿死神近战，毕竟还没有弄清楚他手里提着的那个马灯到底有何作用。双手抬起，平举向前，掌心微微朝内，一团火球浮空，快速扩大，火焰层层缠绕，增大至差不多1米多直径宽，再压缩空气推进，砰轰，带着一股热浪朝向4亿天使那边飞射过去。别看这火球只有1米长宽，威力却足以杀死成千上万的丧尸，爆炸后的威力不亚于导弹。杀死4亿死神不是主要目的，陈木想逼他用用看那个马灯。这些东西在4亿死神死后都有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以技能的形式提前了解一下，没有任何问题。砰轰砰轰，火球成功命中，炸开成无数的小火球，再继续炸开，又化作更小的火球，继续炸开，如此循环7、8次，才终于停止。而在4亿死神的方向，早已形成一片火海之势。陈木看得很清楚，那4亿天使呆呆站在原地，翅膀首先被烈焰附着，一点点蚕食，然后是整个身躯，羽毛肯定比那干尸肉更加易燃。奇怪，陈木总觉得哪里很奇怪，不对劲，这不应该是4亿天使所展现出来的实力。即便失去可以使时间倒流的沙漏，也不该站在原地等死才对。作为守关 BOSS， 更是作为管理者与自己谈崩后派遣出的杀手，这一切实在太过诡异，难以解释。危机感应响起，陈木利用双腿支撑，身体往后猛地一倒，轰，一把长刀几乎快要贴着他的脖子挥舞过去，上半身与大腿连接的十分笔直，加上小腿形同一个数字7，倒下来的数字7。看着眼前正挥舞着双刃镰刀的4亿死神，陈木想不通，无法理解他究竟是怎么在慢视觉之下，在自己毫无防备察觉的情况下近身自己的。以陈木的视觉洞察力，还包括 SSS 级慢视觉这个技能在内，4亿死神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完全避开自己的视线。直起腰身 ，SSS 级完全闪避发挥作用，几乎都是在危机感应响起时，陈木才能意识到4亿死神的存在。他凭空消失，又凭空出现，中间没有任何画面，陈木也完全捕捉不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疑问在陈木偶然看向火海那边时得到解释，那边还有一尊4亿死神，他依旧在接受猛火的炙烤，毫无反应，而面前4亿死神也在一刻不停地对自己发起攻击。幻觉吗？陈木缓缓从嘴里吐出一个字，渐渐意识到这其中的规律，原来自己早在不知不觉间
中了4亿死神的幻觉。中间的画面不是没有，而是自己看不到，被双眼骗了。没错，他被自己的眼睛欺骗了。单单魔瞳这个技能，并不足以破解4亿死神给自己制造的幻觉。双眼睁得更大，瞳孔中浮现出阵法，转动，触发 SSS 级识破之眼，81中文网，一切变得清晰起来。幻象与本身存在着色差，幻象颜色更浅。这一眼望去，幻象满室，几乎占据了每一个位置，而实体则在那其中来回无卡顿切换，这才造成中间的画面丢失。陈木目不可视，找准机会，陈木释放出空气线，如蛛网一般，在实体完全进入融合幻象的瞬间，缠绕缠紧手腕、脖子、大腿、脚腕以及4扇翅膀。4亿死神挥刀来的动作停在半空中，任凭其如何发力，就是无法向下半分。那空气线的质量并不是4亿死神靠蛮力便可以挣脱得了的，恰恰相反，他用的力气越大，这低频震动的空气线只会切割得越深。干尸还能流血的吗？看着那悬在空气线上紫色的小血珠，陈木些许意外，同时还注意到4亿死神手上提着的那个灯笼正亮起幽蓝色的光芒。果然是那个马灯吗？陈木并不意外地说，早有预料，佩戴在这种家伙身上的东西怎么可能会简单呢？仅仅只是作为装饰品来说，太不合理了。拇指按压住中指，弹射出一发空气炮，砰轰，正中那马灯，将其破碎，只剩下个圆环提手在4亿死神手中抓着。所有幻想顷刻间全部如沙破散，不复存在。陈木闭目，结束识破之眼，火海熄灭，那只葬身于其中的4亿死神消失不见，只剩下眼前这尊被自己以千百根空气线牢牢束缚住的家伙。食指抓紧，双臂展开，往内猛地交叉一挥，100万力量属性叠加万倍力量，瞬间空气线失去阻力感，飘荡在空气当中，十分柔软。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见4亿死神身上那被贯穿的切口，仅有发丝粗细相互交叉，隐隐渗出紫色的血珠。下一秒，身体因为承受不住压力，直接崩坏，大小不一的肉块直接滚落下来，散落一地。毕竟是干尸，虽有血，却也不多。那横截面看着十分紧实，看着眼前大块大块属于4亿死神的血肉，陈木倒吸一口凉气，没理由被斩碎成这个样子，还活着吧？但若死了，自己怎么迟迟看不到斩杀后该有的系统提示？环视四周，并未发现有怪异现象可以证明这第39层试炼之塔内有第2 BOSS 存在。紧接着，陈木忽然感觉到背后泛起一阵冷寒，目光向下看去，原本位于4亿死神胯部那个陈木认为是用来充当装饰物的狗头，眼中泛起金色光芒，那双眼睛充满杀意，直勾勾盯着陈木。在下一秒，散落在地上的尸块漂浮起来，组合在一起。自愈能力，陈木觉得应该不是，这堆叠的顺序明显与被斩碎时不同。拿最直接的说，本该位于腰部的狗头，此刻竟落在了脖颈之上，这哪里是自愈，根本是重组，变成了一种全新的生物，看着有点像兽首之神阿努比斯，人身狗头，手持巨大的纯金法杖，全身被大量的金饰包裹，连同整个狗头，甚至连牙齿全部都被纯金覆盖着，贵气的同时又不失神圣感。脑背后还有一道竖立的金色圆环，上面刻画着不少飞禽鸟兽以及小人图，或在歌舞升平，又或田间劳作，有近3米高，站在面前，威慑力满满，缓缓低下脑袋，一双眼睛闪烁金光，直勾勾看着陈木，旋即双手高举起法杖，握紧，猛然砸下。陈木后撤躲开，砰轰，那法杖很轻松地在地上砸出一个半米宽、半米深的坑洞，从那坑洞之中伸出一只捆绑着绷带的干尸手臂，想要抓握什么，最终抓到的却仅仅只有空气，沉入那坑洞之中，目不可视。陈木以为阿努比斯那一击只是威力大，不曾想还附带有魔法伤害，这要是被那7、8只木乃伊之手抓住，指不定会被带到何种地方去。2种形态吗？陈木笑道，就是不知道能提取到几个 SSS 级技能。面对再次快步走上来的阿努比斯，这一次陈木没有选择躲闪，在他将双手再将手中法杖敲砸下来之时，抬手凭蛮力硬抓住法杖柄，承受住这一击，身躯双膝一沉，但并未弯曲半点，跟着五指发力，硬生生将那法杖折断，不给阿努比斯反应的机会，再举起五指紧握的拳头，轰，挥舞间狂风呼啸，砰轰，100万力量属性叠加万倍力量，一拳轰击在阿努比斯的胸口，那垂落下来如梭一般的纯金胸甲变形破裂，阿努比斯庞大的身躯弓着，双脚腾空，
如同断线风筝，倒飞出去8、9米远，狠狠砸在墙壁上，碎裂凹陷大片。抬头看一眼血条，999层，只剩下一半，不足，没有陈木想象中的耐打。这是忘记叠加连击技能了，哪怕是连击最低5次，也足以轻松送走阿努比斯。真要说起来，这阿努比斯的形态完全比不上4亿死神带来的经验，那个技能倒是挺不错的。不过再一想，第2形态根本不需要有多强，能杀死第1形态4亿死神的人少之又少，甚至根本没有。即便以实力、数量优势勉强将其斩杀，也是伤敌1000，自损800。这个时候再出来个阿努比斯形态，一法杖敲砸下来，那威力又有多少人能承受得住呢？毕竟放眼整个杀戮世界，也找不出第2个像陈木这样能拿得出手那么多 SSS 级技能的人。结束胡思乱想，不再浪费功夫，拇指按压住中指，弹射出一发空气炮，砰轰，连击 X128，一发空气炮足以送阿努比斯上天。128次连击之下，肉身不存，魂飞魄散，击杀4亿死神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3000，通关礼包加1，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时光倒流，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幻象世界，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死亡之手，恭喜宿主获得法强加2000，速度属性加10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时光倒流，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时光倒流，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幻象世界，自动升级为 SSS 级幻象之主，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死亡之手，自动升级为 SSS 级死亡之手，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4亿死神。另一边，世界聊天频道当中，当看到陈木顺利通关试炼之塔39层时，所有人内心悬着的那块大石头总算得以落地。这次怎么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害我好担心啊，还以为他凉在里面了呢。是啊，他如果死了的话，没有怪物罐头，不止对于那些庞大工会，对于我们这些个人玩家来说，同样是一笔巨大的损失。放心，这个世界谁死，他都不会死。哦，你凭什么这么说？小道消息，那家伙可以召唤100万怪物，这事儿不是已经传遍了吗？还小道消息，应该叫大道消息，可以召唤100万怪物，还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那39层的首关 BOSS， 实力的恐怖到何等份上？说长，其实也才7-8分钟吧。别小看这7-8分钟啊，如果不是在试炼之塔里，而是放到外面来，咱们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有活下去的空间。我赞成，谁反对？可是这才39层啊，还有40层没有攻略，他会放弃吗？我倒是希望他能放弃，不然这提心吊胆的实在太难受了。哈哈哈，提心吊胆吗？确实，感觉茶不思饭不想，有种恋爱的感觉。陈木哪里有心思去管他们在聊些什么内容？将4亿死神的尸体制作成高级怪物罐头后，收入系统背包当中，打开了前往40层的传送之门，大步迈入其中。时间紧迫，那颗黑球的出现没有带来任何意义，反而浪费掉他好几分钟的宝贵时间。砰，脚落地，传来吱呀一声，完全走出后，才发现自己此时此刻正身处于一老旧的木屋当中。这木屋一看就年久失修，随时有倒塌的可能性，生活痕迹早没了，床上、桌上、地上全部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手指一抹，如同水泥粘在上面。从墙上挂着的猎枪、刀，还有鹿头、老虎头之类的装饰品来看，陈木判断这应该是某个猎人的家。这跟试炼之塔有什么关系？难不成是猎人感染丧尸病毒尸变了？确实不无这个可能性。将整个木屋探索的差不多以后，陈木朝向大门走去，用力拉动，门外传来铁链抖动、碰撞的声响，稍稍一用力，轻松拽断生锈严重的铁链，滑落到地上。陈木顺利打开房门，一步走出，来到屋外，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漆黑到底的森林，死寂一片，犹如坟地。嗷呜，一声狼嚎划破夜空，从几公里外传来。这狼嚎声听起来远比之前在更下层遇到的银狼更有威慑力。不过在数量上，双方之间则是完全不存在半点比较的可能性。目前陈木只听到一声狼嚎，可以确定的是，他在距离自己西北的方向。打开神眼，无限拉远距离，结合魔瞳，窥视整片大森林。神眼眼珠一动，四处寻找着那头狼的身影。片刻之后，陈木听到动静，迅速看去目光，锁定了那家伙的位置。确实是一头狼没错，不过因为速度实在太快，正常状态下根本看不清它的身躯细节，唯一能看清的只有那瞳孔与牙齿内绽放出的火红光亮，在空中划出一条光源线，无限延长，快速消失。而那头狼正狂奔前往的正是陈木所在的方向。木屋只有一只，陈木反复观察后，
终于肯定了这一点。数量上与银狼群完全没得比。再说体型，同样毫无半点比较的必要。比起银狼那庞大如象的体型，缩小了不知多少圈。身长不算尾巴，完全直立起来，陈木估计有近3米。放在外面的世界，或许足够让人胆战心惊。但这里可是试炼之塔，作为40层的首关 BOSS， 这体型、这大小、这数量，陈木总觉得德不配位，甚至怀疑那黑球是不是将39与40层试炼之塔的怪物换了个顺序。即便如此，哪怕作为39层的首关 BOSS， 那头黑狼同样不够资格。不过目前陈木还没真正目睹那家伙的形象，或许还有第2形态之类，也只能这么去想了。关闭神眼技能，陈木站在原地，接下来需要做的只是等待那头狼进入攻击范围。干等着似乎有些无聊，而且这一片漆黑，连点月光都没有的世界实在太过压抑。陈木决定人为制造点光亮出来，抬起手，100米高空中，一颗火球直接膨胀至数十米宽，不需要和太阳、月亮去比较，此刻它就是太阳，唯一的太阳。赤红的火光照亮大片范围，灼热的气息驱散寒冷，连陈木都能感受得到一股暖洋洋的温度洒在脸上。这不算完，再扩大，扩大，扩大，从几十米到100米宽，陈木总算满意。抬手一压，轰！完全占据视野范围的火球，看似缓慢，实则速度奇快，压下，砸在森林之上，轰隆隆，轰隆隆。这威力绝对可以用惊天动地来形容。火焰如潮水般朝向4面8方翻涌，吞没森林，掀起大片大片火海。此刻哪怕关闭魔瞳，照样可以看得清楚这片世界。陈木站在几十米高的火海前，火光在他身上忽明忽暗，他则开口感叹着，这样都不死，那家伙果然不简单。啪嗒啪嗒啪嗒，忽然脚步声传入耳中，混杂着火焰飘荡的声音，再加上距离，不仔细去听，很有可能会忽视。再过几秒，陈木已是能清楚看见有一道漆黑的狼形身影在火海之中狂奔。也正如之前判断的那般，他是冲着自己来的，100%。触发 SSS 级技能慢视觉，陈木可以清楚看见，那是一头上身毛发无比修长、浓密的黑狼，犹如失踪，嘴里横咬一把青铜古剑，嘴里流淌下岩浆，包括双眼已是看不出眼人的细节，只剩下一片亮黄。前双足还套着脚链，跑动间锁链的声音时不时会变得很响亮，比如相互碰撞在一起的时候。看着他嘴里含着的那把因为高温发红的古剑，陈木只觉得意义不明。难道只要拿到那把剑就可以轻松将他击杀？大胆进行着猜测，反正不需要负责任。不知为何，陈木越看越觉得这家伙拥有几分人形，身躯、四肢与正常印象中的狼不太相符。狼人，除此之外，陈木想不到其他更多的可能性。连僵尸都有，出现狼人倒是不奇怪，反而更适合这个世界的色调。陈木正准备动手测试看看那家伙有几斤几两，这时头顶突然拨云见月，那月亮出奇的大且明亮，对视久了可以用晃眼形容，仿佛近在咫尺。陈木甚至可以看得见月球表面的坑洞。圆月、狼人，将这2个要素串联起来的话，他总觉得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果不其然，当视线低下，回到狼人身上，他的身躯正快速暴涨着。原本手臂上那1巴掌大小的肌肉块，如今已是翻了2-3倍，越来越有人形，往狼人方面靠。颈后的鬃毛跟着延长，这浓密程度，想必哪怕是倾盆大雨，同样难以进入其中。从狼爪到双手的变化，陈木更加肯定，这确实是一头狼人没错。他口中所含着的那把剑，貌似自带火焰属性，不再被他含在口中，而是握在手里。握有火焰魔法剑的狼人，这一幕怎么看？怎么为何？正面跟他硬刚，何必呢？陈木打个响指，一切瞬间安静下来。火焰燃烧的声音，树木被燃烧，噼噼啪啪爆裂的声响，还有狼人的低吼声，全在这一瞬间沉寂，再次变回坟地氛围。陈木眼前弹出系统虚拟面板，上面显示着时钟。这个时钟并不单单只是为显示时间而存在，陈木可以拨动它，拨动的下一秒，时间会跟着倒流。将分针往后拨动1圈，火势减小，狼人的身躯开始萎缩，头顶之上才刚刚冒出的那一轮圆月再次隐身入黑暗。除了陈木之外的一切全部回归到半分钟以前。调整时间时，陈木的活动范围有限，确认倒流至这个时间后，他恢复完全活动状态，然后瞬移至还未来得及等到银月现身狼人化的狼人面前。这个过程当中，取出放置在背包当中许久没用过的火焰唐刀，双手握住，高高在面前举起，没有丝毫留情的意思，照着狼人的双眼正中心，
扑哧，狠狠刺了进去，贯穿整颗脑袋。狼人又岂会有时间和机会反应呢？火刀从双眼中心入，再从胸腹下破出，流淌着的鲜血如同一道清泉。陈木双手再一扭刀身，轰！冲出的火焰柱瞬间将狼人的整颗脑袋烘烤成焦炭。击杀剑士狼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500，通关礼包加1。看到杀戮点比起4亿死神少了整整一半，陈木很难不怀疑那黑球故意给自己搞事情。虽说试炼之塔高层确实不一定比低层的实力高，很混乱，但这等级差的未免也太多了。收回心思，正事要紧，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狼人，力量属性加800，速度属性加1000，法术强度加2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狼人，自动升级为 SSS 级日月狼人。日月狼人，起初陈木对于这个技能的理解是自己可以像狼人那样狼人化。查看关于新 SSS 级技能的描述后，陈木得知日月狼人最直白的意思是，无论日月，自己皆可从中获取源源不断的能量，全面提升属性值，以日月为能源，而日月又是永恒存在，不死不灭的。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剑士狼人，可惜只有1只，要是来个几千只的话，陈木还可以勉强一笑，欣慰离开，将狼人剩余那点尸体制作成怪物罐头。陈木转身走向那扇代表出口的传送门，回到玄武龟背上，得知他顺利通关40层试炼之塔后，无数人悬着的那颗心平稳落下。不愧是我的人生偶像，依旧那么稳。为什么40层的通关速度会比39关快那么多？老实说，试炼之塔里的怪物等级分布挺随机混乱的，高层不一定比低层强大多少，低层更不一定会比高层弱小。说的没错，之前和工会出战试炼之塔，可以明显感觉得到第3层比第2层更容易些。好家伙，通关第3层的大佬求介绍加入工会，不知道这次会不会上架怪物罐头。我记得他每次从里面出来都会上架不少，我正来回切屏呢，就等开抢。我们工会准备了20万杀戮点，不好意思，我们准备了100万，别等了，那家伙没杀过瘾，又去做通天带了。看一眼时间，距离12点还剩下5分钟。陈木果断找上秦鹿，决定试试看能不能连续通关10层试炼之塔。秦鹿知道陈木很着急，没有多说一句废话，半个字，确认组队，进入试炼之塔，紧紧跟随在陈木的身后。看一眼时间，此刻距离第2天还剩下4分半。虽然秦鹿很相信陈木的实力，崇拜他的那份强大，但要在4分半的时间里通关10层试炼之塔，而且还是31层到40层，怎么想都有些太过魔幻，岂止是地狱级别，比起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直到秦鹿看见陈木因为掀起击杀时间太慢，超过了30秒，动用技能使时光倒流，用了18秒时间斩杀掉31层的首关 BOSS 后，秦鹿沉默了。只因他曾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改变，唯独时间不行。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常识。不过这个常识显然不适合用在陈木身上，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偏离常识2字的，想用常识去解释它是一个错误、天真、完全无意义的行为。此时此刻，陈木在秦鹿眼中，神的形象被更加完善，越发真实。秦鹿看待他的眼神充满敬畏之心，不敢亵渎分毫。这世间除了神能改变时间外，还有谁能做得到？陈木这边当真越用越觉得时光倒流这个技能十分好用，只要不满意击杀时间，陈木立马一个响指倒流回去，找到弱点，以更快的速度近身躲闪，出招秒杀。平均10几秒击杀1层首关 BOSS 的事，也很快在世界聊天频道当中传开，震撼不知多少人。喂，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最长的20秒，最短的9秒击杀，9秒让我杀一只低级丧尸我都杀不死，他直接秒杀试炼之塔里的 BOSS。通天带，这不是通天带是什么？不行，不能继续看下去，真的越看越没自信，感觉像我这样的迟早凉凉。是啊，如果只是一般的强，还能拿来当个奋斗目标，这种看了只会觉得实力悬殊，堪比天地。把他视作人生目标的我，没想到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塌房，而且还是因为我不配。以前我觉得他是不当人，现在我觉得他快要不当神了。请问谁知道这个代练的联系方式？此刻陈木无疑不是成为整个世界聊天频道热议的存在，如果有个关键词排名，他绝对稳占头版头条，或者说霸占前50名。光10次击杀通关试炼之塔的秒数便可以占据10条，什么时候发售怪物罐头1条，史诗通天带1条。然而对于世界聊天频道当中的事，陈木、秦鹿完全不知情。
此刻刚刚解决掉第40层的守关 BOSS。说来也巧，前面9层没有重复，倒是这第10层的守关 BOSS 与银狼重复了，数量方面更为庞大，光哥布林狼骑就足足翻了1倍。陈木如何？还能如何？当然是照单全收，一点不客气。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10万匹银狼，轻轻松松到手，距离1亿的小目标近在咫尺，辛苦您了。意识到陈木要转身离开，秦鹿90度一鞠躬，欢送道：“陈木应了一声，抬起手挥动道：“明天见。”好的。秦鹿重重点头，没有什么是比这句话更能令他感到安心的。多亏陈木愿意带自己玩，眼下他在天榜、地榜上均有一席之地。今天不出意外的话，双榜可以进入前10位。12.1到，尽管早已知道结果会是如何，秦鹿还是选择查看了天榜、地榜的公布。天榜第8位，地榜第9位吗？秦鹿露出意外之色，比自己想象中还要高出一些。内心对于陈木的感激、敬畏之心，自然是再次猛涨不少。可惜陈木没有创建工会的想法，秦鹿又不敢多问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倘若陈木要创建工会的话，秦鹿绝对会第一时间加入。一是为了报答陈木，二则是想加入一个可靠、可持续发展的阵营。至于秦鹿有没有想过要自己创建工会，老实说，秦鹿还真没想过，因为他一直在等陈木，等他某天万一突然决定要创建工会了呢？毕竟身为工会会长，是无法加入他人的工会的。工会一旦创建，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解散。缠着他想让他创建工会，推选他成为会长的人倒是不少，秦鹿全部推掉了。决定关掉地榜之前，秦鹿又忍不住看了一眼地榜第1名，陈木2字赫然可见。孤独。当看到那一长串击杀数字时，秦鹿不禁吞了吞口水。果然只有仰望的份，何时自己能达到这种水准？秦鹿想都不敢想。世界聊天频道当中更是热闹，除了震惊便是震撼，没有其他。对此陈木丝毫不感兴趣。忙碌一天后，回到别墅，清洗干净身体，躺上床，让白渊、米利亚切入伴侣模式，才洗去的汗味又恢复，而且浓烈不少。当一抹汗珠从脸庞滑下，滑到下巴，滴落胸前，再被以舌饶是陈木也是不禁虎躯一震。这伴侣模式还能自我升级？时间转瞬，陈木躺在床上，呼哈，呼吸交替频繁，看着打开的天窗，窗外繁星，心理层面大受满足。明明耐力属性超过100万，为何还会觉得疲惫？原因很简单，陈木主动屏蔽了属性发挥作用。真要让100万耐力发挥作用，那得到什么时候？有些时候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这种疲惫值得享受，更值得回味。如那白酒，如那茗茶，不知何时入梦，再醒来已是白天。这一晚或许是吸取到之前的教训，倒是没有人、兽人、怪物来找麻烦。6翼天使并未现身，陈木睡得很安稳，坐起身慵懒地伸个懒腰。陈木起床进行洗漱，然后随便从背包里找出2个奶油面包、肉罐头享用起来。白渊、米利亚自然也是有份的，2个小丫头吃得津津有味。虽说是智能生命体，但在做人方面丝毫不输自己。自己不说，谁又会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呢？米利亚的机械手臂，那种东西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不算什么新鲜玩意了，哪怕放在穿越之前的世界，同样算不上什么黑科技。耳朵敏锐听到人声，来自100米之下的陆地。闭眼睁眼间切换神童，看着那高耸的钢铁墙壁，足有20-30米高，覆盖范围超过几十公顷。那墙壁还很新，陈木可不认为这属于旧世界的产物。反观墙壁之后的那些建筑物，有一部分已经被彻底修缮过。哦，已经有人在杀戮世界修建起属于自己的领地了吗？陈木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没想到他们的速度那么快。城墙上还有上百名负责巡逻的人在走动。在城墙内，陈木一眼望去，少说大几万人。陈木听到的那些议论声，正是来自于他们的嘴巴。他们之所以会吵得如此热闹，七嘴八舌，源于目睹玄武龟的出现。全部人驻足停留，扬起脑袋，想要一眼尽收这个庞大怪物，却发现比想象中更难。脑海中只能想到遮天蔽日一词，听说过不少，见还是头一次见。这玄武龟可比在聊天频道中看到的更加令人震撼。我的天，怎么能这么大啊？那可是神兽，大点不是很正常吗？这真的是玄武？肯定是了，和书里描绘的一模一样。你仔细看，还能看到点点蛇脑袋。我听人说，有人住在上面，还盖了一间别墅，是真的吗？不可能吧，放眼全世界，谁有那么大的本事，敢在神兽背上盖房子，还住进去？是真的，我看过图片，那个人叫陈木。陈木，
他的话确实有这个实力，一人一句，那也是好几万句，声音能不大吗？再加上玄武龟是无声飞行，陈木听得更加清楚。原来我这么有名的吗？陈木淡淡一笑，命令玄武龟停止飞行。陈木乔装打扮一番后，决定去这座人类城市看看，难免产生好奇心，没有让白渊、米利亚跟随，毕竟是去参观，又不是去砍人，他们派不上用场。那身材，那容貌，想要隐藏也不简单，万一引起风波。总之，小心驶得万年船，谨慎些总没错。利用神眼随便锁定个人流不怎么密集的地方，陈木一眼瞬移，抵达，双脚落地，悄无声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副伪装并不需要担心暴露的问题。尽管这些人全部生活在一个城市当中，听命于一个领主，但并不代表他们彼此之间能100%信任。选择伪装自己，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种喜欢显露、招摇过市的人，反而更容易惹人怀疑。哦，这里的房屋全部修理过吗？居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陈木抬手抚摸，非常确定这是人工，至少短期内达不到的修缮水准。猜测要么是和技能有关，要么是从商场中购买的道具，或者从丧尸怪物处得到。能在末世之下像这样平安无事，不用担心随时从墙后跳出一只丧尸怪物偷袭的感觉，对于陈木来说莫名新鲜。唯一需要在意的只有同类。他这边参观的兴致正高，反观另外一边却是心悬到极点。赵铁雄，他是这座城市的管理人，有不少人称他为钢之领主。此时他正与另外几名负责管理这座城市的人站在天台上，抬头与绝大部分人一样，痴痴看着头顶的庞然大龟。走神，这思绪早已飘到九霄云外去。原本这玄武龟只是从头顶路过还好，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互不招惹对方，平安无事。可偏偏现在那头巨龟突然停了下来，这可让在场众人这心脏猛地一紧，心跳加快不知道多少。在这鸦雀无声的环境之下，甚至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这时有人回过神来，鼓起勇气试探性地说，他怎么突然停下来了？该不会是打算攻打我们吧？要战吗？紧接着又有人追问，战怎么战？且不说举城内10几万人的能量，有没有机会在这头神兽手底下存活半分钟？你们别忘了，这头巨龟的主人是谁？那可是自从天榜、地榜出现后，一直蝉联榜单第1位置到现在的陈木。此言一出，再回想起昨晚在地榜上面看到的关于陈木1天之内击杀丧尸怪物的数量，以及他9秒速通1层试炼之塔的通天带实力，所有人瞬间哑言，这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整理好几次语言都是如此。胜算，说实话，哪怕0.0001%能够赢下来的概率，他们都想不到。能想到的只有100%会输。那种人可比真正的怪物还要恐怖。身为人类，他了解人类，懂得如何对付人类，又拥有碾压级别的实力，叫人怎能不去恐惧？那巨龟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行动，或许我们还有机会。要不要派人上去跟他讲和？我劝你最好别那么做。之前一群兽人企图强行登陆，结果被那巨龟吐出火焰柱，烧得一地焦炭。闻言，再看看龟口之大，这要是吐出一道火焰，那得多庞大！无法想象，不敢想象。可这么坐以待毙，也不是个办法吧？等看看他下一步想做什么。至少现在，他对我们没有敌意，则这种受制于人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没办法，谁让咱们比他弱小呢？对此无法反驳，无力反驳，只因那的确是事实，没错。总不能怨恨人家说实话吧？哎，也只能这么做了。赵铁雄长长叹气一声，点头答应。因为钢铁墙壁的建成，他自以为在这杀戮世界当中有资格被称之为强者。还没来得及得意多少时间，陈木立马带着玄武龟出现，狠狠打了他的脸，将他心中那点积攒起来的骄傲毫不留情地破碎，露出一抹自嘲的笑容，决定日后还是低调点行事比较好。太飘，迟早出事。当然，前提是得渡得过这场危机才行。抬头看着那玄武龟，始终觉得像是一把刀，不对，是上万把刀悬在头顶，随时有可能落下来，要了自己这条命。一把刀足矣，更何况是上万把。作为领主的赵铁雄都开口了，其余人只得纷纷答应。他们虽为管理人，但真要论其身份，权力是完全不能与赵铁雄相提并论的。陈木，此时他人来到了一条特殊的街道，同样是令他最为吃惊、意外的场景。没想到居然有那么多人摆起地摊，贩卖起各种资源，小到匕首，大到手枪、步枪、火箭筒、食物，尤其是生白菜这些资源，贵得离谱。相比较之下，那些武器才是真的白菜价。不过最贵的还得是由陈木制作生产、上架贩卖的怪物罐头。摊位上只有一个，但并不妨碍聚集好几十人围观。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怪物罐头吗？不知道味道如何？这么跟你说吧，5星级酒店的大厨尝过后都得自叹不如。不过这价格也太贵了吧！雷电杀人蜂在交易中心，比这便宜不知道多少倍。听到这话，摊贩可不乐意了，反驳道：“兄弟，世界交易中心是便宜，可你知道有多难抢吗？几亿人，甚至是10几亿人一起抢，你觉得这机会有多大？我盯了3天才买到一个，卖你100杀戮点，真不贵，真心一点不贵。”摊贩强调着自己怎么不容易，100杀戮点一个。连身为原主人的陈木，在听到这个价格后，都不免被吓了一跳，感叹一句：“有够黑的！”这雷电杀人蜂罐头，在陈木所贩卖的怪物罐头中，与丧尸属于同一档位，一个也就价值5杀戮点。没想到一经转手，可以卖出100杀戮点。陈木甚至有种与其让别人当黄牛，不如自己掌控这个市场的想法。不过这种事情想想就好，没必要去浪费那个时间。陈木现在最不差的便是杀戮点，真要有那个闲工夫的话，还不如多击杀几只丧尸怪物，把它们一键烹饪成怪物罐头。看够了，正当陈木准备离开时，抬起的脚落回到地上，察觉到有一丝丝不对劲。这些人里面混着其他东西，他们把自己遮盖得很严实，但陈木还是敏锐地感知到他们那与周围人明显不同的气息。这股气息，陈木并不陌生，来源于兽人。粗略估计，至少有3、4只。他们打扮的可比自己严实多了，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识破。毕竟完全看不到面具、长袍下的真容。这些家伙混在人群中，意欲何为？眼线？还是别有目的？又或者是为了在城中引起血腥事件，在趁着动乱之时发起大军入侵，攻占城市？一个个想法在陈木脑海当中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难得可以像这样打发时间，浪费精力。陈木脚落回原地，准备继续等待，看看那几只兽人何时会出手，在密谋些什么。完全出于好奇心。10分钟、半小时、1小时，时间开始来到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摊贩单眼看着水壶里的水被喝干净，倒不出来，决定要收摊。那几只兽人则在暗中窥视着这一切，伺机而动。摊贩将地摊布4个角卷起，捆绑在一起，弄成一个包袱，然后放进系统背包中。乱是乱了点，可以节省空间，反正都是密封好的东西，要么是固体，也无需担心会漏出来之类。呼，环视一圈，吐出一口热气，确认没有遗漏后，摊贩背着双手，和那些行人一样，离开时左看看右看看，也想找找有没有自己可以用得上的东西。一番看下来，要么是自己看不上的，要么是看得上又太贵的，直接断了他的念头。不多时，人离开街市。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好的反侦查意识，能及时察觉到自己被跟踪了，而且不止一个人，或者说不止一种人。兽人沿着纵横交错的通道，始终与摊贩保持1屋1墙的距离，只等人少后再下手。陈木充当的角色自然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里的黄雀。完全隐身状态下，进入更高的维度，根本用不着担心会被发现。阿 T 停住身，低头打个喷嚏，揉揉鼻子，抬头的功夫，摊贩才发现自己被包围了。4个人前后左右将自己的进路、退路全部封死。我记得你们是之前混在人群里的家伙，怎么买不起？打算硬抢？见对方不回话，摊贩继续道：“这里可是有秩序管辖的地方，万一让领主知道的话，你们可不会有好下场。乖乖把身上的东西交出来，不要逼我们下死手。”男人从黑袍之下伸出手，语气中威胁的味道很浓。这毛！摊贩双眼瞪大，抬头间表情可比刚才还要震惊得多。你们不是人，你们是兽人，快点把东西交出来！身后的兽人将伸出一根利爪，如刀刃般逼近，抵住摊贩的喉咙。摊贩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得到，喉咙上传来一抹随时有可能破皮的锋利感。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摊贩自知不是4名兽人的对手，举起双手，以投降姿态道：“罐头，那个叫雷电杀人蜂的罐头。”声音从背后传出。听到这句话，陈木多少有点意外，着实没想到4名兽人混入人类生活的世界，不是为了入侵，更不是为杀人泄愤，单纯只是想要罐头，而且还是自己制造、贩卖、流入市场的怪物罐头。兽人都是吃货。陈木仔细想想后，觉得这种概率实在太低，更愿意相信兽人无意间从人类手上得到怪物罐头，发现了他们自带的特殊增益效果，然后将怪物罐头认定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派遣兽人进行广泛搜集。这玩意还真是抢手啊！面对4名兽人的威胁，摊贩只能乖乖取出单独存放进一个系统背包格子的怪物罐头，交出。东西已经给你们了，现在可以放过。声音沙哑，说不出话来。男人的脖子上多了一个血洞，深不见底。
兽人伸出带倒刺的舌头，舔干净爪子上的血，声音冷漠：“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你在这杀掉他，万一暴露我们怎么办？”有同伴埋怨起他的行为：“放心吧，不会被发现的。你们难道还没饿吗？”听到这么一问，4名兽人你看我，我看你，瞬间反应过来，只要让摊贩不存在，彻底消失，不就不用担心被发现了。其中一名身形最为庞大的兽人扛起摊贩，准备离开，转身之际，却看到先一步现身的陈木，没有犹豫，豹人直接狂奔而来，利爪如弹簧刀般伸出，决定解决掉陈木。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兽人混入城中的消息泄露出去。去死吧！这一爪子挥出，结果却是让另外3名兽人大跌眼镜。明明是豹人主动发起攻击，可这爪子才挥出一半，距离陈木不到1米远，豹人惨遭突然分尸，碎块掉落一地，鲜血滚滚流出。击杀豹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空气中仔细看可以发现悬空的血珠。2名兽人扭头对视间，心领神会，快步冲出。他们的字典里似乎没有逃跑和撤退几个字，更喜欢采取攻击为防守。既然担心陈木会泄密，那便杀了他。至于这贸然出手的下场，似曾相识燕归来，与那豹人别无二致，只留下一大堆不难分清哪是哪块部位的尸块。击杀狼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狼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亲眼看到3名兽人同伴死在自己眼前，熊人终于意识到不对劲，转身抓紧肩上在滴血的尸体，想要逃跑。砰轰，却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身躯直挺挺地向前倒了下去。摊贩的尸体更是直接脱手，滚出去7、8米远，狠狠撞在墙上，骨头咔嚓一声断裂开。熊人试图爬起身，回头才意识到自己的双腿不知在何时被切断了，远在半米开外。陈木抬起手，在熊人脑袋顶上凝结，悬浮出一把看不见的刀刃，手臂向下一落，扑哧，刀刃从脑后背入，由脸出。击杀熊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为什么要动手？想动手就动手了，没那么多为什么。高兴最重要。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1级技能交易口才，杀戮点加1500。提取到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几乎是把摊贩身上有价值的全部薅走了。恭喜宿主获得1级技能交易口才，自动升级为 SSS 级交易大师。交易大师陈木查看起关于这个技能的详细描述，越看这表情越是不淡定动容。本以为是一个会增加交易概率，让人心甘情愿被自己坑的技能，看过后才知道远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真正意义上做到万物可交易，道具、属性、生命乃至技能。没错，陈木现在想要得到技能，甚至不需要杀死对方，直接交易即可。等一下，连生命都可以用来交易吗？陈木先前没仔细看，目光全被技能2字吸引去。等反应过来后，才意识到不对劲。照这么说，哪怕100亿人一人交易1年性命给自己，自己也能活100亿年之久。即使现在杀戮世界幸存下来的人类不足100亿人，那也是大几十亿。如果可以换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陈木相信，别说1年，哪怕是10年、20年的性命，他们也会愿意抢着进行交易的。离谱，这个技能真的离大谱。陈木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试试看了。打开系统面板，进入世界交易中心，选中一个用哥布林狼骑尸体制作的肉罐头，将数量增加到100，标题名为100个试炼之塔关卡 BOSS 怪物罐头，交换一个 C 级及以上的技能。技能等级对于陈木来说确实不是那么的重要，只因无论什么等级的技能，到了他这都会自动秒升级为 SSS 级，但高等级的技能往往会更厉害些，在这个基础上升级为 SSS 级，效果大概率会更好。帖子一经发出，响应不断，可以说陈木2个字现如今已是成为世界交易中心的金字招牌，没有之一。一天下来，每分每秒关注着他动态的人绝对不会低于9位数，1字为单位，甚至更多。终于又见大神冒泡了，前排虎摸，可恶，为什么提示我没有权限交易？难道涨价了？兄弟，你别光顾着抢啊，仔细看下标题内容。标题内容怎？卧槽，交换技能，技能还能拿来交换？不知道，没看到有选项啊。兄弟，还真的能，但我只有D级技能，只在这个帖子里可以，其他帖子不行。我现在说他是特权玩家，谁还怀疑？技能都可以用来交易，太变态了吧？C 级交易100个试炼之塔高层 BOSS 的怪物罐头，划算还是不划算？肯定划算。C 级技能现在能干什么？拿着100个怪物罐头加入工会，绝对会被器重的。我试试，你妹，已经被交易走了。交易成功，怪物罐头100，恭喜您获得 C 级技能黑客之手。看到这4个字，
陈木终于明白对方为何会拿来交易了，一个专门针对智能机器的技能。可在当下这个世界，又哪来什么智能机器呢？陈木猛然反应过来，这技能如果再强一些，没准对于米利亚、白渊那类智能机械生命体来说，会构成很大的威胁。黑客入侵，强行改变数据。恭喜宿主获得 C 级技能黑客之手，自动升级为 SSS 级黑客之手。能拿到这么个技能，也算是少了一份后顾之忧。更让陈木感到欣喜的，还得是交易大师这个技能可以派上用场，没有半点华而不实。陈木脑海中已是酝酿出一个庞大的计划，先搞他个1000年、万年寿命，手里没用的怪物罐头还多得很呢。少收获些杀戮点对于他来说算不上损失。正在他准备操作之时，脑海中突然响起危险感知，立马关掉系统面板，飞身上屋顶，再转身回头，目光看下去，又是个全身上下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怪物，身材比例严重失调，腰腿粗的惊人，快要把黑袍撑破。让他产生危险感知的，并非那黑袍人本身，而是一条明明是在空气当中却可以自由游动的怪物鱼，完全变异，整体呈现为蓝黑色，有半米长，身上充满褶皱与排排长出来的白色尖刺，看不见眼睛，倒是有一条条蓝色发光的线，不确定那是不是他的眼，数量极多。嘴巴2排牙齿内还长着一张嘴，2排更加粗大尖锐的利齿，带有荧光效果的粘液从中流淌出。因为不是晚上，荧光效果并不明显，倘若被那怪物鱼咬到一口，轻则见骨，重则直接腿身分离。这玩意也算兽人。陈木眉头紧蹙，下一秒危险感知能力再被触发，咻咻咻，从那黑袍之下竟伸出一条条触手，如尖枪般刺来，无限延伸。陈木抬手一挥，尽数斩断，啪啪啪落地，迅速融化，回归到那黑袍之下，融合再长出。章鱼吗？除了章鱼、鱿鱼、乌贼之类的生物，陈木想不出还有什么动物会有那么多条吸盘触手，有些本事，难怪连我的人都敢杀。听到那尖细的声音，陈木瞬间明白，这家伙8成是闻着那4名兽人的血腥味找过来的。兽人在嗅觉方面的能力肯定比人类强，自己忽视了这一点。好在陈木并不介意多收获一个技能，召唤一个亡灵。面对那条朝上游来摆动身子的怪物鱼，陈木抬起手，五指张开，握紧肩，轰！一杆火焰长枪瞬间形成，在那怪物鱼张大2张嘴，距离缩短到2-3米时，猛地向下投掷出火焰长枪，轰！火焰卷起狂风，热浪直射入口，穿透鱼身，化作焦炭，角度控制得很好。一杆火焰长枪攻击的可不单单是那条怪物鱼，还有那章鱼人。章鱼人自知躲不开这攻势，一条触手伸到头顶，缠绕揪住长袍，一把掀开，露出庞大的身躯，倒下身躯，将底盘对准那火焰长枪，喷射出黑色的墨水，企图利用5行相生相克之道灭了那火。殊不知陈木的火可不是普通的火，滋滋滋蒸发的声音频频，水雾大量升腾起，轰！可那长枪的火势却不减半分，反而越来越浓烈，从那口菊混合的洞口灌入，火焰4分5裂，侵蚀全身。燃烧的章鱼足发卷变色，寄生长在触手上的怪物鱼赶紧 U 型扭动身子，鱼骨从另一面刺出，张开嘴咬断连接部分，避免被火烧，只留下章鱼人被猛火炙烤，让人不禁联想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过章鱼人对于陈木的那份仇恨，怪物鱼完美继承。3条大小不同的怪物鱼齐齐张开嘴，流着荧光唾液，在昏暗的小巷中往陈木这边摆动游来。这鱼当真是越看越恶心。陈木五指一张，每根手指都连接着一根目不可视的空气线，长7-8米。在怪物鱼进入攻击范围后，轻轻左右一挥手，当场将那怪物鱼碎尸成几段，掉落在地上，失去生命反应。这里面怎么会有那么重的血腥味？听见人声从巷口那边传来，陈木立刻动用隐身技能天赋，并不想暴露，引起动乱。我靠，这是个什么情况？看那几人与普通民众截然不同的装扮，胳膊上还佩戴着红袖。陈木猜想，这些人8成是城中巡逻队的人。这些是兽人，城里怎么会出现兽人？另外一名男人蹲下身，用手中的电击棒挪动开尸块，露出半张豹子脸。我想知道是谁杀了他们。比起这个，还是先去通知领主大人他们，有兽人混进城里来了，快点跟上，时间晚了，万一发生什么事，你我全部掉脑袋都承担不起。见2人离开，陈木抬起手，对准那张鱼人的尸体，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再将所有尸体全部制作成怪物罐头。离开为什么要离开？陈木总觉得接下来会有一场好戏，现在离开
会是很大的一笔损失。继续以隐身状态停留在原地，1分钟、5分钟，领主就在这边。很快，在那2名巡查人员的带领之下，赵铁雄以及其他几名管理者带着大部队赶到。一眼望去，至少有100多号人，扩散开感知力。这附近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另外一拨人。陈木十分确信，这气息是兽人没错。他们也闻到同伴的血腥味，赶了过来。原本应当是想看看情况，结果却遇到了城中巡逻队，不得不选择和自己一样，先静观其变。贸然出手，以数量上来说，绝对会输，输得很难看。兽的智商不比人，兽人可不一定。你们说的尸体在哪里？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一名身体比较肥胖的管理者大喘着粗气，有些埋怨。本以为真有什么重大情况，一路跑来，却发现扑了个空。奇怪，巡查员抬手挠头，明明刚刚这里还有一大堆尸体，怎么一下全没了？一个人看错，总不能2个人全看错吧？你们好好回想一下，是不是记错地方了？不可能啊，这一片我们很熟，绝对不可能记错的。巡查员对此十分肯定。赵铁雄则蹲在地上，用手指一抹，抬起手再嗅闻嗅闻，发现泥土中混杂着很浓烈的血腥味，这味道比人更腥。拇指和食指揉搓揉搓，将那些淤泥甩掉。赵铁雄站起身，说出自己的分析结论：看样子，那些家伙在我们来之前，已经将尸体全部处理干净，防止我们发现城中混入了兽人。什么？兽人真的混进来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所有人的目光聚焦于赵铁雄，等待着他这位领主发号命令。传令下去，让所有人出动，仔细排查，一旦发现兽人，杀无赦。赵铁雄下令道：是。接着，一名管理者靠近赵铁雄，问：城门防守那么严，会不会是你判断出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密不透风的墙，那些家伙比你我想象中的要更容易收买得多。那人还想反驳，可话到嘴边，又决定咽下去。确实，眼下这个世界，哪怕因为一块肉叛变，他都不觉得奇怪。决定按照赵铁雄说的去做，即刻行动，全城排查。在听到这些话后，陈木可以清楚感知到那些兽人的气息在一瞬间消失。为防止那些兽人出去通风报信，赵铁雄随后又补充道：将东南西北4扇城门全部关闭，没有我的命令，禁止通行。陈木瞬移到城中的制高点建筑物上，盘腿坐下，利用神眼纵观整座钢铁城市，先放大查看起东城门，然后是北城门，再到西城门。这3个城门均在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闭合3层钢铁之门，无论硬度、厚度，哪怕钻地车，不损坏几颗钻头，想要轻易攻入，几乎不可能实现。可当目光来到北城门时，却是发生了意外。守城的人确实第一时间按照赵铁雄的话去做了，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兽人直接与守城的卫队发生冲突，几名拥有飞行能力的兽人则趁着这个机会张开羽翼，飞越城墙。尽管身为队长的人反应速度足够快，扣下扳机，利用火箭弹击落2名鸟兽人，却还是漏了一只。一人之力终究有限，毕竟一开始谁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放下火箭筒，抬头看着依旧不见天日，遮挡着天空的玄武龟父，这一天天都什么事啊？难得平静几天，希望没事吧？一名部下走上来，接过火箭筒，拿去放回原位置。希望吧，队长赞成道。另一边，赵铁雄他们已经完全放任，无视玄武龟的存在，反正奈何不了，真要打起来，也只有乖乖受死，被踩在地上摩擦的份。不如先做好眼下能做到的事。转眼半个小时过去，看着手上的名单，不止赵铁雄，所有人都没想到潜藏在城中的兽人数量会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才半个小时就排查出50多个兽人，其中43个已经解决，还有7个在追捕当中。这只是已经排查出来的，谁知道在暗地里还藏了多少？必须追责，绝对不能放过那些把他们放进来的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置大家的安危于不顾。是啊，这件事必须有个说法，否则民众那边不好处理，万一让有心之人找到机会。话点到为止，不敢说得太明，太过卖弄自己的聪明，不是一个好选择。赵铁雄大脑飞速运转，想着要如何平息这件事。与此同时，坐在他们更上一层的陈木有了新发现，远处黑云压压，有大部队正在往这边赶，那速度不可能会是人类，人类可不会冒险在这么开阔的地方选择双脚赶路，车子会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更安全。那层车壳子铁皮总比人皮要硬得多，当然某些拥有增强体质、身躯硬度技能天赋的人除外，能让肌肤表面变得和钢铁一样硬的可不在少数。抬起双手，同时往外滑动，拉远再放到画面。兽人，一眼望去，除了兽人外还是兽人。
冲在最前面的是狼、虎、豹子之类的兽人，容貌上以陈木的人类视角来看待，大差不差，区别没有体型、肌肉那么明显，其中甚至不乏野猪、鳄鱼、兔子、鹿之类的动物，品种繁多，能把那么多种类的兽人团结起来，看来背后的那个家伙不容小觑啊。陈木断言，那些兽人打这座城市的主意，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且不说兽人有没有像是人类这样的建筑工艺，即便有，何必去浪费那精力和气力呢？抢个现成的难道不好吗？虽有牺牲，可倘若真的拿下来，将人类驯服成奴隶，足够弥补他们的损失，也可以更直接、暴力的让他们为自己获取怪物罐头，没必要再偷鸡摸狗。更多的则是来源于骨子里的傲慢吧，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至于赵铁雄和兽人一方谁会赢，陈木也好奇这一点，很想知道，所以才会选择留下来。这座城市里，初步估计加起来应该有7、8万人之多。反观兽人一方，只有1万出头。不过个个凶猛，不到最后，其实还真挺难说的。陈木自己的战斗经验，对手太强，忽然要他放低眼光，带入这群人的视角，比去速通10层试炼之塔要难不少。赵铁雄这边，砰，顾不上敲门，西城门守城军的队长直接推开房门，嘴里大喘着粗气，连滚带爬的说道：“领主，不好了，兽人攻打过来了！”什么？赵铁雄双眼一瞪，赶紧下令召集所有人手前往西城门。路过守城军队长身边时，抬起手落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几下，提醒说：“下次这么重要的事情，没必要亲自跑一趟，直接在工会频道里发是一样的。”抱歉，我太着急了。队长猛然想起来，还有工会聊天频道这个东西，完全被那上万规模的兽人队伍吓到思绪混乱，没办法像平常那样冷静。一时间，所有人都在往西城门方向赶，不止守城军，哪怕是被视作平民的存在，只因他们心里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一件事情：一旦城门被那群兽人攻破，自己的下场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尤其是自己的女人，那些家伙发起狂来，可不会把人当人，形容为工具，毫不夸张。哪怕把人玩死，也不会有人去追究他们的责任。除去少部分技能天赋派不上用场的人，基本上主动选择前往，贡献一份力。其中自然不乏早看兽人不爽，想趁此机会好好释放一下心底杀戮欲望的存在。被条条框框限制久了，又想体验一把无拘无束的快感。7、8分钟后，兽人抵达城墙之下，距离50米开外，似乎是在等待着命令。而赵铁雄一方人马同样备齐，足有4万多人，4万对1万，双方的胜率依旧模糊。陈木瞬移至城墙上一角落，想近距离观战，同时做好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心理准备。不管他们厮杀的如何惨烈，陈木可以肯定的是，自己最终都将狠狠收获一笔。除非几万人拼杀起来，一人不死，那也太夸张了。到时陈木估计会觉得自己被戏耍，直接出手将双方全部扫平，公平公平。而兽人之所以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攻城的原因，主要是源于对于头顶那遮天玄武龟的忌惮。那东西怎么会在这？一名虎人问道。玄武龟与鸟人群之间的事，在兽人之间也是广为传播，被熟知，或多或少听说过。说不恐惧，不害怕，那绝对是假的。虎人担心，那玄武龟与这座人类城市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庇佑关系？真要如此，贸然攻城，只怕100%会惨遭团灭。回将军，那巨龟是不久之前才出现的。据我探查到的消息，连他们也不知道这巨龟为何会出现在这，还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恐慌。飞出去通风报信的那名鸟兽人凑身上来，说着自己的想法与见解。我想他一定是路过，再加上飞行太久，刚好停在这里休息片刻。可万一虎人这心还是难以平静，不敢去赌。听着他们之间的谈话，陈木甚至有股冲动，想要上去告诉虎人自己绝对中立，不用担心，你们打你们的。鸟兽人及时助攻，虎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他的攻击范围，这巨龟倘若真是他们的守护神，为何还不攻击我们呢？您若实在不放心，可以先派遣几人前去试探看看。他提议。好主意啊！虎人低头看下来，目光那便由你挑选几个拥有飞行能力的兽人去试探看看好了。鸟兽人早知道就不多这句嘴了，可事已至此，他又别无选择，挑选几名鹰系兽人与自己一道，展开翅膀朝向城墙之上飞去，绕开枪林弹雨，要么以钢铁般的羽翼进行格挡，在接近目标对象后伸出利爪，想要拧掉他们的脑袋，最终引火自焚。轰轰轰，直到鸟人全部化作火球从天空中落下。虎人依旧没有看到玄武龟有半分行动，说不好听点，那眼珠子
压根没往下面瞧过半点。看着鸟兽人烧焦的尸体，虎人喃喃自语道：“看来真让你给说对了。”于是高抬起棕黄色、毛茸茸、带有黑色斑纹的手臂，吼道：“随我杀入城门，血洗人族！”上万名兽人听到虎人的命令，气势汹汹，纷纷行动起来，迈开步子，朝向城门冲去。城墙上的防卫大多以枪支弹药、发射火箭筒为主，有少部分会凝结出火球、冰锥之类的元素技能进行攻击。面对枪林弹雨，皮糙肉厚的兽人主动充当起肉盾，吸引火力。那子弹、导弹击打在他们身上，竟无法造成半点破坏效果，甚至连一点点本应该看见的鲜血痕迹都没看见。岂止硬啊，简直硬得离谱！更有螳螂人高高举起一对螳螂刃，在导弹、子弹接近的瞬间，出刀将其斩成几段的同时，破坏内部线路，造成哑弹现象。其中不乏莽夫存在，抱着导弹头强行改变方向，射向发射它的人。砰轰，双方都有死伤，无非是数量多、数量少的问题。确认那玄武龟不会参与进来后，虎人更加放开手脚，让一部分兽人飞向空中，负责吸引注意力。犀牛、巨象这类拥有庞大身躯与力量的兽人，否则毁坏、冲破城门。另外一边更是叠起人梯，企图翻越城墙。赵铁雄一方虽然有几万人，可城门不开，城墙上容纳范围有限，没有办法将力量全部使上。这就相当于明明有一双手、10根手指，却只能用1根手指打开城门，全面迎敌。赵铁雄不是没想过，可万一让那些兽人占据上风，攻入城内，但像这么干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会持续拉近彼此之间的差距。人数优势总有不存在的时候。打开城门，所有人随我一起杀出去，荡平那群兽人。赵铁雄下定决心。可是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我觉得还是慢慢消耗他们比较好。是啊，我们虽然人多，可真要面对上，不一定能全部派上用场。我也建议慢慢消耗，等对方的数量锐减到一定数量时，再开城门进行围攻。部分管理者并不赞成打开城门，眼下所有人对于兽人还不够了解，担心会是玉石俱焚的局面。听我的，赶紧把城门打开，我们的人经不起那么损耗下去。赵铁雄态度强势，没有理会任何人的意见。最终城门一层层打开，兽人军一股脑冲杀进来。人类这边不甘示弱，两股力量混在一起，大打出手。能一刀毙命，绝不用第二刀浪费时间，给对方机会。技能固然厉害，不过冷却时间以及部分技能触发时间较长，再加上没有系统化的训练配合过，人类这边颓势明显。还是赵铁雄亲自持刀杀入其中，才拉回一些低迷的士气。但紧接着，牛头人与犀牛人组成的冲阵，再次让不少人产生了投降的想法。砰噗，可以看见不少自己这边的人被顶飞到7、8米的高空，狠狠摔落下来，吐血，再被蹄子踩断手脚，那骨折的声音，光是听着就觉得疼，仿佛能与其感同身受，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人选。看到这儿，要陈木想的话，兽人与人类之间赢率82开，再这样下去，人再多，人心散了，说什么都没用。赵铁雄见此情景，果断使用技能，拔地而起一面钢铁墙壁。砰砰砰！牛头人、犀牛哪会想到这一点？等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狠狠一头撞击在上，留下拳头深的印子。只觉得头晕眼花，看东西模糊，还愣着干什么？再不动手，想等着被兽人奴役吗？赵铁雄号召起几名拥有 S 级技能天赋的管理者，不要再旁观，加入到战场之中。是时候该由他们这些人吹响反攻的号角。几名管理者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最终点点头，决定出手。谁会想被人奴役呢？更何况还是拥有 S 级技能天赋、心高气傲的他们。有人全身火焰化，一拳击出，伴随浓烈的白烟与烧焦味，轻松洞穿兽人的心脏。有人抓住冲撞上来的牛角，双眼对视间亮起红色光芒，从中喷射出2道激光，直接将那牛头人爆头，在脑背后留下2个烧焦的洞，完全穿透。火焰化和激光眼吗？陈木对激光眼这个技能还蛮感兴趣的，尤其是在看到那家伙利用激光眼在兽人群中扫荡，将他们拦腰截断的画面后。至于身为领主的赵铁雄，表现丝毫不输他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双手凭空召唤出2面铁墙，双手在猛地向中间一合时，砰，2面钢铁墙壁狠狠砸在一起。位于正中间的那些兽人们瞬间被挤压的鲜血爆射而出，只剩下一张皮和其中早已化作粉末的骨头。杀啊！看到领主与管理者纷纷出手虐杀起兽人，人群中不少人站出来煽动士气。正如赵铁雄所想的那般，反攻的号角彻底拉开，
哒哒哒哒，砰轰！一时间，各种爆炸声音与惨叫声此起彼伏，尸体如小丘堆积，那些汇聚成小水潭的血液早已分不清属于谁。人类这边死亡超过1000人，才将兽人逼出城内，远离城门7-8米距离。相较之下，兽人族的死亡人数没那么多，却也少不了太多。激光眼、火焰化、钢铁操控这些 S 级技能天赋，令他们十分头疼。不过却并未因此产生半分退役，反而越战越猛。不知道的估计还以为打了药呢，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双方主将均未选择碰面，屠杀的永远是对方的士卒。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比拼士气的时候，倘若主将死在对方手里，难免会造成负面影响。他们都想避免这个问题，当然其中也不乏怕死的存在。比如激光眼技能的拥有者，他永远不会站在最前面，选择躲藏在人群之后，拿同伴做掩体，方便随时可以逃跑。明明有个这么强大的技能天赋，却是个骨子里的懦夫吗？陈木摇摇头，叹息道：“觉得这种技能用在男人身上实在太过浪费，准备搞点小动作，强制征服、掌控那名虎人。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目的明确。”嗷呜！待进入攻击范围之后，忽然一转方向，猛扑出身。男人始料未及，还想低头用激光眼切割开虎人的脑袋。虎人又岂会料想不到他会那么做，提起用虎掌死死撑住他的下巴，令其无法低头。2道激光始终冲天。激光眼这个技能确实很强，但论起力气、身体素质，多少个男人也无法与虎人同台竞技。法师被刺客进战，想也知道会是个什么结局。不等找赵铁雄他们阻止，虎人已是狠狠下口，咬断了男人的脖子。老三，赵铁雄见男人被咬断脖子，鲜血狂飙，当即拔地而起2面铁墙，想要将虎人挤压成薄饼。砰！奈何虎人速度实在太快，被挤压成薄饼的只有男人而已。击杀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激光眼，杀戮点加5000，肉罐头 X12 箱。嚯，不愧是掌权的，这系统背包里东西还真不少。陈木感叹道：“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激光眼，自动升级为 SSS 级激光眼。”比起那个，陈木果然还是更在意激光眼这个技能。S 级威力已然不俗，这 SSS 级又会有多厉害？于是瞬移至人群当中，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慢慢悠悠，闲庭信步，走到最前面。那小子疯了吗？眼见陈木看到犀牛人庞大如山的身躯冲撞过来，非但不躲闪，还往人家面前走。不少注意到这一幕画面的人都觉得他该不会是受刺激想自杀吧？岂料下一秒，陈木双眼泛起红光，射出2道熟悉的激光，脑袋扭动扭动，瞬间将那犀牛人大卸8块。击杀犀牛兽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什么和老三一样的技能？激光眼。赵铁雄注意到陈木，他已经很收敛了。要怪就怪这激光眼，不管再怎么收敛，都很吸睛。我的妈呀！没想到咱们这些普通人里面还隐藏着个超级大佬 ，S 级技能，他居然是 S 级技能的拥有者。好家伙，难怪他不怕呢！我要有这技能，我也不怕。技能一样，谁怂谁尴尬。看看人家多猛，怂得了一时，怂不了一世。我想他应该一直在等这么个机会吧。毕竟技能和管理者一样，搞不好会被视为眼中钉。现在管理者死了，他只要表现得足够优秀，绝对可以继承那个家伙的位置。对于这种说法，绝大部分人持赞成意见，觉得陈木城府很深，这种人千万不能招惹，否则最后很有可能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对此，陈木只表示他们想多了，自己单纯想测试看看这技能的威力如何。和 S 级激光眼不同，陈木的激光眼无论大小还是远近，均可以自由调节。刚才释放击杀犀牛人的激光眼只是基础中的基础，陈木决定增加激光的粗细与距离。激光暴增，距离一下射出几10米远。轰！左右一转脑袋，激光跟着扫荡，大片大片的兽人与几个人类倒霉蛋全部被拦腰斩断，当场死亡。击杀牛头兽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击杀犀牛兽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击杀犀牛兽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不止地上的，天上那些拥有飞行能力的鸟人，陈木同样没放过。不需要移动位置，全身上下唯一需要移动的只有视线，压根没人能扛得住这激光的高温。哪怕是赵铁雄的金属防御，只要触碰到，同样会瞬间融化成铁水。比起收服陈木这么一员猛将，赵铁雄在目睹陈木一眼暴杀数千兽人之后，更担心他会取代自己，成为新的领主。不同意，不同意就死。好不容易才掌握权力，赵铁雄又岂会心甘情愿地交出呢？这也太猛了吧！之前那个管理人和他比起来，简直弱爆了。
谁说不是呢？管理人的激光眼顶多杀几只兽人，他的激光眼无视防御，一眼数千人殒命，羡慕羡慕嫉妒恨。为什么我没抽到这么厉害的技能天赋呢？别担心，努力冲等级，咱们还有机会可以逆袭。往后退点，当心跟那几个倒霉蛋一样被误杀。这技能天赋真的恐怖，杀起人来跟砍菜切萝卜一样，我完全感受不到他们有在反抗，反抗无效。虎人早被陈木顺手给宰了，没工夫去专门在意他。失去虎人领袖的，仅剩下2、3千人的兽人军团，不停后撤，完全失去战意。面对上陈木这么一个怪物，他们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自己毫无胜算。逃跑吧！是啊，连虎将军都死了，我们留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想死，你们要战就继续战吧。转身逃跑的人越来越多。轰！陈木继续调远激光眼距离，横扫几下，击杀羊头兽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蛇头兽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马头兽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只剩下零星几个兽人还在不敢回头的逃跑。陈木不想单纯因为他们几个人使用技能，纯浪费时间。经历这一系列的实战，陈木已经足够清楚 SSS 级激光眼这个技能有多强，正准备原地消失，隐藏身形之际，脑海中响起了危机提示，来源于附近。陈木觉得不是，因为他没有感觉到周围人对于自己的敌意。按理来说，自己方才表现出来的强大，应当足够震慑他们才对。退一万步讲，自己还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现在选择恩将仇报，未免太不合理了些。在下一秒，站在前排的人一个个捂着脖子，面色痛苦地倒在地上，疯狂蹬动双脚，面色发红，再到发紫，最终口吐白沫，丧失生命反应。这种诡异现象一个接一个，火速传开。正常人怎么可能突然变成这样一副模样，成片地倒下？原本的几万人，眼看着便倒了大半，甚至连赵铁雄也不例外，面色发紫，口唇发黑，双手死死掐握住脖子，脸上脖梗处那鼓起的筋脉好似老树盘根，看着十分恐怖。这症状怎么看怎么像是中毒。蝶毒效果已清除，蝶毒效果已清除，您已对该毒素产生免疫抗体。看着眼前频频弹出变化的系统提示，陈木更加肯定内心的想法。蝶毒，嘴中喃喃自语，难道是蝴蝶？可环视一圈，这附近陈木也没看到有半只蝴蝶啊。既然地上没看到，那么陈木抬头看去，果然见一人凌空而立，挥舞着他那对蔚蓝中带着七彩反光，以紫色为主的蝴蝶翅膀，翅膀上脉络清晰，边缘为黑色，带有大块的白色斑点，越靠近根部，颜色越蓝，带着一股珠光。除了那对华丽吸睛的翅膀外，外形上几乎与人没有多大差别。一头蓝色长发的男人，看起来给人一种很高冷的感觉，颈后还披挂着一层黑色的长绒，与那蝴蝶翅膀搭配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穿着地袍呢，气质拉满。细看还能发现头顶上有2根蓝黑条纹的触角，差不多半米长，带有些许弧度。陈木双眼一眯，眼前画面不断扩大，再扩大，拉近，再拉近，终于可以看清，每伴随那蝴蝶人挥舞一下翅膀，都会有大量平常人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细小粉末从那翅膀上散落下来，覆盖面积很广。而这些粉末正是造成城中大量人员中毒倒地的罪魁祸首。这家伙难道就是刚才那批兽人的首领？以实力来说，陈木认为蝴蝶人是完全有这个资格的。他的蝶毒对于普通人乃至 S 级技能天赋拥有者来说都是致命的，但在陈木这完全派不上用场。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让那中毒的几万人恢复如初，但没那个必要。还是那句话，这些人死了，比活着对于自己来说更有价值。活着的他们又能对自己带来多少贡献呢？杀戮点，剩下的人也足够。实在不行，大不了放出1000万亡灵军，对丧尸怪物进行灭绝式的屠杀，照样不会差杀戮点使用。更何况他现在也不差杀戮点。技能这个东西，陈木则是完全不嫌多的，总有能派得上用场的时候，哪怕自己忘记了，比如中毒次数多了以后会产生抗体这一技能，陈木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原来有那么个技能，更别说是从哪里从什么怪物身上获得。但逐渐的，陈木发现这群人似乎并不单单只是中毒那么简单。按理来说，这蝶毒能毒倒如此多的人，毒性一定很强，可为什么直到现在3-4分钟过去还无一人死亡？没错，他们只是处于中毒状态，却并不致命。事出反常必有妖，陈木打起12分警惕，脚下一踏，升空，双脚凌空而立，视线与那蝴蝶人平行。居然没有中毒吗？你这个人类倒是有点意思。
那蝴蝶人始终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态度，见陈木飞升上空，并不意外。按照套路，你是不是应该开口让我臣服？陈木打趣问。蝴蝶人摇摇头，我不喜欢人类。好巧，我也不喜欢兽人。陈木双眼一红，激射出2道20-30米长的红色激光，击杀异变蝶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异变蝶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异变蝶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这属实是让陈木有些没想到，地上那些中毒的人竟然露出裂开后背，露出脊骨，从中生长出带血的翅膀。这些翅膀五颜六色，花纹各有不同，几乎看不到重复。即使颜色重复，花纹也不会重复，就像这个世界上不会有2片相同形状的雪一样。他们很快掌握新生的翅膀、飞行能力，上来为蝴蝶人接2连3的赴死，抵挡激光眼，源源不断，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给人一种飞蛾扑火的感觉。明知会死，却义无反顾。而蝶人也默默享受着这种他人为自己赴死的感觉，不只可以让人中毒，还能让人异变成蝴蝶吗？陈木恍然大悟，难怪那些人一直处于中毒却不致命的诡异状态。原来蝶毒还有这么个特殊功效，若能为自己所用，搜集各种技能，俨然变成陈木的一种习惯。行走末世，必须得学会苦中作乐。毕竟前世习惯了有手机、电视、电脑消遣的日子，光是打打杀杀，难免会心生厌恶、烦闷。他现在则是对于杀戮2字完全麻木。你觉得你可以像这样继续悠哉悠哉下去多久？陈木主动问蝴蝶人。我是了解你们人类的，你们的能力并不能一直使用81中文网，你总会有达到极限的时候，到时便是你的死期。蝴蝶人放着狠话，还是一成不变的风轻云淡，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无需担心。他可以利用的异变蝶人还有很多。随着身旁微风，城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感染蝶毒，沦为他操纵的傀儡娃娃，为自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极限吗？闻言，陈木淡淡一笑。你笑什么？蝴蝶人还是第一次见像陈木这么奇怪的家伙。换做他以往见过的那些人类，面对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笑得出来。还有的明知死路后，会跪在地上委曲求全。除此之外，陈木总给蝴蝶人一种很危险的感觉，这是他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却又说不上来，到底这个人类和以往那些遇到的人类究竟有何不同？不过蝴蝶人坚信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陈木终究会死在自己面前，自己手上。我笑你眼光太短浅，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蝴蝶人摇摇头，只觉得莫名其妙，听不明白。陈木笑道，你只需要知道极限这个词和我不搭边就是了。轰！说着眼中激光增粗不少，肉眼可见。蝴蝶人见势终于动容，眉头凝重几分，加快了正常人异变为蝶人的速度。那金字塔一般前赴后继，飞蛾扑火的规模也是更加壮大。击杀异变蝶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异变蝶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击杀异变蝶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10。远处那些还未受蝶毒影响的人，看到那激光射杀大量蝶人的画面，内心惊叹，无以言表。我的天，好厉害！超人吗？超人都没他恐怖。我记得咱们城内会用激光的人只有一个吧？没错，肯定是他。现在看来，局势应该一片大好，毕竟连领主之外的人都能像这样大杀四方，那太好了，咱们这条小命可以保住了。你怎么了？蝶毒已经传了过来，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在地上翻滚，身躯又忽然挺起，犹如拱桥，脊骨凸起，背部痕迹清晰可见，旋即皮肉腐烂，看起来却犹如硬生生撕裂开一般。带血带着薄膜的翅膀从中蠕笋钻出，旋即展开，干涸后泛着好看的色彩与花纹。只是这东西需要用命来换。当蝶人死伤数量超过万字单位后，蝴蝶人这眉头皱得越来越紧。他还从来没有见过人类的超凡之力能使用那么长时间不间断，这里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难道真如他所说，他没有极限？怎么可能？蝴蝶人不愿相信有这种事，开始转变思路，让一部分异变蝶人负责替自己抵挡伤害，另外一部分蝶人则从背后陈木双眼看不到的地方偷袭。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正在提取中，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异变蝶人。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异变蝶人。从开始到现在，所有死亡的异变蝶人，陈木全部召唤为亡灵，没有直接堕入暗影世界，而是自那些烧焦的碎尸残块当中缓缓站起身，张开黑色与白色花纹搭配的羽翼。这一刻，颜色达成统一，唯一不同的只有花纹。两股力量
肉眼可见的区别。这是什么？看到本该死去，为自己所控制的异变蝶人，如今竟攻击起其他蝶人，充当起陈木的后盾。蝴蝶人脸上写满疑惑，甚至多了一丝丝慌张。方才的风轻云淡早已不复存在，开始有些担心未来的走向。很惊讶吗？陈木淡淡一笑，旋即不用眼睛去看，手掌对准，选中属于赵铁雄异变蝶人后刚刚掉落至地上的残缺尸体，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钢之玉手，杀戮点加12000。恭喜宿主获得 S 级技能钢之玉手，自动升级为 SSS 级万变钢之神手，无限制，无冷却，任意生成大小、形状。这边是万变钢之神手的作用。轰隆隆，地面猛然震动，吸引去蝴蝶人的目光。他向下看去，只见城外的大地裂开一道口子，这口子从10几米长、半米宽，在转瞬之间扩大了几10倍，变成一道深不见底的深渊。蝴蝶人双眼一眯，正想聚焦视线，好看清楚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猫腻，却见一片巨大的阴影压下。细看那遮挡在自己与天之间的庞然大物，竟是一只钢之巨手。巨手压下，轰！指尖几乎与蝴蝶人擦边而过。尽管蝴蝶人反应速度足够快，却还是被掀起的狂风折断几根翅骨，不过很快又愈合了。砰！反观那些异变和正在异变中的蝶人，则没那么好运。轰！顺着手掌缝隙间激荡出的烟尘当中，还可以看见鲜血淋漓的颜色。击杀异变蝶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击杀异变蝶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击杀异变蝶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这家伙看着几万异变蝶人，在一瞬间被陈木一巴掌给活活拍死。蝴蝶人这才意识到，这次自己遇上的人类有多恐怖。陈木没有扭头，激光却牢牢锁定着飞行，试图拉远距离，躲闪开激光眼的蝴蝶人。2道激光无限延伸，自动跟随，无论是上90度、90度、东南西北360度角，那激光总能追得上。再这样下去，距离宣告蝴蝶人死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陈木需要做的只有等待，看着身后紧紧跟随，至少有上千米的2道红色激光。你只需要知道极限这个词和我不搭边就是了。蝴蝶人脑海中不自觉地回想起之前听陈木说过的这句话，那家伙难不成真的没有极限？这怎么可能？造物主为何会赐予他如此强大、恐怖的能力？蝴蝶人不敢相信这一事实。突然，本该位于身后的陈木却出现在了蝴蝶人面前。蝴蝶人的脖子被他用手死死卡住。怎么会？蝴蝶人想要反抗，用拳头去砸陈木，用脚去踢踹陈木，却连他的人都碰不到。原本高高在上的他，此刻连破开陈木的防御结界，显得那么有气无力，像是个在跟父亲玩闹的孩子。造物主！陈木看着他这一番无能狂怒，呵呵一笑。别误会，我这些能力可不是你所谓的造物主赐予的，是我靠着一次次杀戮慢慢积攒的。你不是人类。蝴蝶人从众口艰难地挤出这么几个字。随便你怎么想，陈木连人怎么看待自己都不在乎，更何况是一个异族。没有多说废话，双眼再次亮起那令人恐惧胆战的红芒。蝴蝶人这下终于感受到濒临死亡的恐惧有多强烈，心跳加速，手脚拼命挣扎，想要挣脱陈木的束缚。他不明白陈木这一只手的力量为何会强大蛮横到这种份上，奈何蝴蝶人用出全身的力气，依旧无法撼动分毫一根手指。你这家伙真的是人类吗？蝴蝶人用尽自己最后的机会，力量从口中挤出那么句话。对此，陈木没有任何回复。轰！眼中激光直射在蝴蝶人脸上。必须承认，他所拥有的技能确实有2把刷子，不过自身的防御力却是与那完全不成正比，几乎没有任何阻碍，轻松秒杀。整颗头颅焦化，爆炸开。击杀精英蝴蝶兽人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叠化，法术强度加100，恭喜宿主获得技能叠化，自动升级为 SSS 级叠化，正在召唤中。恭喜宿主获得亡灵精英蝴蝶兽人，恭喜宿主获得亡灵鹤兽人，恭喜宿主获得亡灵狼兽人。不止蝴蝶人，全场所有尸体尽数被陈木提取，召唤利益最大化，压榨的不剩下一丁点价值，哪怕最后仅剩下的那一点残躯，还被他一剑制作成了怪物罐头。蝶毒残留，这点无需担心， SSS 级技能怎么可能连这点毒素都剔除不了呢？扫描全城，原本的大几万人，如今只剩下几千人不到，他们的后续人生，陈木并不关心。一眼回到龟背上，玄武龟继续看似缓慢的飞行。这座钢铁之城得以重见天日。
待那些幸存者怀着喜悦之情赶来想要迎接赵铁雄他们凯旋时，却是瞠目结舌地发现满地血腥，除了赶来的人以外，没有一点生命迹象，到处都是破坏痕迹。那只巨大的钢手始终存在着，并未消失，其带来的震撼，对于这些不擅长战斗，也未曾参与过几次战斗的幸存者来说，无以言表，全写在脸上。几千人鸦雀无声，不知过去多久，才终于有人反应过来，缓缓开口，试探性问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能做到这种事的，在城里应该只有领主大人吧？好厉害的技能天赋，这下显得我拥有的技能更加废物，没用了。如果这真是领主所释放的技能，那么此时此刻他人呢？该不会和那些兽人同归于尽了吧？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领主的技能。”这时，一名中年男人站出来说道：“为什么那么说？”旁人立刻追问：“原因很简单，我的技能天赋是建造，之前和领主有过一面之缘，看着他将一面钢铁墙壁拔地而起，但马上就累得不行，差点昏倒。而那钢铁墙壁对比这只手掌，差了不知道多少倍。也许是领主大人的实力得到提升了呢。但你们不觉得？”那中年男人缓缓转身，目光看向远在千米开外的玄武龟，那家伙走得太巧合了吗？我听说过一个传言，说那玄武龟是天榜、地榜第一，那个叫做陈木的家伙的坐骑，在龟背上还建造着一栋别墅，该不会是他？欲言又止。什么那种东西可以用来当坐骑吗？太夸张了，确实不无这种可能性。不过还是不要深究的好，抓紧趁丧尸怪物军团没有发起新一轮攻击，对城墙进行维护，兴许能有一线生机。连领主大人都不是陈木的对手，更何况自己这些虾兵蟹将呢？与其去想谴责讨要个说法的事，不如好好想想怎么面对接下来的情况，苟活下去。找人做主，找谁做主？那家伙可是当下人类里的最强存在，谁又敢去得罪他呢？谁又会为了自己这么一群毫无价值的人去得罪他呢？现在是杀戮世界，不是和平世界，他们分得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白日做梦。反观陈木这边，又悠哉悠哉躺在别墅院子里的躺椅上，眼戴墨镜，享受日光浴。时间太早，加上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他想休息一会，再去考虑其他的事情。至于白渊、米利亚，白渊在后院练习刀法，努力变强；米利亚则手拿一本陈木不知道从哪翻出来，可以让人放松的按摩教学书，仔细研读。一只手拿着书，嘴里念念有词，一只手抬起，在空中重复着抓捏的动作。但看这五指上下的动作，心思不纯的人难免会想歪。这一平静下来后，陈木越发怀念以前有智能设备的日子，随便开几把游戏，一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陈木打开系统面板，选择查找到时光倒流这个技能。为什么只能倒流，不能加快呢？如果可以加快时间，那么陈木就可以速刷剩下的试炼之塔，刷完后再迅速过渡到第二天，继续刷满10层试炼之塔，100层，哪怕是1000层目标，分分钟拿下。不过这时光倒流的技能，如今我都有了，想要自由操纵时间，只是迟早的事吧。陈木心想。在注意到黑客之手这个技能，陈木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掌心，又看了看系统面板，脑海中不禁产生出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按理来说，系统属于智能工具，也是由数据组成，那么黑客之手这个技能大概率能派得上用场才是。也许自己可以通过黑客之手入侵系统，做点什么，比如把亿修改为1000亿、万亿、10万亿、100万亿，甚至是将技能的名称进行修改，比如时光倒流修改成时光掌控者，这前后的效果立马就不一样了。又或者把个人信息面板、种族、人类一栏修改神明、超凡神灵，越想这脑洞越是大开，决定试试看。说再多都不如去做。正在入侵中，卧槽！看到眼前这提示，陈木是真没想到能行啊。起初他只是想试试看而已，真的单纯只是想试试看，应该会失败吧。真要能入侵完全修改的话，这黑客之手未免也太变态了。那岂不是只要我愿意，可以随随便便将一切以数据组成的产物进行修改，走到大街上随随便便入侵一个人的个人信息页面，把人族修改为兽人、神明、修仙者。越想陈木还越期待了。数据入侵进度 15%， 数据入侵进度 22%， 数据入侵进度 28%。 看着不断变化往前进的数据进度，陈木最终还是决定放低些期待比较好，免得期待越大失望越大。数据入侵成功，查找到部分漏洞，可进行完善，防止被入侵。看到入侵成功字样，陈木内心是欣喜的。不过当看到只能完善漏洞，防止被入侵，无法扩大漏洞加以利用，必须承认陈木还是比较失望的。
不过，在查看过那几个漏洞后，陈木又重新燃起对于黑客之手这个技能的期待值。原因很简单，那几个漏洞是之前主要造成自己进入创世神的副本圈套，被关闭技能使用权限的特殊通道。如今这几个通道全部被陈木利用黑客之手封死，下次哪怕真的与创世神面对面，陈木也无需担心对方令自己失去对于技能的使用权，根本上解决了陈木目前正面临着的最大难题。之后开口让白渊、米利亚来到自己面前，入侵成功，发现漏洞，可进行完善；入侵成功，发现漏洞，可进行完善。果然，黑客之手在对米利亚、白渊使用后，这入侵速度快了不知道多少倍，几乎没用到半分钟。陈木总结出一个规律：自己一方的东西，貌似只能进行完善，无法破坏。黑客之手能够发现的漏洞，完全随机，暂时无法实现像陈木脑海中幻想的那样随意修改任何数据。真要那样的话，他就是创世神了，将100亿人的种族全部修改为神明，杀往神庭。但至少目前，这个技能确实解决了陈木不少后顾之忧以及潜在威胁。关闭系统提示，切入世界聊天频道，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新消息。这个世界还是很大的，他没办法时时刻刻留意每个角落。随机进入第一个世界聊天频道，内容无非是求抱大腿、求邀请加入工会、合作。第二个世界聊天频道则是所有人一起在围攻一个高调炫耀资源的家伙。第三个世界聊天频道聊的则比较随意，聊什么的都有。第四个世界聊天频道则显得更专业些，在分享各种怪物的最佳击杀方法。对于他们分享的那些方法，陈木看得出来很有用，但对于他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众人在探讨的那些怪物，对于陈木来说，挥一挥手便可有多少杀多少。正当陈木准备退出，进入下一个世界聊天频道时，一条发言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各位听说了吗？最近西北那边出了个大 boss， 难缠得很。听说过是不是拥有飞行坐骑，还能召唤大量死灵作战的那个？对，就他。妈的，太变态了！那死灵军团的规模，再这样发展下去，无法想象。我们工会的人曾想过要去碰碰运气，浩浩荡荡1000人，才到门口，立马放弃了。为什么？当你被多你几十倍，比你更强的怪物盯着时，你就明白了。反正那对我们来说，那已经是禁地级别，不可踏入。卧槽，你们工会不是能进前1万的吗？那我得赶紧去通知我们会长一声，放弃算了。毕竟我们排在榜单10万名开外。飞行坐骑能够召唤死灵的 BOSS， 死灵军团。陈木很快提取到其中的关键词，觉得有点意思啊，可以过去看看，没准可以多1员猛将，多一个逆天技能。于是发言问：有详细坐标吗？此言一出，立刻引起全场感叹号刷屏。卧槽，我的妈呀，真的假的？陈木是那个陈木吗？这还能有假？没看到他名字旁边那2个天榜第一、地榜第一的金色图标吗？大佬，求抱大腿！大佬，我爱你，我想给你生猴子，替你传宗接代，给个机会，我出10倍价格，求交易怪物罐头。这反响着实超出陈木的预料，自己原来这么出名啊！为避免他们总说些对自己毫无营养的废话，陈木再次发出内容：提供坐标的第1个人送1个怪物罐头。接下来所有的内容全部变为刷屏式的坐标。陈木滑到最上面，找到第1个，确认坐标后，并未食言，给他发去1个银狼怪物肉罐头，还是腿肉部分，更劲道，饱腹感更强，甚至还可以吃到大块弹牙的筋。谢谢大佬。旋即结束聊天，陈木先以神眼抵达坐标，在原地打开一道足以容纳整个玄武龟进入其中的传送门。玄武龟按照陈木的命令，缓缓将庞大的身躯一点点没入其中，而陈木决定要去讨伐在圈子里赫赫有名的死灵之主这件事，很快在附近各大工会之间传开，纷纷决定前往围观，兴许能捡点漏。如果可以和陈木攀上关系，那自然再好不过。所有人迅速动身，生怕晚别人一步，占不到一个好的观众席位。毕竟像这样可以见证陈木真实实力的机会很少见，大家都想亲眼目睹，好好看看陈木这个人是否真有传闻中的那么厉害。哪怕是远在100公里外的人，收到消息后同样第一时间反应，能否赶到不重要，重要的是试一下又没损失。西北荒漠附近的人尤其按捺不住，他们可是自认为对死灵之主最了解的人，难免争论陈木是否会是他的对手。为验证心中猜想，亲自前往目睹全程，成为了一件很有必要的事。都想狠狠打脸对方。最先赶到现场的那几百人，远远便可以看到万里无云的天空当中出现一道方形的黑洞，纷纷驻足观看，不敢离得太近，抬起手指着，面露惊恐之色。天呐，
那什么，黑洞吗？我记得黑洞不应该是圆的吗？怎么可能会是黑洞？真要是黑洞的话，咱们这些人这个距离早被吸进去了。总之，离远点，别靠太近，当心丢掉性命。到时候神仙来了都没用。快看，有什么东西从里面出来了？那是乌龟。等等，我想起来了，这不是那只在聊天频道传得沸沸扬扬，属于陈木的坐骑玄武龟吗？我的妈呀，这可比照片看起来令人震撼得多。好的，看样子那不是黑洞，而是传送门，不过是巨型传送门。传送门，他为了到这边来，专门开了个传送门。技能吗？废话，不然人家问坐标干什么？我很好奇，他到底有多少个 SSS 级技能？目前我了解到的就不下5个，一个人5个 SSS 级技能。这一刻，所有人内心对于陈木的敬畏心猛然大增。在世界聊天频道看到过关于再多他的爆料，远不如亲眼所见带来的震撼更大、更深，抵达灵魂。这一刻，对于他人间第一的称号，再不敢提出质疑。那玄武龟看起来可真霸道，难怪会有人说他是神兽。话说回来，你们觉得死灵之主和陈木比起来，谁更强？难说。我听闻有人在传，陈木也可以召唤怪物，都拥有召唤能力吗？实在太令人羡慕了。我个人认为，论召唤，死灵之主肯定更强，他可是怪物啊！而且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他所拥有的死灵数量恐怕已经超过千万。千万！听到这个数字，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在谁会成为输家，谁又会成为赢家的这个问题上，反复动摇起来，始终难以下定决心。一边是立足于天地双榜不败的人族战神，一边是能够召唤千万级别怪物的死灵之主。不过真要说起来，内心更多的还是期待，想看看真正的强者之间的战斗到底有多夸张，是否真如自己想象中那般遥不可及。不多时，玄武龟全身从那传送门之中出来，传送门即刻关闭。陈木注意到了几百米开外那些赶来围观的人，对他们并无兴趣，视线短暂停留半秒，迅速离开。于这片荒漠当中，搜寻起关于他们口口相传死灵之主的身影，只是目光扫荡半天，却迟迟不见半个符合的身影。别说死灵之主，哪怕连半个丧尸怪物陈木也没找到。唯一能藏身肉眼无法视之的地方，大概就只剩下那道位于300米处的大裂缝，宽至少有100-200米，多深不得而知。陈木一眼望去，打开一扇传送门，一步步入其中，脚正好落地在300米外。这一幕正好被眼尖的人注意到，率先开口：“快看，那边又出现一道小传送门，从里面出来的那个家伙，一定是陈木吧？肯定是他。除了他，我想不到谁还敢去那种地方。毕竟那里可是排名前3的禁地，居然不让玄武龟一起陪同吗？他就不怕被死灵之主乘机杀死？我想，有没有一种可能，那玄武龟其实很温顺，不具备战斗实力？你再好好看看他，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的呀？”这时，一道声音带着狂风巨浪，朝向众人猛冲而来，是从裂谷中传出的。那是什么声音？震得我耳朵发麻。死灵之主的坐骑，一只巨型乌鸦。乌鸦巨型有多巨型？虽然不如那玄武龟，却也相当恐怖，足以遮天蔽日。和他们不同，听到这乌鸦叫声，陈木却是控制不住的笑出声来。没想到自己大老远跑来一趟，居然闹了个乌龙，大乌龙。再接着，从裂谷之中传来的风浪越发猛烈。不等陈木向前一步，目光往下看，一片巨大的黑影已是从中冲入视野范围当中，再直冲上天。呀！展开翅膀，伴随又一声惊天动地的叫声，无数黑雨飘落，那画面结合一片荒漠，给人一种十分悲凉的既视感。这真是乌鸦，外表看着倒是与普通乌鸦没多大区别，不过这也太他妈大了。鲲之大，一锅装不下，鲲都未必有它大。快看，它背上还站着个人，头上长角的那个，他就是死灵之主吗？对，我看过关于他的照片，虽然有些模糊，不过确实是长这个样子没错。他的千万亡灵大军呢？该不会是谣传吧？怎么一直没看见？着急什么啊？人家还没开战呢。陈木这边淡淡一笑，没想到还真是你们2个。这是陈木最开始派遣出去打野自由发育的嗜血乌鸦王以及亡灵召唤师，没想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一方禁地的主宰级存在，还获得一个死灵之主的头衔。可以，没让我失望。由亡灵召唤师召唤的那部分死灵未单独计算，并不会被收入暗影世界当中。嗜血乌鸦王在确认陈木的身份之后，闭合翅膀落地，亡灵召唤师也从他背上跳了下来。面对面2目对3目，这就是高手之间的对抗吗？比我想象中可以文静不少。什么情况？不应该你死我活，血染沙场吗？难怪我不能成为高手，
首先在心态上就不符合高手的设定。等等，什么情况？为什么那只巨型乌鸦在向他低头？你仔细看，那个被你们称为死灵之主的家伙，正向他单膝下跪，这看着像是在俯首称臣啊！不战而败，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陈木的实力实在太强，让他觉得没有一战的必要？毕竟战了，也不可能打得过。尽管事实就摆在面前，众人依旧觉得很难以置信。哪里想得到，在自己眼中，身为禁地主宰的死灵之主，面对上陈木后，连一招一式都没用，直接给跪了。同样是做人，差距怎么那么大呢？说不自卑，那绝对是假的。越发觉得自己在这世界的地位渺小到犹如沧海一粟，不值一提。我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他那么做只是在迷惑对手？怪物的遇事处事手段不都单刀直入吗？还会搞智取？越高级的怪物，这智慧肯定越高。陈木这边看了看嗜血乌鸦王，又看了看亡灵之主，然后对亡灵之主开口道：“听他们说，你是这片禁地的主宰，召唤了不少死灵。既然如此，把他们全部召唤出来，让我好好看看吧。”陈木决定验收一下这段时间亡灵之主的成长。难怪自己在这附近看不到半只丧尸怪物，原来全被他与嗜血乌鸦王杀死，以死灵、亡灵进行召唤，继续存留下去。亡灵召唤师站起身，身前那本上锁的书锁链松开，书本打开，接着从中狂涌出来一道道黑影。细看可以发现，那是一个个骷髅头，拖拽着一条黑色小尾巴，旋即一个接一个撞在地上，一尊尊死灵就那么拔地而起，数量、速度无一不超乎想象。短短半分钟时间，陈木眼前一眼所见已是被各种死灵充满，粗略计算早已超过100万数值，而且还在疯狂暴涨当中。哈哈哈，看样子似乎真被你们给说中了，他在玩阴的。这些玩谋略的人心都脏，心脏实力还强，这种人我绝对不想招惹。天呐，这得有好几百万了吧？你以为呢？千万死灵大军是跟你开玩笑的，不然这里怎么会成为世界级的禁地？不关我事，溜了溜了。奉劝你们一句，最好马上离开比较好。神仙打架向来是凡人遭殃。目光回到陈木这边，与其胡思乱想，不如直接打开系统面板，查看起关于亡灵召唤师的数据面板。手指滑动，视线来到死灵召唤数量一栏，可召唤死灵数量1322654111300多万。饶是陈木看到这个数字，也不免有些瞠目结舌。这亡灵召唤师的数量如果能更多些，一只1000多万，十只稳稳破亿，还不算在正规军里。之后，陈木仔细研究了一下，貌似只要自己愿意，可以随时将亡灵召唤师召唤的那些死灵转入自己名下的暗影军团。想想后，觉得没那个必要，与其放在暗影世界当中积灰，不如继续让亡灵召唤师带着他们壮大规模。待1300多万死灵全部召唤出来，充满整个荒漠后，亡灵召唤师抬起手一落下，上千万死灵齐齐单膝下跪，参拜起陈木这个王。那场面有多震撼，旁观者再清楚不过，没有隔着屏幕亲眼所见，看得清清楚楚。谁说他们会打起来的？这场面看得我一身鸡皮疙瘩。原来就连死灵之主也是他的人吗？你确定他还是个人？这就不是人，他是神。等一下，他可以召唤怪物，所以死灵之主是他召唤出来的。可以召唤怪物，召唤出来的怪物还能召唤千万规模的大军，这太 bug 了吧？难怪他能稳占双榜第一，这让人怎么跟他争？我之前一直无法理解，他明明有那么多优势，干嘛不创建工会，扩大自己的优势？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没那个必要，真没那个必要。随后陆续赶到的人看到这阵仗，同样被吓得不轻。一番询问后，内心更是掀起层层惊涛骇浪，难以言喻。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被强行刷新了一遍。此时此刻，强者二字在他们看来，那就是为陈木量身打造的。这么说毫不夸张，一点不夸张。与此同时，验证过亡灵召唤师成果的陈木表示非常满意，让他将所有死灵召唤回书中。亡灵召唤师照做。随后，陈木再次打开通往玄武龟背上的传送门，回到别墅。在众人的目视之下，玄武龟渐行渐远。好可惜，没找到与他对话的机会。可以的话，哪怕让我做他的狗，我也愿意啊。你做梦吧，成为他的狗，可比做人难多了。有这么一位主人罩着，做狗照样能在杀戮世界横着走。可惜呀。随后，有人将全程记录的那些照片发送到了世界聊天频道当中，想显得自己了解多，像大佬。一经曝光，轰动不小。我的天，那些东西是什么？怎么全部在跪拜？在跪拜谁？怪物王。友情提醒：3指可以放大图片，他们在跪拜的是人。那么多怪物在跪拜人，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什么人有这个资格？陈木，当我没说。这些东西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很快便在世界聊天频道当中传开。陈木二字再次成为无形热搜榜单上霸榜级别的存在。陈木看在眼里，倒是没有过多在意。传开点，让他们知道自己不好惹，少什么人都跑来找自己的麻烦，挺好。陈木也不想跟那些人浪费精力，躺在躺椅上，吃着水果罐头，再来一杯冰镇碳酸饮料，这小日子别提有多舒坦。双脚搭放于正坐在自己面前的米利亚脚上，让他试验从书上学到的按摩方法。别说，还真挺天赋异禀的，无论力道还是穴位都把控得刚刚好。舒服的陈木这双眼皮变得有几分沉重，闭上眼决定小憩片刻。一觉醒来，烈日当头，正是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刻。陈木坐起身，手扶着脖颈，扭动扭动，咔咔作响，把脚从米利亚的大腿上抽出，落地。好了，今天就到这吧，接下来该去办正事了。按照老规矩，攻略今日份的10层试炼之塔。比起那个，陈木有个更好的想法，想要付出实践，召唤出龙人红帝，再对着他打开数据面板 SSS 级识破之眼，叠加 SSS 级黑客之手，两个都是可以寻找到弱点的技能。临时想到，或许可以一起使用。在打开通往试炼之塔的传送之门，两个技能相互作用之下，红帝按照陈木的命令，成功步入其中。果然可以，先利用识破之眼找出传送门识别人与亡灵的漏洞，再利用黑客之手对红帝进行人皮伪装，这样即使自己不进入试炼之塔，照样可以完成攻略任务。如此便完了？怎么可能？让玄武龟停止移动。陈木凌空而行，目光向下望去，看到几名正在移动9层高楼顶烧烤开派对的青年。这种时候还能有这个闲心吗？心态不错嘛。陈木淡淡一笑，旋即目视他们身旁，从100米高空瞬移落地。你是谁？眨眼间，有人注意到陈木这个陌生的存在，举起手中半熟的肉串，质问：你发什么洋癫？同伴看到他这副认真的模样，用肉串指着自己，不明所以。你背后有人啊！青年面色严肃道。背后，同伴意识到不妙，赶紧转身，本想确认看看青年是不是闲得蛋疼，再跟自己开玩笑，没曾想这脸刚转到一半，便被陈木抬手五指抓握住，强制征服成功。你想对他做什么？见自己人被一个外人出手对付，另外几人坐不住了。陈木扫视一眼，触发 SSS 级强制征服技能，原本极具攻击性的面色瞬间缓和下来，捏紧的拳头同样松开，缓缓落下。这抬起到一半的脚一样落回到地上，保持着立正姿态，双眼无神涣散。此刻他们已然成为被陈木提线控制的傀儡娃娃，他说什么他们便得怎么做，哪怕陈木开口让他们大步跨出围墙跳楼，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照做。但那可不是陈木控制他们的主要目的。接过他们手中的烧烤铁签，坐到位子上，一边撒着烧烤料，一边开口问：你们今天去过试炼之塔吗？可。抬起手在面前扇了扇，这烟实在有够大，有够呛人的。没有。几人异口同声。那好，把通往试炼之塔的大门打开吧。陈木下达命令。是。几人话音中毫无感情可言，只管按照陈木的命令去做。很快5扇通往试炼之塔的大门陆续打开，陈木则从暗影世界放出龙人白帝、龙人紫帝，以及在各大试炼之塔中召唤的 BOSS 级亡灵，再次利用识破之眼与黑客之手，令其拥有人类伪装，进入传送门。那5名青年同样被安排进入其中，他们得继续负责打开之后的传送门才行。没错，这便是陈木的计划，短暂控制人类，获得进入试炼之塔的大量机会，再由亡灵负责攻略，自己则利用移形幻影技能负责收尾、提取、召唤亡灵，将利益最大化。这样多线程进行，收获越多，打破限制的机会也就越大。每天10层机会就那么放着不用，实在太浪费了。控制完这5人，陈木即刻动身前往别处。强制征服成功，强制征服成功，强制征服成功。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他的钥匙，负责打开通往试炼之塔的大门。在移形幻影技能与一键提取、一键召唤，包括一键烹饪制作怪物肉罐头的加持下，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正在提取中，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橡胶体，通关礼包+1，杀戮点加200。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控杀，通关礼包+1，杀戮点加150。提取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植物催生，通关礼包+1，杀戮点加200。正在召唤中，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橡胶恶魔，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食人鲨，召唤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亡灵魔执师。收获之大，
超乎想象。很快的，世界聊天频道当中，有人逐渐意识到不对劲，不对劲，太不对劲了！什么不对劲？你们注意看榜单，怎么突然有一大群人开始登上攻略榜，而且是以个人之力？不清楚，难道是有什么 N 次活动，咱们没遇上？不对，绝对不会那么简单。这速度快赶得上那个攻略狂魔了，几分钟一层，确实变态。里面有个人是我朋友，明明昨天还是个菜鸡，今天查看他的个人面板，好家伙，已经攻略到试炼之塔第9层了。菜鸡，你管这叫菜鸡？1级技能天赋，而且毫无战斗力，只能用来表演。你觉得这不算菜？有没有可能是你认错人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吹牛死全家，这一反常现象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讨论，最终也只能以走狗屎运来进行解释。羡慕不来，羡慕不来。反观陈木这边，不是在瞬移寻找目标的路上，便是在传送进行收获的路上，十分繁忙。1小时、2小时，时间如梭，转瞬过去3个多小时。陈木粗略计算了一下，目前为止，自己今天一天攻略的层数达到了惊人的4位数。抛开那庞大的属性点、通关礼包以及杀戮点不说，他所召唤到的亡灵数量已是突破100万级别，而且全部是试炼之塔首关 BOSS 级别，其中有以个人实力镇守一方的，也有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应有尽有。陈木对于这个结果表示十分满意，而那些钥匙在失去作用后，立马解除征服状态，恢复神智。最开始那5名青年看着眼前完全烧焦，火焰早已熄灭，还有那一地铁签子，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皆是一脸懵逼。我靠，你们在搞什么飞机啊？全他妈糊了！你问我，我去问谁？这刚刚才燃起来的火，怎么一瞬间全烧没了？不对劲啊！这炉子摸着已经凉了很久。倒吸一口凉气，双手摩擦着胳膊，只觉得一身鸡皮疙瘩直冒。我怎么感觉有点诡异啊？而且这腿脚莫名发软。你的脚也发软？奇怪，我也是感觉有种被吓到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的。谁呀？怎么一直在私信我？一番查看后，露出震惊之色。我靠，你们敢信？我居然突破试炼之塔第10层了！好家伙，我也是！快看看背包，听说通关后会有奖励来着。没有啊，你们呢？没有，摇摇头。那应该是 bug 吧？由于征服期间的记忆并不会被保留，所以无论他们怎么回想，也想不起来到底经历了什么。至于通关礼包，全部被主动交出。尽管那东西暂时对陈木来说没啥价值，但放着总有能派得上用场的时候。时间莫名流逝，加上试炼之塔莫名其妙通关10层，却没有任何奖励。但今日份的挑战机会确实用了的这一系列事，很快在世界各地传开。这个世界该不会正在崩坏当中吧？所以才产生了那么多 bug。世界崩没崩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万一系统崩了的话，我们这些人只有死路一条。创世神给点力，升级维护一下服务器啊！搞什么东西？很多人貌似都遇到了这种情况，没啥关系吧？反正一天10层的机会，绝大部分人又用不上。在这种时候就别说那么扎心的话了，留点面子不行吗？针对这件事儿，塔上之人并未准备给广大玩家一个解释。各位觉得这件事应当如何平息才好？任由发展便是，没必要去在乎。他们吵归吵，闹归闹，对我们又没有影响。可是让那个家伙继续像这样胡作非为下去的话，我担心那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可以拥有那么多技能天赋？谁知道呢？继续给他加强难度，那样做只会给他送经验而已。为什么你先前不答应他的要求？所有管理者齐齐扭头，调转目光，看向之前在试炼之塔39层见过陈木的那名管理者。很简单，我从他的双眼里感受到了强烈的杀意。一旦他见到我们，肯定会想方设法除掉我们。我们可是管理者，神的使徒，他敢那么做？我认为他敢。有没有办法把他送回原来的世界？没有。可是按照这个速度下去，我想他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见到我们。在那之前，试着想出办法阻止他吧。对于自己成为令管理者头疼的头号存在，陈木并不知情，还在征服、狂刷试炼之塔、提取、召唤的路上一去不复返。那些人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不仅需要为了一个怪物罐头拼上性命，多次与死神擦肩，主动给陈木献上杀戮点，还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他通往宝库的钥匙，用完就丢，毫无感情。苦了他们，富足陈木。愧疚，为何要愧疚？人不为己，为谁？自己跟他们非亲非故，去在意他们作甚？陈木很清楚，自己越强，越会成为塔上之人的眼中钉。不继续变强，谁知道以后他们会换什么方法弄死自己？陈木可不想死，谁死都行，总之不能是自己。5小时、6小时、7小时，
陈木仿佛不知疲倦一般，仍在行动着。得亏是无线背包，换成普通人早爆仓了，根本不可能装得下。对于陈木来说，这几个小时最让他感兴趣的收获，当属新增的100名亡灵召唤师，召唤出1名小亡灵，将他与参天蜈蚣王移形换影。没错，这移形换影的技能不仅能针对自己，更能针对其他目标对象。如今的参天蜈蚣王，相较最开始又成长了几十倍。陈木将其中1名亡灵召唤师分配给了他，让他们一起成长。单独一个亡灵召唤师放出去打野发育速度太慢，万一遇到 S 级甚至是 SSS 级技能天赋的拥有者，可以有更多优势。其余那些亡灵召唤师，陈木也分配给了他们一个甚至多个同伴，均是试炼之塔守关 BOSS 级别，单拎出来随随便便都是天灾级别。期待着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可以给自己带来像是死灵之主那样的惊喜。一只亡灵召唤师召唤1000万死灵，那么100只便是10亿级别，灭世级别。呼，从传送门出来，站在100层高楼之上，陈木吐出一口重气，正准备前往下一个地方时，系统提示冷不丁的弹出新公告。陈木点击查看详情：深渊魔族、泰坦龙族、异形妖、山兽、混沌族。一一看下来，陈木面露意外之色。继兽人之后，新增18个新种族加入杀戮游戏吗？陈木个人感觉对自己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对于扩充亡灵军团反而有利，但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生存空间与难度前者越来越小，后者越来越大。打开世界聊天频道，果然一片哀嚎声不断。卧槽，尼玛，还让不让人活了？深渊魔族、泰坦龙族、异形妖、山兽、混沌族，这哪个听起来都不像是一般角色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陈木大佬杀的太疯，丧尸怪物的数量不够，为了整个杀戮生态可以持续运行，只能增加异界种族降临。增加没问题，可你好歹实力的和丧尸平等吧？又是魔族，又是龙族的，这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吗？你们谁有把握屠龙啊？妈的，明明是大佬不做人，何必为难我们这些小角色？哭了，真的哭了。建议全人类团结起来，不要内战。全人类团结起来，不要内战。你可真敢想，这种事情人类存在几百多万年，有做到过吗？那不是因为之前人类一直是地球最强的存在吗？互相打架很正常，现在这环境可不同了。81中文网，谁说不是呢？又是龙又是恶魔的，这不团结起来，让人家逐个击破。团结起来还有一线生机，继续像这样内斗下去的话，结局无外乎一个全人类灭亡。哎，大夏人就别去跟那些外国人说这种概念了，他们听不懂的。总之，我们大夏人得团结起来才行。这种事你我说了不算，得由那几个大公会牵头才行。如果他们愿意站出来开这个头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平安度过这场自人类诞生以来最大的危机。看到这些言论，老实说，陈木并不意外。现在只看谁最先反应过来了。按照他的理解，在还未强大之前，团结合作的确是最好的出路。没有7、8个 SSS 级技能，想在杀戮世界以个人之力谈安全，属实有点异想天开。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下一刻、明天、后天，那些管理者又会整出什么骚操作。今天的异界外族，明天有可能就是星际高等位面降维打击。生活在如此多变世界的人类，用水深火热一词来形容毫不夸张。当18个异界外族降临到杀戮世界的通告传出后，作为工会榜单人数第一的炎龙工会上层迅速做出反应，于半个小时后发出公告，接受工会融合，共同发展，一起抗敌。一个兽人族已经让人类焦头烂额，更何况是名字明显更高级的深渊魔族、泰坦龙族云云。一时间响应的工会不在少数，其中大部分为大夏人统帅的工会。榜单前100中，一共有28个由大夏人创建统帅的工会，如今已经有24个提出要与炎龙工会融合。现在唯一需要商议的，只有那些领头人之间的权力、利益分配问题。得益于工会融合，炎龙工会当下不仅稳占工会人数榜单，更是成功将战力第一的鹰派白头鹰工会拉到第2位置，跻身第1。这可把不少鹰派人给气坏了，在世界聊天频道当中各种吵闹。妈的，这大夏人也太不要脸了，居然趁着新公告发布融合工会。听说炎龙工会已经融合了大大小小加起来快100个工会，难怪能把白头鹰给拉下来。不行，我们也得融合。有没有工会愿意助力一把白头鹰的？呵呵，你当他们傻吗？能做第1，干嘛要去给别人当第2，甚至是第3、第4、第5？哈哈，用我们大夏的话来说，这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鹰将不是什么作业都能抄的，省省吧，这个你们真学不来。继续为权力好好做斗争吧，争取早日被灭亡。可恶的大夏人，一番争吵在所难免。
眼看着炎龙公会迅速崛起，一家独大，众人是敢怒不敢言。这种情况之下，去挑战炎龙公会，显然是一个很不明智的选择。即便能打败他们，那也是伤敌800，自损1000的事。目前还不知道18个异界外族到底降临了多少到杀戮世界，不过用脚趾头想，也不可能少到哪里去。毕竟光一个兽人族，那数量已是相当惊人，更何况18个，18个总不能比一个少吧？到时候万一那些异界外族玩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那人类可真就完蛋了。赌不起，同样不敢拿这种事情当赌注，没那个胆子。没过多久，陈木站在玄武龟背上，已是能看到2条巨龙从头顶飞过，盘旋，似乎在打量着这头玄武龟。他们没见过，只是默默观察，并未发起任何攻击与表现敌意。不过他们总在上面飞，让陈木觉得很不爽，示意一眼身旁身躯如山的金眼青蟒，让他去将那几条巨龙给击落下来。金眼青蟒收到命令，缓缓抬起压在山峦之间的蛇头，张开蛇口，对准其中一条红土色，一看就是火属性，典型西方蜥蜴龙。轰！吐出一道如箭般的水柱。那火龙察觉到不妙，赶紧身躯往后仰，挥舞双翅保持平衡，同时大开龙口。轰！同样吐出一道巨大的火焰龙卷风。砰！水柱与火龙卷对撞瞬间，顷刻破碎，将那火焰倒逼回去。尽管火龙再如何加大火力，依旧起不到丝毫作用。一声呜咽，龙头后仰，水柱从上牙膛穿入，从后脑破出，将整颗龙头穿透，一击爆头毙命。击杀泰坦龙族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这蜥蜴龙虽然也叫龙，但可与大夏传说中的神龙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自然不可能与身为神兽的玄武龟抗衡。被秒杀在意料之中。另外一条白腹黑背、身上长满尖刺的蜥蜴龙见此情景，立刻扭头打算逃跑，完全丧失战意，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想过要和陈木正面战斗，只是被派出来观察情况的而已。轰！金眼青蟒可是收到陈木命令的，怎么可能放他逃走？再次吐出一道水箭，见距离越来越近，黑龙自知逃不掉，回头打开龙口。轰！吐出一道青白两色混杂的火焰，想要殊死一搏，总不能乖乖受死吧？至于这下场，和之前的火龙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被水箭一击爆头，呜咽一声，停止挥动翅膀，向地面坠落。击杀泰坦龙族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杀戮点加100。按照陈木的命令，击杀掉2头泰坦龙族后，金眼青蟒再次躺回原位置。那道山峦缝隙不多不少，刚好可以容纳它的身躯，看起来很舒服，凹和凸的结合堪称完美。砰轰！看着听着泰坦龙族坠地，陈木嘴上忍不住的喃喃自语起来。也不知道这18个异界外族中有没有被我击杀过的怪物同族，如果有的话，他们应该恨不得马上找到我，杀了我吧。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陈木现在已经肯定，无论是外面的丧尸、怪物，还是试炼之塔里的那些守关 BOSS， 并非凭空生成，而是从其他世界被召唤来的，和自己绝大多数人一样。死在他手上的丧尸怪物并不少，会遇到个仇敌，再正常不过。不再去多想，联系秦鹿，将刚刚才完成任务回归到暗影世界的龙人白帝，给对方利用传送门送了过去。具体该怎么做，陈木已经在私人聊天频道中和秦鹿说得很清楚。看到传送门打开，龙人白帝从中走出，秦鹿万万没想到，陈木现在攻略试炼之塔，甚至都不需要本人亲自出面。上下打量一眼龙人白帝，咽了咽口水，压迫感不是一般的强，比起第一次在试炼之塔作为对手遭遇时，似乎变得更恐怖了。旋即打开通往试炼之塔的传送门，做了个请的手势。龙人白帝步入其中之后，在试炼之塔内展现出来的实力，没有辜负陈木的期待，更是大大刷新了秦鹿的认知。秦鹿总觉得再这样下去，应该过不了多久时间，陈木便会成为杀戮世界的主宰。打兽都如此之强，更何况是其本人呢？待10层试炼之塔全部攻破以后，龙人白帝遁入暗影世界，当着秦鹿的面，亲眼看着这一幕，秦鹿内心还是有些无法平静，难以言喻。他不是第一次有过这种感觉了。面对强者，身为弱者会产生距离感、无力、无助感，尤其是面对像是陈木这样的强者，那种无力感渗透全身上下，每一寸皮肤、细胞。会长也真是异想天开，居然让我邀请他加入工会。秦鹿苦笑摇头。事实上，因为越来越严苛的生存环境，他早已决定加入工会，选择的也正是树大好乘凉的炎龙工会。因为是整个杀戮世界与陈木接触最多的人，再加上本身实力不俗，他在炎龙工会当中话语权、身份地位都不小。但最近工会会长给他出了个难题，
想让秦鹿试着说服看看，加入炎龙公会。可以的话，会长甚至不介意退居二把手的位置，将会长的宝座拱手让给陈木。咚咚咚，敲门声忽然响起。谁？秦鹿警惕地问。秦小姐，会长找您。门后传来一个男性的声音。好，我知道了，我收拾一下，马上过去。秦鹿回应道。是。接着是男人离开的脚步声。秦鹿简单整理一下，当然知道会长为何会在这种时候找自己，八成是看到自己在试炼之塔攻略榜单上的数据又变了，知道会长再次找上自己，是想询问结果如何。深吸一口气，做好准备。秦鹿抓住，按下门把手，走了出去。7、8分钟后，来到工会大楼，敲响房门。进，听到会长叶震天的声音，秦鹿推门走了进去。会长一进门便感受到10几人的视线纷纷聚焦到自己身上，那欲言又止的模样，不难猜出他们对于陈木是否决定加入炎龙公会抱有多大期待。可碍于叶震天在场，又不能越线，抢先开口，还得是叶震天出门才行。一脸期待问怎么样？关于陈木那边，他的答复是。秦鹿摇摇头，这样啊，果然不愿意吗？叶震天面露失望之色，其他人也是一样，他们非常确信一件事，如果陈木愿意加入或者统帅炎龙公会的话，炎龙公会不仅能在杀戮世界活下去，更能与世长存。不，秦鹿解释道，我并没有见到他。什么？你没有见到他？可是你的攻略层数不是又上升了10？话说一半，叶震天忽然想到什么，难道你也遇上那个 bug 了？听说最近系统出 bug， 不少人莫名其妙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通关了10层试炼之塔。毫不知情通关10层试炼之塔。听到叶震天这番话，秦鹿眉头一皱，隐约察觉到什么。该不会……不过在那之前，他率先开口替叶震天解惑说，我虽然没有见到他本人，不过他派来了他的手下替我通关试炼之塔。手下？叶震天面露意外之色，准确来说应该是怪物，而且是之前遇到过的试炼之塔首关 BOSS。 秦鹿进一步解释道，之所以没有一下全盘托出，是担心信息量太大吓到这些人。什么？他真的可以召唤首关 BOSS， 而且还能让他们单独出来通关试炼之塔？秦小姐肯定不会开这种玩笑，我愿意相信她。这个陈木还真是个怪物。等等，你们难道还没有反应过来吗？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些人不是遇到了 bug， 而是被当作打开通往试炼之塔的钥匙？你是说那些试炼之塔其实是在不知不觉间被陈木所召唤出来的怪物通关的？确实不无这种可能性。以他的能力来说，想要控制、篡改、消除一个人的记忆，应该不是难事。目前遇到那种情况的，少说上万人吧。他倒也难怪人家会瞧不上我们炎龙公会。听着这一系列的发言，叶震天最终长叹一声，视线重新回到秦鹿身上，语重心长地说，以后不用再邀请他了，免得破坏你们之间原本稳定的关系。好的。秦鹿只管答应，没有多说什么。叶震天能那么想，对于他来说自然是再好不过，之前也是实在无法拒绝才会被迫答应。叶震天还好，其他人多多少少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动不动就是为了整个炎龙公会全人类，好像只要秦鹿不答应，立马会成为千古罪人。他敢不答应吗？如今有叶震天的话，相信日后没人再敢逼他那么去做，反谁他们也不敢反叶震天。工会会长的身份是一方面，其强大的实力更是关键。虽说远不如陈木，甚至毫无比较的可能性就是了。秦鹿并非不能理解叶震天为何会放弃陈木，这份遥远的距离秦鹿感受得到，并且刚刚才亲身深切体验过。